这是哪儿？夏寒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入眼的便是破破烂烂的房间，还堆满了干柴稻草。夏寒烟想坐起来看看这是哪里，刚一动，头上和身上就有一股疼痛传来。他下意识地想捂住后脑勺，可是他动不了，因为他的手脚都被绑着。他利用巧劲将手从绳子里挣脱出来，然后赶紧摸了一把后脑勺，一看手上全是血，他这是被人开瓢了。夏寒烟都气笑了。好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到处都是监控的世道，竟然还有人敢绑架。没错，眼前这环境再加上被绑住的手脚还有头上的伤，他认为自己被绑架了。夏寒烟将脚上的绳子解开，这时他才注意到他身上的衣服换了。这是啥衣服啊？里三层外三层的，这是古装？这帮绑匪还挺聪明，竟然把我的衣服给换了。夏寒烟刚解开绳子，想看看外面的情况，突然一股眩晕感传来，脑袋一阵刺痛，身上也像是被大卡车碾压过一般。一股不属于他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好半晌夏寒烟才缓过来。此时他脑子里多出了好多陌生又熟悉的记忆，再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他这是穿越了。原主也叫夏寒烟，7岁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卖进了首富家做丫鬟，这么多年从没来看过原主。原主对爹娘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了，记忆里家里好像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可唯独原主被卖了。原主对此耿耿于怀，这么多年也从不刻意想起他们，似乎是想彻底将他们忘了。首富家姓徐，他刚来就被夫人指给了府里的二小姐。由于二小姐是庶出，所以在府里的日子并不好过。她身为二小姐的丫鬟，那更是如履薄冰，府里的丫鬟小厮谁都能来踩上一脚。原主每天有干不完的活，真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每天都是筋疲力尽的回来。说是二小姐的丫鬟，可她觉得她好像是全府的丫鬟。不过二小姐对她倒是很好，主仆2个相依为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随着原主越长越漂亮，这府里的人对她都是虎视眈眈。二小姐这个不受宠的主子根本就护不住她。先是徐府的2个公子都想让她做通房，不惜大打出手。平时人模狗样的徐员外看她的眼神也总是色眯眯的。可奈何夫人是个母老虎，徐员外只能看却不敢动她。夫人认为她是个狐妹子，不但勾引了她的2个儿子，还让兄弟2个反目，所以将她打了一顿，绑起来，等明天就把她发卖了。谁知道打她的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和她有仇，一棍子打在她的头上，原主当场就死了。就是这时候夏寒烟就穿了过来，可她是怎么穿过来的？她好像就是把奶奶送她的一个镯子给摔坏了，她心疼的去捡镯子的碎片，却不小心划破了手指，然后她就晕了，醒来就到了这里。想到镯子，夏寒烟赶紧伸出手，竟然发现镯子正好好的戴在她的手腕上。啊，太好了，奶奶给我的镯子现在还好好的，没有摔碎，这可是奶奶留给我的遗物，没想到被我打碎了。这下好了，镯子又回来了。夏寒烟的手不自觉地抚摸上镯子，没想到眼前一晃，她瞬间出现在一片黑土地面前，旁边有一口水井，远处有一条河，河对面还有树林。夏寒烟来不及探究这是哪里，因为她看到了井里的水，突然就觉得十分口渴，于是就捧起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井水入口甘甜，几口水下肚，她觉得身体里暖暖的，就连后脑勺和身上的伤都不那么疼了，头也不那么晕了。夏寒烟这才开始打量眼前的地方，只见远处有4块黑土地，不过此时光秃秃的啥也没有，边上还有一座竹屋。夏寒烟推开门走进竹屋，竹屋内除了一张桌子空空如也，上面放了一张纸。夏寒烟走过去拿起纸，只见上面写着几行字：此地名为随身空间，井里乃是灵泉水，可解百毒，活死神，瘦白骨，强身健体，美容养颜。黑土地可种万物，成熟周期短，种出来的作物蕴含灵气，多吃对身体有益。空间内一切都能用意念操控，望有缘人合理使用。看完介绍，夏寒烟也终于对这里有了一定的了解。这还真是因祸得福，竟然误打误撞开启了随身空间。他刚要把纸放回去，就见那张纸突然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熊猫，它只有巴掌大小，长得十分可爱。宿主你好，我是你的空间管家，我叫暖宝。暖宝，你好可爱啊！嘿嘿，谢谢宿主夸奖。暖宝，空间里可以放外面的东西进来吗？可以的，宿主，死物活物均可，不过人的话就只有宿主自己可以进来，其他人都是不可以的。那我要怎么出去？宿主只要心里想着出去，就会立刻出去。夏寒烟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具身体，他还挺适应的，现在身上的伤也好了，这灵泉水果然逆天。眼下这丫鬟她肯定是不能再当了，既然夫人打算卖了她，那就先出去再说。不过这徐府就是个为富不仁的暴发户，这些年可没少做坏事，尤其是那2个狗屁徐公子，整日招猫逗狗，调戏良家女，欺负老幼，真是畜生不如。这样的人家
竟然让他们这么有钱，还真是天道不公。原主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罪，拿点赔偿再走不过分吧？说干就干，夏寒烟来到房门口，偷偷打开一道缝隙，见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再走不过分吧？说干就干，夏寒烟来到房门口，偷偷打开一道缝隙，见外面一个人都没有，竟然没有看守的人。真不知道是对原主太放心，还是认为原主压根就跑不了。也是，就原主那唯唯诺诺的性格，卖身契攥在主家手里，他还真不敢跑。夏寒烟偷偷出来后，按照原主的记忆，先是去了大公子的房间。此时的大公子正抱着一个丫鬟睡得像死猪一样，这丫鬟也不是啥好人，经常欺负原主。这两人凑到一起，还真是婊子配狗，天生一对。既然碰到了，不收拾他们一顿再走都对不起原主。暖宝，能不能让他们晕过去？你主人我要干件大事。没问题的，交给我吧。很快夏寒烟就发现房间里没动静了，暖宝的声音适时响起。宿主，他们已经晕了，放心，你随便走，保证他们两人不会醒。那就好，谢谢我的暖宝，你可真是我的好宝宝。嘿嘿，不用谢，暖宝就是为宿主服务的。他在房间里找到了大公子那把剑，这徐大公子整日游手好闲，整天带把剑招摇过市。夏寒烟拿着剑来到二人面前，对着徐大公子的头就是一顿剃，最后直接把他的头剃成了一个卤蛋，光溜溜的，显得十分滑稽。暖宝，这东西坏得很，能不能把他的那啥给废了，省得一天到晚到处寻花问柳。这个交给暖宝，暖宝让他以后见了女人就软。暖宝，看看这间房子的银子放在哪儿？好的，宿主，请稍等。过了一会儿，暖宝的声音传来：宿主，银子在前方10米的抽屉里，左边的衣柜里也有，还有床铺下。夏寒烟按照暖宝的指示，将房间里的所有金子银子全部收进空间里，目测怎么也有500两。这大公子还挺有钱的，看到柜子里厚实的倍数，通通给他收走，就算自己不干，也可以给那些穷人干。搜刮完大公子房间的钱财，夏寒烟将床上的丫鬟用衣服一裹，直接扛走了。这丫鬟是大小姐身边的丫鬟，叫莲儿。因为大小姐受宠，这丫鬟也没少作威作福，欺负最多的就是原主。今天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会放过她？奇怪，怎么感觉我的力气变大了？扛着这个女人一点都不感觉重。这当然是灵泉水的功效了。如今已经是深夜，此时府里静悄悄的。夏寒烟扛着莲儿，直接大摇大摆的去了二公子的房间，让暖宝将二公子也弄晕。今天二公子倒是清心寡欲，竟然自己一个人睡的，那不是正好？嘿嘿，暖宝，把他的那个东西也废了吧，留着都是祸害。夏寒烟说的毫无表情。好的，宿主。夏寒烟同样把二公子的房间也搜刮了一顿。这个二公子比大公子有钱，找到了差不多1000两，看着这回功夫就有了1000多两银子。夏寒烟不得不感慨一句，打家劫舍是真挣钱呀，难怪古代会有那么多江洋大盗，就这整得他以后都想去劫富济贫了。宿主，你可不要误入歧途好呀。好好，我就是想想，也没真想去做，你紧张什么？夏寒烟把府里所有欺负过原主的人通通都搜刮了一遍，最有钱的还是徐员外这个老色鬼，光是家里的银票就有上万两，还有那成箱的银子全部给他收走。还有大小姐，这个大小姐背地里没少欺负二小姐主仆2个，那就给他点教训。暖宝，能不能让他越变越丑？最好是过个10天半个月的再变丑，这样不会引起怀疑。好的，宿主放心，我已经在他脸上抹了慢性毒药，等半个月后就会毒发，这张脸也就毁了。放心，大夫看不出任何端倪的。干得漂亮！夏寒烟内心一阵舒爽，把那个老色鬼的命根子也废了吧。好的，宿主。夏寒烟还去了厨房，快，这厨房好东西可真不少，百姓家里怕是都吃不饱饭。他们徐府倒好，整天大鱼大肉的，也不怕吃死。暖宝，放进空间里的东西会不会坏掉？不会的，宿主，空间有保鲜功能，放进来什么样，拿出去还是什么样。那就好。大米白面收，鸡鸭鱼猪肉收，各种蔬菜收，做好的肉包子连带蒸笼收，燕窝收，各种调料收，锅碗瓢盆收。眼看厨房被收的差不多了，他又去了偏院的马厩。后院马厩里站着5匹骏马，个个高大威猛，喂得油光水滑，长得膘肥体壮的，直接收。他最后去了二小姐的房间，看到躺在木板床上瘦弱的女孩，双眼红肿，一看就是刚哭过。夏寒烟一阵心疼，他知道这大概是原主的情绪，这二小姐怕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人了。明天他就会被夫人发卖，以后就不能照顾他了，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金银肯定是不能给他留，就算留了，以他的处境也留不住，说不定还会招来祸事。尤其是明天府里丢了这么多东西，而二小姐却突然有钱了，那不是太巧合了吗？不过可以给她喝点灵泉水，喝完灵泉水力气会变大，以后应该也能少受点欺负。如果能撑到嫁人的年纪，说不定就能摆脱这徐府了。如此想着，夏寒烟便让暖宝让二小姐陷入沉睡。夏寒烟从空间取出灵泉水，整整喂了2大碗才停下来。夏寒烟直接回了柴房，关好门就坐在了草堆里。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他从空间里拿出刚刚从厨房搜刮来的肉包子还有烧鸡，
他一手肉包子一手烧鸡，吃得满嘴流油，最后又喝了一碗灵泉水，吃饱喝足，眼下就等着天亮了。天亮以后，这徐府定会热闹非凡。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一声惊叫将所有人从睡梦里吵醒。被惊叫声吓得一哆嗦的大公子没好气地吼道：大早上鬼哭狼嚎的，要死了！来人，拉出去打死！只见下面站着的小厮立刻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然后结结巴巴地说道：公子饶命！你的头发！头什么头？拉出去乱棍打死！大公子不耐烦地说道。这时被叫进来的2个小厮看到大公子的样子，也瞪大了眼睛，见进来的2人也傻愣愣地看着他不动，大公子顿时怒气横生。都愣着干啥？活得不耐烦了？大公子，您的头发没了！我的头发呢？谁剃了我的头发？是不是你？隔壁院子又传来一道女人的惊叫声。什么声音？去，还不快去看看！大公子气愤地踹了一脚地上的小厮。隔壁的房间里，莲儿睁开眼就感觉有人在自己身上揉来捏去的，想到昨天和大公子成了好事，心中正得意着。这大公子还真是精力旺盛，一大早上的就对他上下其手。哼，夏寒烟那个狐狸精长得好看又如何，还不是没福气。等老爷夫人一去，这万贯家财可都是大公子的，到时候他再好好伺候大公子，如果再生个一儿半女的，那后半生可就稳了。而夏寒烟那个小贱货只有被发卖的份儿，最好被卖到穷山沟沟里才好。莲儿娇滴滴的叫了一声：大公子你讨厌。这一抬头看到眼前的人，顿时惊叫一声：怎么是二公子？二公子怎么会在我的床上，还对我上下其手？我明明记得昨晚是和大公子一块睡的，不可能看错。听到女人尖叫的声音，又喊的是大哥，二公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什么都是大哥的，连一个卑贱的丫鬟都选大哥不选他。本来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怀里多了个女人，还有些惊讶，定睛一看，原来是大姐身边的丫鬟莲儿。怎么了？看到小厮进来，莲儿赶紧钻进被子里躲起来。大公子听到消息，这才想起来自己昨晚是和莲儿一起睡的，结果他现在却爬上了老二的床，他的头发肯定是这个贱人剃的，就是老二授意的。这个贱人竟然敢背叛他，那就把他卖进窑子里，让他好好尝尝背叛他的下场。这边的鸡飞狗跳到底还是惊扰了徐员外和夫人。听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夫人气得直哆嗦，一气之下让嬷嬷拿了卖身契将莲儿卖进了窑子。老爷夫人，府里遭贼了，厨房里的食材全都不见了，就连锅碗瓢盆都不见了。什么？可有抓到偷窃之人？没有。管家摇摇头。正在这时，负责马厩的小厮也慌张地跑来跪在地上，声音惶恐说道：老爷夫人不好了，马厩里的5匹马都不见了。什么？马不见了？这下徐员外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那5匹骏马可是他最喜欢的，是哪个贼人竟然敢偷他的马？快去看看府里还少了什么。说完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这一看不要紧，好多人发现丢了银钱，徐员外和徐夫人更是差点撅过去，他们钱都不见了，这些东西就好像是凭空消失的一般，一点线索都没有。整个府里人心惶惶，最后徐员外无奈只能选择报官，可官府的人来查了半天，啥也没查出来。夏寒烟在柴房左等右等，门被大力推开后，便走进来一个小厮和一个婆子。只见赵嬷嬷上下打量了夏寒烟几眼，随后便在他身上一顿翻找。穷鬼，啥也没有。夏寒烟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镯子，他没看到这个镯子。宿主，这个镯子别人是看不到的。行了，你把他带走吧，夫人说了，直接送去牙行。是，嬷嬷。他被小厮领进牙行，很快就有一个伙计走过来，不等伙计说话，那小厮就开口说道：这人你看给多少钱？5两银子，你看可还行？行，人交给你们了，这是他的卖身契。伙计把夏寒烟带到后院的一个房间里，3天他只喝了3碗稀到不能再稀的米汤。到第4天，突然有人把他和另外10几个小姑娘带到了一个房间里。夏寒烟一进来就看到这房间里坐了一个穿着粗布麻衣、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约莫50多岁的模样，看样子不像有钱人，从她拘谨的模样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人应该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那这样的人为什么要买下人呢？嫂子您看，这都是符合您条件的小姑娘，她们基本都15、16岁的年纪，有的是被父母卖掉的，还有是被主家发卖的，您看看可有合眼缘的？好，我看看。只见那老太太走到众人面前，从左到右的看着这些姑娘。夏寒烟看了看其他人，只见他们都尽量低着头，好像生怕被老太太选中一般，他们都希望自己能被卖到有钱人家，至少吃穿不愁。
可夏寒烟却不是这样想的，她只想尽快脱身，只要有人买她就行。她身上有的是钱，她只想拿回自己的卖身契，最后再弄个户口，这样以后去哪儿都可以。于是其他人都是低着头不看妇人，只有夏寒烟抬头挺胸。那老太太见这些小姑娘都低着头，一看就是不想被她选中。老太太名叫曹春香，今年也才39岁，不过因为常年干粗活，家里外头都是她一个人忙活，头发花白，身子单薄。她今天来这里就是想买个15、16岁的小姑娘回去，一来能帮家里干点活，二来她想给4个儿子买个媳妇儿。可这些小姑娘看样子都不愿意呢，时间紧迫，她根本就没时间去给儿子相看人家。再说就他们家的条件，娶媳妇还真是困难，只怕没有人愿意把姑娘嫁进他们家。无奈她只能来这里买一个。这些不愿意的小姑娘她自然不会选，她要买就买心甘情愿跟她走的，不然回了家只怕也不得安宁。夏寒烟排在倒数第2个，其他人都是低着头，只有夏寒烟挺胸抬头。曹春香看过去的时候，她还点头笑了一下。曹春香几乎是瞬间就相中了这个姑娘。这个姑娘怎么卖的？伙计一看曹春香指着夏寒烟，立刻就笑了。哎呀，嫂子您可真是有眼光啊！这小姑娘可是从大户人家当过丫鬟，啥活都会干，您买她指定不亏。这小姑娘要10两银子。10两？曹春香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姑娘竟然这么贵，她手里只有8两银子，看来是买不了这个小姑娘了。哎呀，嫂子，我看您也是诚心想买，价格好商量，您看您手里有多少钱？曹春香一看伙计的态度，眼睛一转，说道：身在家里穷，就只有这6两银子。那伙计一咬牙，6两就6两。行，嫂子，这丫头您给6两领走。真的？那谢谢伙计了。不用客气，嫂子您到这边办理一下手续。夏寒烟默不作声地跟着2人去了前厅。曹春香给了钱，小厮就将卖身契递了过去。姑娘，跟我走吧。夏寒烟点点头，便跟在曹春香身后走出了衙行。他站在阳光下，看着前面的曹春香，不管这人要买他做什么，夏寒烟都是感激他的。等他的户籍办好后，就给这婶子一笔钱，从此以后他就是自由身了。夏寒烟跟着曹春香来到城外，掏了4文钱，2人便坐在了牛车上。夏寒烟看着天都快黑了，他仍然坐在牛车上晃悠。就在夏寒烟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的肩膀被人拍了拍。丫头，你醒了，我们今晚在这里住1晚，明天再继续赶路。还没到？没到呢，明天就到了。夏寒烟跟着进了一家小客栈，曹春香要了一间最便宜的房间，2人急急便歇下了。看到身旁的人睡熟了，夏寒烟让暖宝让人睡得更深些。他意念一动，便闪身进了空间。刚一进来，就发现他的空间好像变样了。只见黑土地旁边多了2个围栏，一个里边关着5匹骏马，一个里边关着鸡鸭。远处的河里还有鱼儿在欢快地跳跃着。暖宝，这些都是你整理的吗？夏寒烟看着飞来飞去的暖宝问道。对啊，宿主，你放进来的东西，暖宝都会帮你分门别类整理好的。暖宝真好，辛苦我的暖宝了。嘿嘿嘿，暖宝是你的空间管家，这些都是暖宝应该做的，宿主不用客气。夏寒烟走进竹屋，就见竹屋被分成了3个房间，一间是卧室，里边放了木床和衣柜；一间是厨房，从徐府收进来的厨房用品全都安置在这里，食材也全部分类放好；还有一间用来储物，这里多出了好几排一格一格的货架。他在徐府搜刮来的金银珠宝还有银票全都整整齐齐地放在格子里。夏寒烟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便睡过去了。第2天天刚亮，曹春香又带着夏寒烟走了1刻钟去坐牛车，又走了1个小时便到了一处村落。下了牛车，曹春香付了4文钱的车钱，夏寒烟则是在打量眼前这个村子。入眼便是一排排的茅草房，好一点的有泥土房，家家的院墙都很矮，几乎没啥私密性可言。夏寒烟看到这个村子后，心里就1个字：穷；2个字：真穷；3个字：特别穷。2人刚走进村子，就有人和曹春香打招呼道：哟，这不是春香嫂子吗？这是打哪儿回来呀？这怎么还跟着个小姑娘啊？是铁蛋娘啊，我刚从隔壁镇上回来，这姑娘是我买回来干杂活的。哎呦，那可够远的，赶紧回家歇歇吧。行，那我就先走了。2人前脚刚走，铁蛋娘后脚就把曹春香带回一个小姑娘的事传得人尽皆知了。春香婶子还说是买回来干杂活的，我看呐，就是给她那4个儿子买的媳妇儿。哎呦，这小姑娘进了他们家，那不是进了火坑吗？谁说不是呢？就他们那一家子老弱病残的，进了他们家，那就得像个老黄牛一样起早贪黑的干，早晚呐得累死。我看这曹氏也是没办法了，好人家的姑娘谁能看上他们家呀？这才花钱买了个上门媳妇儿。
你且看着吧，这姑娘在冷家待不了几天就得跑了，最多10天。我猜呀，5天。我猜呀，3天都待不上。哼，没准啊，一会儿知道冷家的情况就得跑。到了，这就是婶子家。此时夏寒烟站在院子外面，看着院子里只有一座摇摇欲坠的茅草屋，还有到小腿的篱笆院，几块破木板做的漏风大门，院子里还有一口水井。早就知道这婶子家里穷，可也没想到这么穷呀。看到夏寒烟在打量自家院子，不知道为什么曹春香内心十分紧张。这姑娘虽说是她买来的，可这个家实在是太穷了，只怕她根本就留不住她。走吧，丫头，进去吧。夏寒烟说完便跟着曹春香进了院子，院门咯吱一声被打开，夏寒烟随后就看到一个大概10来岁的小男孩从茅草屋里跑了出来，看到曹春香立刻扑过来喊道：你回来了，你累不累？四郎给你倒水喝。说完就噔噔噔跑回了茅草屋里，不一会儿就端着一个和了口的粗瓷碗，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娘，你喝水。曹春香把碗接过来，转身递给了夏寒烟。丫头呀，喝口水吧，赶了1天的路了。谢谢婶子。夏寒烟把碗接了过来。牛车走了几个小时，她也确实渴了，又不能把空间里的水拿出来喝，眼下也顾不上瓷碗缺不缺口了。她是真的渴了，接过来就喝了起来。娘，这就是你给我和哥哥们买来的媳妇儿吗？夏寒烟喝到嘴里的水一下子就喷了出来。啥玩意儿？买来的媳妇儿？还他和哥哥们？那我要到底给几个人当媳妇儿？看到夏寒烟的反应，冷四郎憨憨地摸了摸脑袋说道：媳妇儿，你咋了？难道是水不好喝吗？这下夏寒烟更是风中凌乱了。啥玩意儿？媳妇儿？你个小屁孩才多大呀？看着也就7、8岁的样子，就管我叫媳妇儿？夏寒烟有些尴尬地看向曹春香，干巴巴地说：婶子，这……咱们进屋说吧。夏寒烟也不喝水了，将碗递给四郎。四郎看着夏寒烟甜甜一笑，然后接过了瓷碗。谢谢。夏寒烟习惯地说了一句：不用谢，以后你就是我媳妇儿，你要我干啥都行。夏寒烟只能尴尬地笑了笑，跟着曹春香进了屋，留下冷四郎嘿嘿傻乐。媳妇儿朝他笑呢，那是不是说明他喜欢我啊？夏寒烟进了茅草屋，入眼便是一张瘸了腿的桌子，旁边是一口大锅，下面用石头砌了石灶，然后左右两边各一间房。左边的房间里还有咳嗽声传来，右边的房间里倒是没什么动静。房间里干净得很，因为啥也没有，这还真是家徒四壁。曹春香把夏寒烟领到了左边的房间，曹春香一进来就说道：你们是不是没给你爹换尿布啊？娘，我给爹换过了，不过我都放在这个布盆里了，还没来得及去洗。那尿骚味儿就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夏寒烟移开目光，又看向了木板床上的人，只见木板床上正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看着像是个披着人皮的骷髅架子，有些吓人。这是曹春香的相公冷言，因为给人家盖房子从房顶摔了下来，从此便瘫痪在床。要不是不放心曹春香和4个儿子，他早就撒手人寰了。床上的人应该是听到了曹春香说话的声音，这才缓缓睁开了双眼。春香，你回来了。哎，回来了，你感觉怎么样啊？我还好，你不用担心。这就是你买回来的孩子吗？见老人家看过来，夏寒烟笑着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4郎、大郎、2郎、3郎去哪儿了？娘，大哥去做工了，在县城还没回来。2哥在房间里，3哥不知道去哪里了。去把你2哥叫过来。好的，娘，我这就去。4郎说完就跑了出去。夏寒烟这时候才知道，这婶子有4个儿子。丫头，这屋里简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委屈你了。没事，婶子，我站着就行。这时门帘被掀起，4郎扶着一个弱柳扶风的男子走了进来。男子眼睛上还系着白布条，皮肤白皙，五官俊俏，看着像是个读书人，就是眼睛好像是看不见，不知道是受了伤还是天生的。这个人便是冷2郎，名字也能看出来，在冷家排行老2。以前冷言会盖房子能挣钱的时候，他们也在县城读过书，不过除了冷2郎，其他人都不是读书的料，所以后来便只有冷2郎自己一个人读书。可是有一天在书院里被人推了一下，头磕在桌角上，当时就磕晕了。等醒来的时候眼睛就看不到，大夫说因为磕到头，脑袋里有淤血才导致失明。这个他也没有办法排除淤血，只能慢慢恢复。等淤血散了，说不定还有希望恢复光明。冷2郎刚走进来就说道：娘，
是你回来了吗？曹春香上前扶住儿子的手。哎，娘回来了。娘不在这2天，你怎么样啊？儿子没事，娘不用担心。冷二郎轻声细语地说。好，那就好。曹春香每次看到自己这个儿子，除了难过就是惋惜。曹春香扶着二郎坐在床沿上，这才转过身看着夏寒烟说道：丫头，婶子也不瞒你了，这个家你也看到了，啥也没有，只有一家子老弱病残。这个是我相公，叫冷言，婶子娘家姓曹，生了4个儿子，大郎今年20有4了，今日去县城做工还没回来，等晚上会回来的。二郎今年20岁，就是他，眼睛因为受伤看不到了。3郎今年16岁，整日不着家，也不知道跑去哪里疯玩了。4郎就是他，今年11岁。夏寒烟看着眼前这个小豆丁，原来这孩子已经11岁了，怎么长得这么小，看上去像是7、8岁的样子。曹春香见夏寒烟不说话，便接着说道：丫头，婶子知道把你买回来让你给我4个儿子做供妻，委屈你了。婶子只求你看在婶子一大家子老弱病残需要照顾的份上，能留在这个家里。你只要能留在这里2年就好，2年后啊，婶子就把卖身契还给你，到那时候你是走是留，婶子绝不拦你。曹春香说了一大堆，夏寒烟一句都没听进去，她只听到了那句给我4个儿子做供妻。供妻？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4个人共用1个妻子，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这到底是个什么时代啊？怎么还有供妻的存在？丫头，丫头！夏寒烟回过神，就见曹春香一脸疑惑的在叫。见他回神，曹春香问：怎么了，丫头？是不是饿了？还是哪里不舒服啊？没有，婶子我没事。冷二郎也是这时候才知道，娘真的给他们买了一个媳妇儿回来。这声音听着娇娇柔柔的，应该是个性情温婉的女子，只可惜她看不到。夏寒烟想了想当前的处境，她的卖身契还在曹婶子手里，最主要的是她没有户籍，这个就不是她现在能办得了的。如今这婶子只让她留下来照顾他们2年，2年之后她就是自由身了。这具身体现在才15岁，再过2年也才17岁，在现代还是个孩子呢。反正她现在也没地方去，不行就留下来。婶子，我可以留在这里2年，帮你照顾家里，做些杂事。可是我有2个条件，希望您能答应我。你说，婶子听着呢。只要你答应留下来，婶子都答应你。曹春香有些激动。第一，婶子帮我把户籍办了，我要脱离奴籍，还要把户口落在你们家户头。见他回神，曹春香问：怎么了，丫头？是不是饿了？还是哪里不舒服啊？没有，婶子我没事。冷二郎也是这时候才知道，娘真的给他们买了一个媳妇儿回来。这声音听着娇娇柔柔的，应该是个性情温婉的女子，只可惜她看不到。夏寒烟想了想当前的处境，她的卖身契还在曹婶子手里，最主要的是她没有户籍，这个就不是她现在能办得了的。如今这婶子只让她留下来照顾他们2年，2年之后她就是自由身了。这具身体现在才15岁，再过2年也才17岁，在现代还是个孩子呢。反正她现在也没地方去，不行就留下来。婶子，我可以留在这里2年，帮你照顾家里，做些杂事。可是我有2个条件，希望您能答应我。你说，婶子听着呢。只要你答应留下来，婶子都答应你。曹春香有些激动。第一，婶子帮我把户籍办了，我要脱离奴籍，还要把户口落在你们家户头。这个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的。你和大冷他们成了亲，户口是必须要落在我们家的。等你有了户口，自然就脱离了奴籍。我可以和他们先领婚书，不过我和他们毕竟是陌生人，能不能让我们先培养一下感情？如果合得来的话，我们再圆房。如果……这个你不用担心，婶子本来也是想着让你们相处相处再提这件事的，可想着既然4郎说了，我也就没有必要瞒你了。至于圆房的事儿，这个看你，我这4个儿子呀，你随便挑，看上哪个就和哪个圆房，我保证他们不会有任何意见。你要是一个都没看上，2年后你也可以离开。但是婶子有个不情之请。婶子你说，你要是一个都看不上，婶子能不能收你当个干女儿？你以后啊，只要回来看看婶子就行。夏寒烟着实是没想到，这婶子竟然如此好说话。她提的要求不但全都答应了，还给她足够的选择。从小便没享受过母爱的夏寒烟瞬间心里暖暖的。
原来这就是被父母呵护的感受吗？好，我答应婶子。好，婶子这就去做饭。你应该也饿了吧？一会儿大郎和三郎就回来了，你正好都见见。好，那个我能去院子里看看吗？正好熟悉熟悉这里。好，去吧。四郎，你陪丫头一起去，带她四处看看，熟悉一下环境。知道了，娘。走，媳妇儿，我带你去院子里看看。来到院子里，冷四郎就开始给夏寒烟介绍。媳妇儿，你看这里是咱们家的菜园，菜园旁边那个茅草房就是茅房，合作的地方。夏寒烟朝着小豆丁手指的方向看去，就见茅草房后面的空地上种着各种小菜，看着嫩绿嫩绿的，还有一大块空地是空的，什么也没种。看到四郎说的茅房，这是厕所，怎么连个门都没有？这要怎么上厕所啊？这也不方便脱裤子呀，好歹用木板挡一下也行呀。走，媳妇儿，这里没啥好看的。四郎，咋了，媳妇儿？四郎，你能不能不叫我媳妇儿？可你就是我媳妇儿，娘说她买回来的就是我媳妇儿。可是你还这么小就叫别人媳妇儿，你的小伙伴不会笑你吗？嘿嘿，不会，我有好几个小伙伴，他们和我同岁，他们都有媳妇儿。啊，11岁就娶媳妇儿啊？对啊，他们的媳妇儿都和你一样是共妻，他们说等他们长大了就可以和媳妇儿睡觉了。看来这里共妻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反倒是挺常见的。经过冷四郎的介绍，夏寒烟知道这个村子名叫狼牙村，是青陵县城辖下的一个小山村。从这里去青陵县城坐牛车要走1个小时。这村子不大，只有30多户人家，光是因为穷，娶共妻的人家就有10多户，已经占了半数以上。难怪四郎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夏寒烟把这个家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其实也没啥好看的，因为这房子简陋得很，根本就没啥东西。四郎，去后院给我拔点青菜。来了，娘。四郎说完就跑去了后院，不一会儿就拔了不少小青菜过来。他拿到屋檐下开始摘菜，这孩子倒是勤快，什么都会干。夏寒烟走过去和冷四郎一起择，刚择了没一会儿，一个高高壮壮瘸腿的男人便走了进来。看到来人，夏寒烟仔细打量了几眼，给人一种不好惹的感觉，只可惜腿是瘸的，走起路来有点影响形象。正在夏寒烟猜这人是曹婶子的哪个儿子的时候，就见四郎高兴地站了起来，看着来人喊道：大哥，你回来了，我去给大哥倒水。冷大郎一进院子就看到了房檐下的那个小身影，这个女孩他不认识。夏寒烟有些尴尬，他也不知道说啥，于是两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对方。大哥，喝水。说完便接过了瓷碗，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大哥，这是娘给我们买回来的媳妇儿。媳妇儿，这是大哥。四郎给两人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夏寒烟朝着冷大郎点点头，冷大郎也点了点头，没说话。他本来就话少，自从腿瘸了以后，因为自卑话更少了。原来这就是娘给他们买回来的媳妇儿。想到这小丫头毕竟是自己媳妇儿，他这样冷冰冰的不说话，小丫头会不会觉得他很凶？我叫冷大郎。大哥好，我叫夏寒烟。我记住了，原来媳妇儿叫夏寒烟，名字真好听。长得虽然有些瘦弱，不过还挺好看的，比村里的翠花好看。翠花是狼牙村村长家的姑娘。这时院门再次被推开，就看到一个男子叼着一根狗尾巴草走了进来，这肯定就是曹婶子说的跑出去疯玩的冷三郎了。这一下4个狼到齐了，果然就见四郎开口喊道：三哥，你回来了，娘刚才还找你呢。冷三郎没管和他说话的四郎，而是用探究的目光看着夏寒烟。哟，这是哪里来的小娘子？比翠花好看。见三哥在打量夏寒烟，四郎赶紧又介绍了一遍。三哥，这是娘给我们买来的媳妇儿。媳妇儿，这是三哥。听曹婶子说，冷三郎今年16岁，比原主大。三哥好。这下冷大郎心里平衡了，嘴角不自觉地扬了扬。媳妇儿不只管他叫哥，三郎也是哥。娘还真给我买了媳妇儿啊。媳妇儿，我叫冷三郎，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夏寒烟。夏寒烟啊，那以后在外面我就叫你烟烟，在家就叫你媳妇儿。你随意。媳妇儿，你是哪里人呀？我是隔壁县城的，
是被大户人家发卖到牙行后，又被曹婶子买下的。夏寒烟并没有撒谎，这些事都是事实，他也没必要撒谎。那你为什么会被发卖？旁边的冷大郎和冷四郎也竖起耳朵听着，他们也想了解一下媳妇儿的过去。不过他在徐府的事也没啥不能说的，于是便开口说：我被爹娘卖给隔壁镇的徐员外家，给他家的庶出小姐做丫鬟。后来我长大了，徐家的2位公子想让我做通房，我不答应。那徐夫人怕我破坏他2个儿子的关系，就把我发卖了。徐家这帮狗娘养的，简直不是个东西，还敢肖想我媳妇儿，简直不要脸啊！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你呢，怎么就抢你媳妇儿了？大郎、三郎，你们回来了。娘。曹春香见几人聊得挺好，便高兴地说：来，把菜给娘，你们聊吧，一会儿就能吃饭了。四郎，去把你2哥也领出来透透气，别整天憋在房间里。知道了，娘，我这就去。四郎说完就跑进了房间里，不一会儿就把冷二郎从屋里拉了出来，给冷二郎找好坐的地方，这才回到夏寒烟身边坐下。媳妇儿，徐府是不是特别有钱？啊，是很有钱，不过他们家都不是啥好人，为富不仁说的就是他们。几人坐在房檐下聊着天，有冷三郎这个社牛和冷四郎这个可爱的小憨憨在，几人聊的倒是还行，至少不会冷场。大郎和二郎就只管听着，因为他们2人话都不多，也不知道说啥，负责听就行。通过聊天，夏寒烟也知道了冷大郎的腿为什么会瘸了。冷大郎从小就长得壮，长大后便经常进山打猎贴补家用，他的腿就是进山打猎摔断的。还有冷二郎的眼睛，冷老头的病，夏寒烟都了解了一下，这些都是全村公开的事，也不是啥秘密。所以当夏寒烟问的时候，几人也没有隐瞒，全都和他说了。夏寒烟倒是精通些医理，按照他们说的情况，冷大郎的腿要想恢复，就必须敲断重新做手术。而冷二郎估计就是大夫说的，脑袋里淤血压迫神经导致的失明，这个只要淤血散开，自然可以恢复光明。至于冷大叔，这个不好说，就算是在医术发达的现代，也有很多人瘫痪在床，无法行走，这个还要检查后才知道能否医治。正在夏寒烟想得入神之际，曹春香出来喊道：吃饭啦！走，媳妇儿去吃饭。进来就见那张瘸了腿的桌子上放着5个碗，走近才发现碗里是糙米粥，还是很稀的糙米粥。桌上放了一碟炒青菜，看着一点油水也没有，正是他们刚刚择的菜。媳妇儿，你坐这儿，给你吃。谢谢。你们吃，我去你爹那屋和他一起吃。你们几个照顾好燕燕啊。知道了，娘。曹春香端着碗就去了冷老头的那间屋子。每天曹春香都是和几个儿子一起吃的，不过今天夏寒烟来了，家里也没有多余的碗，他只能和相公用1个碗。夏寒烟自然是不知道这些的，他端起糙米粥喝了一口，喝到的都是米汤。等汤喝完了，才看到碗底的那点糙米，他用筷子将糙米扒进嘴里。这不是糙米，这分明就是米糠掺杂着糙米煮出来的。米糠，那不是用来喂猪或是喂鸡的吗？夏寒烟再次被这个家的贫穷震惊了。夏寒烟又夹了1筷子炒青菜，炒青菜他还能接受，毕竟水煮青菜也能吃得下去，不过吃不出什么味道。夏寒烟吃了几口菜叶，糙米粥他是真咽不下去，于是看到在舔碗的四郎，直接把他碗里剩下的都倒进了四郎的碗里。看到碗里多出来的粥，四郎眼睛一亮，抬头看着夏寒烟说道：媳妇儿，你吃饱了呀？我不饿，剩下的你吃。谢谢媳妇儿。说完转身就把粥倒进了冷大郎的碗里，并笑着说：大哥，你吃，你去县城做工辛苦了，多吃点，我人小吃不了这么多。大哥吃饱了，你吃。说完就要把粥倒回去。我真的吃饱了，大哥。冷四郎说完端起碗就跑了，夏寒烟也赶紧跟着走了，他生怕冷大郎再给他倒回来。见人都走了，冷大郎只能把碗里的粥吃了。夏寒烟跟着冷四郎，就见他在喝水，这孩子怕是根本就没吃饱，他却把那点粥给了家里唯一赚钱的冷大郎，眼下只能用水充饥。冷四郎小小年纪，懂事的让人心疼。几人吃完了饭，又遇到了难题。这个家就2间房，曹婶子和冷大叔一间，其他4个儿子一间，眼下夏寒烟却没地方睡。我打地铺就行。不行，他们怎么能让媳妇儿睡在地上呢？要睡也是他们睡。我睡地上，嫣嫣上床睡。大哥，你腿不好，还是我睡地上吧。不行，你那眼睛。哎呀，好了，你俩就别争了，我身体好，我睡地上，你们呢都在床上睡。
冷三郎一锤定音，几人便没有再说话。都不用问问我的意见吗？陌生的环境，4个男人在他身边，再加上又沉又硬的被子，还有一股霉味儿，夏寒烟怎么也睡不着。终于把4个人都熬睡了。夏寒烟赶紧在脑海里呼叫暖宝：“暖宝，暖宝，我在的，宿主。”暖宝的声音传来：“快让他们进入深睡，我要进空间。”好的，宿主，已经好了，宿主。听到暖宝的声音，寒烟意念一动，人就出现在空间里了。唉，还是空间里舒服。暖宝，我能不能在这里洗澡？这具身体都不知道多久没有洗过澡，这衣服也是脏的。宿主可以去远处的那条河里洗，眼下没有浴桶，不然宿主可以尝试泡个灵泉浴，保证宿主的肌肤弄得能掐出水来。行，我记住了，以后方便的时候买一个进来。夏寒烟走到河边，开始宽衣解带。夏寒烟洗完身子，又洗了头发。宿主，这个给你。暖宝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夏寒烟转身就看到暖宝拿着几个大大的豆角飞了过来。暖宝，你给我这个豆角做什么？宿主，这不是豆角，这个叫皂荚，你用它来洗衣服、洗澡都可以。这个是我在山上摘来的，你先凑合用吧。皂荚，原来是皂荚呀！谢谢暖宝。暖宝，我把衣服都洗了，等他们醒的时候，衣服能干吗？他总不能穿着湿衣服出去，这也没办法解释。放心吧，宿主，一会儿你洗完了，我带着衣服在空间里飞几圈就干了。那行，我现在就洗。夏寒烟又在空间待了一会儿，直到头发干了，这才出了空间。第二天早上，身边的4郎一动，夏寒烟就醒了。看看时间，也就早上5点左右。走出房间，闻着早晨清新的空气，不愧是无污染的空气，就是清新。夏寒烟开始打水洗漱。夏寒烟看着盆里的倒影，巴掌大的瓜子脸，皮肤白皙，眉目如画，眼睛明亮而有神，挺翘的鼻梁，樱桃小嘴儿。等夏寒烟洗漱完，来到桌子旁准备吃饭的时候，见几人像是见了鬼一样的表情，都一脸惊讶地看着他。怎么了？我脸上有脏东西吗？没有。哇，媳妇儿，你咋变这么好看了？好看？我之前很丑吗？不是，不是，媳妇儿，你之前也好看，不过没有现在好看。还真是啊，媳妇儿，看着真比昨天漂亮了，是不是，大哥？好看。原来媳妇这么好看，那大概是我在牙行把脸弄脏了吧，又生了病，加上这几天长途跋涉着急赶路，人看着就憔悴了。昨晚睡了一个好觉，刚才又好好洗了脸，所以你们才觉得我变好看了。媳妇说的有道理啊。冷二郎这时候变得有些失落，他们说的话他能听见，可是他看不见。听到他们说媳妇变漂亮了，他也好想看看。早饭自然还是稀得看不见米粒的糙米粥配青菜，不过一人多了半块黑面窝窝头。大哥，我的窝窝头给你吃，你要去码头扛大包，吃不饱怎么能扛得动呢？我在家也不干什么活，吃糙米粥就行了。这时曹春香走出了来。大郎，娘还没。后面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就被夏寒烟的容貌惊住了。这还是昨天他买回来的那个丫头吗？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娘，你看我媳妇儿好看不？哎呦，丫头，婶子买你的时候咋没发现你这么漂亮啊？婶子，我那时候生病了，又灰头土脸的，头发也乱糟糟的，您肯定看不出好不好看啊。说的也是啊。回过神，曹春香看着冷大郎说：大郎，你怎么去镇上做工了？你的腿。娘，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活计，在码头给人扛大包，2个大包1文钱，赶上活多的时候一天也能挣个10几文钱呢，总比在家待着强。我的腿没事儿，不过是用不上劲儿，我一条腿也比他们力气大。大郎，是家里拖累你了，是娘没本事，让你小小年纪就上山打猎，不然也不会。娘，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你不要自责。冷大郎赶紧把粥喝完，拿着窝窝头站起来就走了。娘，你就别哭了，看把大哥都吓跑了。曹春香对着老三的后脑勺就是一巴掌。哎呦，娘，你打我干啥？疼死了！你想把我打傻了呀？冷三郎捂着后脑勺控诉：娘啥时候吓你大哥了？哎，行，你没吓大哥，是我把大哥吓跑的，那你也不能打我呀。你说说你都多大了，整天游手好闲的到处去疯，你就不能像你大哥那样出去找点事情做？娘，我这小身板，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
人家那5大3粗的都找不到，我能找什么活干？夏寒烟一个没忍住就笑了出来，这下几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夏寒烟，就连眼睛看不见的二郎都把头转向了夏寒烟的方向。突然被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夏寒烟有些不好意思地捂住嘴，然后在嘴边做了一个拉拉链的动作。几人也看出了夏寒烟的意思，只有二郎什么也不知道。夏寒烟就是觉得这冷三郎就是个活宝，看到夏寒烟的动作，这下换其他人笑了，他们都被夏寒烟这个闭嘴的动作逗笑了。行了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饭娘还要去下地呢。婶子，我小烟，你就在家里看家，顺便照顾一下你冷大叔就行。这地里的活啊，不用你干，婶子一个人就行。好。等曹春香走后，四郎看着眼前的三哥问：三哥，你今日不出去了？冷三郎瞪了一眼四郎没说话，家里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在，他出去干啥？夏寒烟坐在房檐下，看着这个一贫如洗的家，他要做点什么才能改善这个家的生活条件呢？空间里的东西肯定不能就这么拿出来，没法解释。可无论做什么都需要本钱，他来到这个家可是两手空空来的，突然拿出钱做买卖也不现实。夏寒烟在房檐下坐了一上午，这个家干净得很，也没啥活要做，照顾冷叔有三郎在也用不上他。想了一上午，夏寒烟觉得他这第一桶金还得利用灵泉水才行，毕竟他现在除了灵泉水能拿出来，其他的都不行。下午就让冷三郎带他上山一趟，他看村子后面有2座大山，肯定有不少的药材，就这么办。三哥，婶子中午不回来吃饭吗？早上娘会带着干粮走，中午呢一般就不回来吃饭了。那我们要在家吃饭吗？一会儿煮点粥喝就行。那行，我去煮粥吧。行。夏寒烟留个晚上一顿的，剩下的全煮了，又去后院拔了几样小青菜放进锅里一起煮，悄悄地从空间里拿出来一点盐加进粥里，想了想又加了几滴灵泉水进去。这一家子老弱病残，还是先给他们喝点灵泉水改善一下体质吧。哇，媳妇儿，你煮的粥怎么会这么好吃啊？对呀，媳妇儿，你是怎么做的？这粥咸淡适中，还带着一股清香，可真好吃。我就是在粥里加了点盐。嘿嘿，反正媳妇儿做的就是好吃。四郎边吃边说。吃完午饭后，夏寒烟看着三郎说：三哥，咱们去村后的山里看看，那里说不定有什么能吃的东西。那山里没啥吃的，除了野菜就是野草。我们家地里有菜，野鸡野兔倒是有，可我们又抓不住啊，去了也没用。哎呀，三哥，我们就是去看看，说不定运气好能找到什么吃的东西呢。反正家里也没事，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三哥，你要是不带我媳妇儿去，那我带媳妇儿去了。谁说我不带媳妇儿去了？走，媳妇儿，我带你上山。等等，三哥，家里有背篓吗？我们拿一个。实在找不到啥，我们挖些野菜回来也行啊，总不能白去一趟。行，我去找背篓和弯刀。好，四郎，你在家好好看家，知道吗？我和三哥很快就会回来。知道了，媳妇儿，你们去吧，我会照顾好爹爹和二哥的。四郎拍拍小胸脯，四郎真乖。夏寒烟摸了摸冷四郎的脑袋。两人走在村子里，路过的人都好奇地打量着夏寒烟，没想到这冷家买回来的小丫头竟然如此好看。两人走到村口的时候，迎面便走过来一个妇人，看样子是去河里洗衣服了。一个中年妇人问：三郎啊，这就是你娘给你买回来的供妻啊？是啊，刘婶子，这是我媳妇儿，叫小燕。媳妇儿，这是刘婶，就住在咱家隔壁，以前没少帮衬咱家。刘婶好。哎，好好好。哎呀，你们几个臭小子可有福气了，娶了小燕这样的漂亮媳妇儿。小燕啊，以后他们几个臭小子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来找刘婶子，婶子替他娘收拾他们。好，谢谢刘婶。你们这是要出去吗？是啊，刘婶，我让三哥带我出来熟悉熟悉环境。没错，以后啊你就在这里住下了，是应该熟悉熟悉这里。那你们快去吧，刘婶就先走了。好，回见刘婶。好。媳妇儿，你为啥不告诉刘婶我们要去狼牙山啊？狼牙山？对啊，我们村后的山就叫狼牙山，我没和你说过吗？没有。哦，那可能是我忘了。我们村后这座山呢，叫做狼牙山，我们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原来是这样，我不告诉刘婶是怕她不让我们上山。哦。两人顺着小道便上了山。你看媳妇儿，
我就说山上除了野菜就是野草，啥也没有。我们再逛逛，要是实在没啥东西，我们就挖些野菜，然后就回去。好，那我们往那边去吧，那边的路好走一些。三哥，我们走这边，这边走的人少，说不定会有好东西呢。于是两人便走了另一边无人走过的路。不一会儿，夏寒烟就看到了熟悉的草药，正是他要找的三七。果浆三七用灵泉水浸泡1日，晒干后磨成粉，即使不添加其他成分，也绝对会成为这个时代上等的金疮药。面前好大一片三七，够他制作好几瓶金疮药了。三哥，快来，快帮我挖这个。媳妇儿，这不就草吗？挖这个做什么？夏寒烟耐心的解释，这可不是普通的草，这是药草，名叫三七，你快帮我挖，这可都是钱。我们家以后能不能天天吃肉，可就靠它了。吃肉？行，我来挖。冷三郎一听能吃肉，立刻来了精神。他有多久没吃过肉了？他都忘记肉是啥味儿了。夏寒烟趁冷三郎不注意，将挖出来的三七移植到空间的黑土地里几颗。等两人挖完这一片三七，已经是1个时辰以后了，挖了整整半背篓的三七。两人挖得十分小心，所以颗颗根须完整。这草药不知道长了多少年，一看就是上品，连根须都粗壮得很。就算不拿来做金疮药，拿去城里的药铺卖，应该也能卖不少钱。三哥，我们再往里面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草药。媳妇儿，没想到你还认识草药呢，你真厉害。冷三郎笑着说，以前在学院外家当丫鬟的时候，跟着府医学的。夏寒烟随便找了个理由，冷三郎也没有怀疑，又往里走了走，期间还挖到了清热解毒的蒲公英、利水消肿的车前草，有滋补功效的黄芪，补元气的柴胡。两人挖的时候，夏寒烟都趁冷三郎不注意，往空间的黑土地里扔了不少。空间里种出来的草药肯定药效更佳。暖宝，刚刚我收进空间里的草药，记得帮我种好，再浇点灵泉水。知道了，宿主。两人挖了整整1背篓的草药，见时辰不早了，便回了村里。到家后，夏寒烟便打水开始清洗草药，三七和黄芪还有柴胡，夏寒烟都单独放着，而蒲公英和车前草洗干净后，就放在房檐下自然晒干。这2样他准备晒干后直接卖给药房，而三七、黄芪还有柴胡，他要做成成药卖给药房，也就是金疮药和补药。他相信经过灵泉的浸泡，药效绝对立竿见影。等夏寒烟鼓捣完这些草药，看着天色不早了，曹婶子和冷大郎应该也快回来了，于是他赶紧去做饭了。夏寒烟刚做完晚饭，冷大郎和曹春香就陆续回来了。在院子里玩的四郎看到冷大郎，欢快地喊道：大哥回来了！听到喊声，夏寒烟走出来，边给冷大郎边打水边说：大哥，你回来了，先洗洗手，等婶子回来我们就吃饭了。好。等冷大郎洗完后，曹春香也回来了。夏寒烟赶紧招呼四郎：四郎，快去给婶子打水洗脸，我们这就吃饭了。好的，媳妇儿。夏寒烟将饭菜端上桌后，就去了西屋。二哥，吃饭了，走，我扶你出去吃。好，麻烦你了，妍妍。没事的，二哥，以后你要多出来见见阳光，不要总把自己闷在房子里。好。婶子，我就找到6个碗。没事儿，我和你冷叔用1个碗就行，我去屋里吃，你们在这儿吃啊。曹春香说完就站起身去了东屋和冷言一起吃。夏寒烟赶紧抓起4个菜团跟着进了屋，将菜团放进2人手里。刚一进来就被黑土地上的药材震惊了，只见下午才栽种的药材此时已经长大了1大圈。夏寒烟挖了1株三七出来，根茎特别粗壮，这绝对是上品的灵药。这才1个下午，药材就长大1圈，这黑土地种东西可真是个宝地。夏寒烟洗完澡后便出了空间。第2天一早，夏寒烟早起来做饭，糙米已经没有了。夏寒烟也没发现其他的米，他将黑面倒进无油无水的铁锅里，小火来回翻炒，又做了1锅菜团，炒了1盘小青菜，油还是不能放，只能放些盐，又将曹春香和冷大郎腰带的午饭和水装好。冷大郎吃完早饭，刚要去水缸旁灌水，就发现水囊已经灌满了。这时夏寒烟走过来，把包好的菜团递了过去。大哥，这个给你，留着中午吃。好，谢谢妍妍。大哥不用客气，婶子，这个是给你准备的。好，那婶子就先走了。说完转身扛着锄头就和冷大郎一起出了门。安顿好家里，夏寒烟和冷三郎继续上山挖药材。婶子，
一会儿喝完粥出来盛汤，还有萝卜汤呢。好，婶子知道了。那行，婶子你们吃吧，我就出去了。夏寒烟说完就出去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回来后发现4个狼都没动筷子，都在等着他回来。夏寒烟笑着说：“你们怎么不吃啊？快来，媳妇儿，我们等你一起吃。好，快吃吧。来，大哥，吃菜团，你在城里做工辛苦了。”夏寒烟说完就把菜团递了过去。谢谢妍妍。我也要，媳妇儿，我也要你给我加菜团。好。晚饭1人半碗糙米粥，2个菜团外加1大碗萝卜汤，这是大家吃的最饱的一顿晚饭，而且还特别好吃。小烟呀，你这饭菜是怎么做的呀？怎么就这么好吃啊？吃完你做的饭啊，我感觉这浑身上下一点都不疼了，还特别有劲儿。那肯定是因为婶子吃饱的缘故。晚上等大家都睡熟后，夏寒烟闪身便进了空间，刚一进来就被黑土地上的药材震惊了。只见下午才栽种的药材，此时已经长大了1大圈。夏寒烟挖了一株3七出来，根茎特别粗壮，这绝对是上品的灵药。这才1个下午，药材就长大1圈，这黑土地种东西可真是个宝地。夏寒烟洗完澡后便出了空间。第二天一早，夏寒烟早起来做饭，糙米已经没有了。夏寒烟也没发现其他的米，他将黑面倒进无油无水的铁锅里，小火来回翻炒，又做了1锅菜团，炒了1盘小青菜，油还是不能放，只能放些盐，又将曹春香和冷大郎腰带的午饭和水装好。冷大郎吃完早饭，刚要去水缸旁灌水，就发现水囊已经灌满了。这时夏寒烟走过来，把包好的菜团递了过去。大哥，这个给你，留着中午吃。好，谢谢妍妍。大哥不用客气，婶子，这个是给你准备的。好，那婶子就先走了。说完转身扛着锄头就和冷大郎一起出了门。安顿好家里，夏寒烟和冷三郎继续上山挖药材。之前挖的药材都已经按照药理炮制好了。三哥，你陪我去趟县城吧，我们找个药房把这些草药卖掉。行，走吧。县城我去了好几次呢，你要去哪家药房，我带你去。三郎背着药材，2人走了半个多时辰才看到县城的大门，这可真够远的。一进城就看到热闹繁华的街道，人来人往。想不到在乡下有人穷的饭都吃不上，而这县城还挺繁华的。三哥，你说我们去哪家医馆？这县城一共有2家医馆，不过这2家其实也是一家，因为这2家医馆是一对夫妻开的，名叫玉元堂。他们一家主治外伤以及一些男性病，一家主要呢是看一些女性疾病，还有接生的。那就去看外伤那家。那行，走吧。2人来到医馆门口，里面人来人往，看病的人还不少。2人一进来，就有一个小伙计走过来问：“2位是抓药还是看病？抓药这边请，看病的话，宋大夫还有3个病人，可能要排队等一会儿。”这县城一共有2家医馆，不过这2家其实也是一家，因为这2家医馆是一对夫妻开的，名叫玉元堂。他们一家主治外伤以及一些男性病，一家主要呢是看一些女性疾病，还有接生的。那就去看外伤那家。那行，走吧。2人来到医馆门口，里面人来人往，看病的人还不少。2人一进来，就有一个小伙计走过来问：“2位是抓药还是看病？抓药这边请，看病的话，宋大夫还有3个病人，可能要排队等一会儿。”小哥，我们不看病也不抓药，请问你们这里收药材吗？我们是来卖药材的。收的，您稍等，我去请吴老过来。不一会儿，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便走了出来。不知道你们要卖什么药材，可否让老朽看看呀？当然可以。夏寒烟说完，就把冷三郎身上的背篓取了下来，然后从背篓里一一拿出炮制好的药材。没想到已经炮制好了，这炮制草药的手法不错，不知是谁炮制的？吴老，正是晚辈炮制的。哦，没想到你这小丫头倒是懂得不少，还会炮制药材。吴老过奖了，不知这药材贵店可收？自然是收的。那您看这些药材，您能给多少钱？吴老看着这些药材，算是上品草药。蒲公英比较常见，这个3文钱1斤。车前草我给你8文钱1斤。剩下这3种，黄芪、柴胡还有3七，这3种价格要贵一些。这3个我给你2两银子1斤。如果你同意价格的话，我们这就去过秤。好，我相信吴老不会占我这个小丫头的便宜。你这丫头倒是会说话，放心吧，我老头子一把年纪，不会坑你一个小丫头的。好，那麻烦吴老去过秤吧。小姑娘，蒲公英是10斤，30文；车前草8斤，64文；其他3种是15斤，也就是30两。
加起来一共是30两零94文。没错，小丫头算的可真快。听到30两，冷三郎满脸震惊，这些草药竟然卖了这么多钱，家里还有不少没晒干的呢。那要是都卖了，得卖多少钱？他们家这是要发财了。山上还有好多草药呢，回家他要赶紧去挖草药，这也太挣钱了。吴老让掌柜的给夏寒烟拿银子，还一边嘱咐夏寒烟，如果以后有药材还来他这里卖，保证价格公道。夏寒烟再三保证后，才走出医馆。冷三郎怀里揣着30多两银子，双手紧紧地捂着。从医馆出来后，总是下意识地四处看，就怕有人抢他的银子。走吧，三哥，我们去粮铺买点米和调料，家里的米和盐都没有了。好。二人到了粮铺，粮铺伙计出来招呼：哎呦，客官，想买点什么？夏寒烟走到粮食面前，看着白米问：小哥，白米怎么卖的？白米15文一斤。白面呢？白面也是15文一斤。粟米呢？粟米10文。这时冷三郎赶紧走过来小声说：爷爷，我们买点糙米就行，糙米参5文钱一斤，糙米参5文钱一斤。三哥，你听我的，那个不好吃，我们不买那个。说完又看向伙计：小哥，我要5斤白米，5斤粟米，10斤白面。好嘞，客官，您稍后，我马上给您称。说完就麻溜地去称粮食了。原本看他们的穿着也不像有钱人，没想到出手倒是挺大方，一次买这么多，还都是买的精米精面，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冷三郎小声地问：妍妍，我们是不是买的太多了？三哥，你就别管了，家里人多，要不是我们2个拿不下，我还要买更多呢。我们赚钱不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些吗？行，那买吧，反正也是你挣来的钱。冷三郎彻底放弃了，他算看出来了，他就管不了嫣嫣，反正钱也是嫣嫣赚的，他想咋花就咋花吧。伙计笑呵呵地说：客官已经称好了，一共275文。三哥，给钱。哦。冷三郎肉疼地摸出1两银子递过去，伙计笑呵呵地接了过去。伙计，东西能不能放你这里寄存一下？我们还要去买一些其他东西，一会儿再回来取。行，没问题。伙计痛快地答应了。走吧，三哥，我们去买。走吧。两人先来到专门卖盐的地方，盐是由朝廷指定的商铺售卖，长平盐20文一斤。夏寒烟买了2斤盐，花了40文。又去调料铺买了1斤糖，花了50文。这里糖是真贵。看到酱油，又买了3斤酱油，花了45文。陈醋2斤，花了20文。路过猪肉铺，买了5斤猪五花，2根大棒骨，5斤猪板油。肉摊老板长相粗犷，身材魁梧，夏寒烟要的肉他割得丝毫不差，用油纸包好后递过来。小姑娘，拿好了，一共255文。三哥，给钱。夏寒烟脆生生地喊道：好。冷三郎说完就从怀里掏钱，这次倒是不见他肉疼了。嘿嘿，今晚有肉吃了。三哥，你知道哪里有卖瓷瓶的吗？知道，跟我来。说完拉着夏寒烟就走了，不一会儿就到了一家卖陶瓷的店铺。他指着前面：就是这里了，你要买什么呀？我想买几个精致的小瓷瓶，用来装成药。哦，那我们进去看看吧。好。2位客官想买点什么？伙计忙走过来问：装药丸的瓷瓶，你这里可有？有的，您这边请。伙计带2人到了小瓷瓶这边，夏寒烟挑了10个做工精致、没有任何瑕疵的白色瓷瓶，又选了10个绿色没有瑕疵的瓷瓶，又买了5个碗和5个盘子。客官，一共是1两银子。冷三郎嘴巴张得老大，啥玩意儿？这点玩意就要1两银子？夏寒烟也微微皱眉，这陶瓷在这里这么贵吗？看来他的成药可能要卖得贵一些了，不然都不够买瓶子的钱。冷三郎移过来，在夏寒烟耳边小声说：媳妇儿，是不是太贵了？能赚回来吗？三哥，给钱，你相信我，肯定能赚回来的。夏寒烟拍着胸脯保证：行，听你的，买就买。说完就心疼地掏了1两银子，将瓷瓶放在背篓上边，两人便出了陶瓷店。三哥，我还得买一个捣药的药碾子。这个3个知道哪里有啊？卖石雕的地方就有。于是两人又去买了一套药碾子，没想到这东西还有点重。三哥，要不我们一会儿坐牛车回去吧，东西有点多。
夏寒烟记得上次曹婶子带她回来就是坐的牛车，一人才2文钱。冷三郎看着怀里的药碾子，又想到粮铺里的20斤粮食，果断的点点头。这么多东西他是真拿不动，媳妇又瘦又小的，可不能累坏了。既然一会儿坐牛车，夏寒烟又去了布庄。进门前，夏寒烟看着冷三郎说：“三哥，婶子会做衣服吗？”冷三郎点点头，有些失落地说：“会，娘做的衣服可好了，娘以前还做刺绣换钱呢。不过自从爹卧床以后，家里的活都落到了娘的一个人身上，娘的手越来越粗糙，总是把布刮得抽丝，所以从那以后娘就再也不绣了。”看到冷三郎情绪低落的模样，夏寒烟赶紧说：“那好，我给婶子买布料，让她给咱们做新衣服、新鞋穿。”好。二人走进布庄，里面有各种颜色的布匹，颜色煞是好看。二位随便选，看看可有中意的。伙计走过来笑着说：“三哥，你喜欢什么颜色？”我也不知道，妍妍，你给我选吧，我穿什么颜色都行。那行，那我替三哥选了。夏寒烟说完就转身看了起来。我穿什么颜色都行。那行，那我替三哥选了。夏寒烟说完就转身看了起来。全部都看了一圈后，夏寒烟决定还是买粗布，那些细棉布看着是好，可他知道，如果他真的买了细布，做成衣服后他们平时肯定不舍得穿，那买来有什么意义？小哥，那个灰色的来10尺，这个藏蓝色的来20尺，这个藏青的来20尺，这个嫣红的来10尺，这个酱紫色的来10尺。哎，好，我这就给您裁剪。说完，伙计就赶忙去裁剪了。三哥，你说鞋子是我们自己做还是买现成的？现成的贵。小哥，你们这里最普通的布鞋多少钱一双？20文一双，粗布做的，男的是黑色，女的是藏蓝和浅麻色。那行，我再要。妍妍，别的就别买了，买了也穿不上。没事儿，那就多给大哥买一双，他整天在满头费鞋，你知道他穿多大的鞋吧？好吧，我都知道。行，那一人买一双布鞋，我和婶子的要浅麻色，你们的都是黑色。行，我去告诉伙计尺码。客官，您要的布还有鞋子都打包好了，粗布呢是12文一尺，加上鞋子一共是980文。三哥，给钱。好。买完后，两人去粮铺取了粮食，就去城门口坐牛车了。冷三郎将背篓放在两腿之间，旁边就是夏寒烟，他抱着药碾子，碾子上面放着20斤粮食。看着他们买了这么多东西，赶车的王老汉都震惊了。三小子，你家这是发财了？咋买这么多东西啊？王爷爷，这不是我媳妇采了点草药换了点钱吗？家里啥都没有了，所以就买了点。这就是你媳妇呀？这姑娘长得可真标致，还认得草药，你小子有福气了。您说的是。几人唠嗑间，又有几个人陆续上了牛车，有2个是隔壁清泉村的，所以不认识，剩下的3个妇人都是狼牙村的人。王老汉见时辰差不多了，便赶着牛车往村里走。牛车上2个外村人倒是安静得很，啥也没说。不过狼牙村的3个人那嘴就没停过。哎呦，冷老三，这就是你媳妇儿啊？是啊，刘大娘。老三，你这媳妇儿长得可真俊呐，娘花了多少钱买的？这个我不知道，李大娘还是去问我娘吧。三郎，你们这是买的啥东西啊？这么多呀？夏寒烟认识这个人，他刚来那天进村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曹婶子好像叫他狗蛋娘。这些都是家里要用的东西。还有，这是粮食吧？给婶子看看，你家买的啥粮食啊？说完，狗蛋娘就要上手扯夏寒烟怀里的粮食袋子。夏寒烟着实没想到这人如此不要脸，哪有一上来就扒人家东西看的？哎呦，这是白米呀，白米可是很贵的，要15文1斤呢。你家这是发财了，都吃上白米了。哎呀，我们家可是1年都吃不上1碗白米饭，你这有5斤了吧？夏寒烟赶紧将米袋绑好，然后不悦地看着狗蛋娘。婶子这是做什么？怎么你们家吃不上，我们家就不能吃白米了？再说了，谁准许你动我的东西了？你这小娘子怎么如此牙尖嘴利？我不就是看看吗？看看？那不如婶子也把背篓给我们看看怎么样？那怎么行？这是我家的东西。他这里边可是有1斤肉呢。怎么你家的东西我不能看，那我家的东西你又凭什么扒开就看？你当我是死人吗？我不就是好奇吗？你们冷家这么穷，能买得起什么呀？今天你们却大包小裹的买这么多东西，谁知道你们的钱是哪来的？说不定就是来路不正的钱。来路不正，就算来路不正，也得有本事才能挣来。你倒是想，可你行吗？再说了，
我家的钱来路正不正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好歹也在地主老爷家当了8年丫鬟，怎么我就不能有点私房钱吗？哎呦，我说狗大娘，你管人家哪里来的银子呢？又不是你家的，你这上来就扒别人东西，知道了你是因为好奇才看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抢人家粮食呢。是啊，狗大娘，你这做的确实过分了，人家买那啥也是人家的，哪有直接上手的道理啊？哎呦，你们一群人欺负我一个弱嫡子，哎呦，没天理呀！眼看说不过，狗大娘就开始来撒泼打滚这一套。可夏寒烟是谁？别人怕麻烦，他可不怕。只见夏寒烟故作害怕地说：“婶子这是说不过，想来乡下妇人撒泼打滚那一套吗？接下来是不是还得说我不敬长辈呀？哎呀，这罪过可大了！婶子还是快离我们冷家远点吧，我们可不敢接这顶帽子。”就是，婶子还是离我们远些好。还有啊，这些东西都是用我媳妇的钱买的，婶子在看别人东西之前，还是问问主人家的好。冷三郎生气地说：“哼，有钱了不起啊！”狗大娘撇撇嘴：“这有钱还真就了不起。”哼！狗大娘把头扭到一边，不再说话。到了村口，其他人都付完钱下了车。夏寒烟和冷三郎刚要下车，王老汉说：“三小子，你俩坐好啊！你们买的东西多，我给你俩送到家门口去。”那就谢谢王爷爷了。顺手的事儿。到了家门口，夏寒烟和沈三郎要了6文钱，给了王老汉。丫头，给多了。王老汉又递回来2文。夏寒烟笑着说：“没多给，我们的东西多，2个人占了3个人的位置，你又给送到了家门口，多给2文是应该的。你快收好，不然下次我们再买东西多了，都不好意思坐您的牛车了。”那谢谢丫头了，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王爷爷不用客气。好，那我先走了。王爷爷慢走。哎，好。王老汉说完，赶着牛车便走了。四郎，快来搬东西。夏寒烟朝院子里喊了一句，反正这些东西在牛车上也被众人看到了。四郎听到喊声，急忙从屋里跑出来，一出来就看到地上放着不少东西。四郎惊喜地说：“哇，媳妇儿，咋买这么多东西啊？快拿屋里去，这可都是好东西。”哦，好。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米袋。哇，是白米呀！是啊，今晚咱们吃白米饭，高不高兴？啥？媳妇儿，我们今晚吃干饭呀？我还没吃过干饭呢，我今晚一定要多吃点，吃这么大一碗。行，那四郎晚上就多吃些。哇，鞋子、布料，哇，碗盘子，哇，肉、糖、酱油，哇，白面、盐。中午几人随便对付一口，夏寒烟便去鼓捣他的成药了。夏寒烟将药碾子用水清洗干净，晒干后，把前2天用灵泉水浸泡过又晒干的3、7根放进药碾子里碾碎，再用细筛过滤几遍，过滤出来的药渣再继续碾，直到全部变成粉末为止。夏寒烟取出1碗没有稀释过的灵泉水，将白色粉末倒进灵泉水里，搅拌至融化。本来制作金疮药除了主要成分3七以外，还要搭配几种草药，不过如今有了灵泉水的加持，其他的药就不重要了。毕竟他独创的金疮药主要靠的是灵泉水，然后倒进陶罐里开始小火慢煮。看来明天去卖药丸还得买个炼丹炉才行。制作药丸子还是炼丹炉好用。夏寒烟用勺子不断搅拌陶罐里的药，直到最后熬成药丸为止。冷三郎走过来看着盘子里的药丸问：“哇，媳妇儿，这就是你说的成药吗？”“这是药丸。”“媳妇儿，这是管什么病的药丸？”夏寒烟笑着说：“这是补元气的药丸，比如身体虚弱无力、头昏眼花、利水消肿等都可以服用。总之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药丸，就算没病吃2颗也能强身健体。这可是用灵泉水熬成的药丸，就算没病也能吃。这个也是药吗？”“这个是金疮药，止血的同时还能促进伤口愈合。”“金疮药？金疮药不都是粉末吗？媳妇儿，你这咋是水呢？”“对啊，这是我自制的止血药剂，药效应该比药粉好用。”这时四郎歪着小脑袋说：“媳妇儿，既然是你自制的，那你要不要取个不一样的名字啊？”“那这个药丸就叫固元丹，这个止血药就叫血凝露，怎么样？”“好听，媳妇儿你真厉害。”“嫣嫣，你是在熬药吗？我闻到一股药味，是你生病了吗？”“没有，二哥，我没有生病，我是在制作成药，明天打算拿去医馆卖了。”“成药？”冷二郎惊讶：“二哥，媳妇儿可厉害了，制作了药丸和凝露。”四郎瞪着星星眼：“药丸，能给我摸摸吗？”“给二哥，你摸摸，药丸现在还有些软，
你先别用力捏，明天早上应该就能风干了。好。二哥，你要不要吃一颗试试？不用，嫣嫣留着卖钱。二哥就是好奇药丸是什么样的，之前都没见过。冷二郎赶紧说：“二哥，你就吃一颗吧，这药丸对你的眼睛有帮助。”真的吗？冷二郎有些激动地问。是真的，不信你吃一段时间试试。好，那我吃。怎么样，二哥？嫣嫣，我觉得现在好舒服啊，身体里暖暖的，五脏六腑好像都被换了新的一样。三哥、四郎，你们也吃一颗，再给冷叔吃一颗，等婶子和大哥回来，让他们也吃一粒，我们全家都要健健康康的。好。看时间差不多了，婶子和大哥也快回来了，于是夏寒烟对跑出来的四郎说：“四郎，你给我看着这些药，千万别弄洒了，这些可是我要去卖钱的，我去做饭了。”放心吧，媳妇儿，我肯定看好他们。夏寒烟往锅里倒了些荤油，等油热后，把切好的五花肉块放进去煸炒。五花肉在锅里滋滋作响，逐渐变得金黄，油脂也被逼了出来。接着，他加入葱姜蒜爆香。夏寒烟往锅里添了些水，没过五花肉，盖上锅盖，开始小火慢炖。不一会儿，厨房里弥漫着红烧肉的香气。四郎被这香味吸引，偷偷跑过来，眼巴巴地看着锅里的肉。媳妇儿，这里面是肉吗？啊，好香啊！四郎咽了咽口水。快啦，再等一会儿，等婶子和大哥回来就能吃了。哥，你回来啦，快过来洗漱，顺便把头发洗一下，用这个。夏寒烟指了指旁边的皂荚，说完后又回了厨房。大哥，你快洗，媳妇儿说这个叫皂角，可好用了，头发洗的可干净了。冷大郎洗完后，曹春香也回来了。曹春香一进来就闻到了肉香，他们家怎么会有肉呢？他忍着怀疑用皂荚洗了头，这时红烧肉也出锅了。众人看到桌子上的白米饭和红烧肉，全家都震惊了。小英啊，这是……曹春香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哇，媳妇儿果然没骗我，今晚真的吃白米饭和红烧肉。嘿，婶子，这粮食还有肉都是我买来的，你们放心吃，家里还有，吃完我们再买。娘，媳妇儿不但买了粮食和肉，还买了好多东西呢，有布料，有鞋子，还有糖、盐。小燕呀，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啊？婶子，我们先吃饭吧，一会儿饭菜都凉了，我们边吃边说。说完，夏寒烟给众人开始盛饭。今天买了新碗，所以曹春香也在外屋和大家一起吃的饭。红烧肉简直是太好吃了，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一大碗红烧肉被吃得干干净净，最后连汤都没剩，一盆米饭也没了，就连用猪油炒的青菜都见了底。小燕，现在你能告诉婶子，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了吧？婶子，这钱是我和三哥2天前去狼牙山采药赚的，三哥，把剩下的钱给婶子。好，我马上去拿。婶子，药材一共卖了30两零94文，我们买东西花了大概2两，这是剩下的钱，你收起来。回过神的曹春香看着眼前的巨款，惊讶地看着夏寒烟问：小燕，这是你赚的钱，你自己放着，我们一家人就跟着吃喝就不错了，你咋还把剩下的银子给我了？婶子，这钱你收下，就当是你买下我的报酬，有了这笔钱，我们家的日子也能好过不少。不行，这钱还是不能放在婶子这儿，我整天去地里干活也不在家，这放在家里多危险，再被有心人惦记上。好吧，那这银子我先收着，你们谁如果用钱就和我说。好，他们几个臭小子不用钱，要钱你也不能给，婶子如果用钱的话就跟你说。好。燕燕，真没想到你竟然还认识草药。都是以前在徐府学的。娘，你是不知道，那草药可值钱了，就那一杯冷就卖了30多两。我们小燕可真厉害呀。夏寒烟笑了笑没说话，今天是30两，明天只怕会更多，可不要吓到他们才好。第二天一早，夏寒烟早早便醒了，这大概已经形成了这具身体的生物钟。夏寒烟起来后先洗漱，出来就看到冷大郎正在院子里劈柴，因着用力，手臂青筋暴起，充满了力量感。大哥起这么早？冷大郎停下动作。妍妍，你也起来了？两人打过招呼后，夏寒烟便开始做早饭。冷大郎劈好了柴，便进来给夏寒烟烧火。
早饭夏寒烟做了葱油饼，又煮了一锅蛋花汤，把家里的5个鸡蛋全打了，一会儿去镇上再买就是了。无疑一家人又吃撑了，这日子简直太幸福了。夏寒烟给曹春香和冷大郎装好水和葱油饼放在一旁。两人出门后，夏寒烟见盘子里的固元丹已经晾干了，拿过绿色的瓷瓶，一个小瓷瓶里装10粒，一共装了10瓶。血凝露也已经沉淀好了，白色瓷瓶要稍大些，一瓶大概有50克左右的样子。灌了10瓶，药还剩下不少，可惜没有瓷瓶了。夏寒烟便将剩下的药放进了空间里，一会儿卖了药，还得去买些瓷瓶才行。冷三郎和夏寒烟又去了县城，这次两人是直接坐牛车去的。到了城门口，两人下了牛车便进了城。两人直奔医馆，到了医馆接待他们的仍然是昨天的伙计。哎呀，姑娘，您又来了，还是来买药材的吗？是啊，小哥，还麻烦您帮我叫一下吴老。好，你们稍等，我马上就去。说完就跑进了后院。丫头，你来了。吴老，丫头，你这次来是想卖什么药啊？夏寒烟拿过背篓，从背篓里拿出2个瓷瓶放在柜台上。吴老，这瓶是血凝露，和金疮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瓶是固元丹，药如其名，补元补气，滋阴润燥，增强体质。说完，夏寒烟将2瓶药推到了吴老面前，竟然是成药。吴老将药丸拿到鼻子下面闻了闻，顿时一股清凉传遍全身。没想到这姑娘如此厉害，不但会制作药丸，药效还如此厉害，光是闻着气味就知道这绝对是上品。吴老小心翼翼地将药丸放回瓷瓶里，然后又拿起血凝露的瓷瓶。吴老，这个是液体，小心些。液体止血药。吴老有些意外。吴老，这个是液体，小心些。液体止血药。吴老有些意外。闻言，吴老同样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里面他只闻出了3七的味道，其他的成分竟然分辨不出来。难道是什么独家秘方？液体止血药倒是头一次见，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吴老，这2瓶给您试药，您若是觉得好用，我这里一样还有9瓶，若是不满意退给我就是。好，成药不比草药，这个确实需要试药才能决定收不收。好，明白，吴老尽管去试。吴老拿着2瓶药直接找到伙计问：医馆里今日可有受外伤的病人？有的，来了2个人呢，有一个伤得可重了，后背划了一个大口子，还有一个是个小孩子，手掌被利器割伤了，眼下药童正在包扎呢。走，带我去看看。吴老这边请。伙计领着吴老去了重伤的那位患者的房间。宋大夫站起身：老师，您怎么来了？病人怎么样了？伤得很重，已经用了金疮药，可惜伤口太深，金疮药效果不大。棉布打开我看看。好。吴老上前看了看，伤口确实很深，于是他从怀里拿出夏寒烟刚送来的止血药，递过去说道：用这个。老师，这是老夫刚刚得来的止血凝露，里边是液体，直接撒到伤口上就行。是，老师。宋大夫接过瓷瓶，小心翼翼地洒在了病人的伤口上。神奇的是，血止住了，原本还在鼓鼓往外冒血的伤口，在血凝露撒上后，竟肉眼可见的不流了，就连伤口感觉都没那么深了。老师，这药效果也太惊人了。吴老也是一脸惊喜，脸上是难以掩饰的笑容。没想到这血凝露如此神奇。接着，吴老又带着宋大夫和伙计来到那个手掌被割伤的小孩这里，同样将血凝露洒在小孩的伤口上，伤口很快就不再流血，疼痛感也减轻了不少，小孩几乎是瞬间就停止了哭泣。吴老满意的点点头，对夏寒烟的药十分认可。血凝露已经试过，效果已经不能用好来形容了，简直就是神奇。他活了这把年纪，这是他见过最好的止血药了。至于固元丹，那个不用试，光凭那清香凝神的气味，他都知道那绝对是上品。他回到前堂，对夏寒烟说道：丫头，这2种药老夫要了，10瓶血凝露，10瓶固元丹，你开个价吧。吴老，相信这药你也试过了，效果多好我就不用说了，市面上最普通的金疮药都是要3两银子1瓶，好一点的就得7、8两，我这药的效果只会更好，所以血凝露和固元丹都是10两1瓶。一听夏寒烟说10两1瓶，冷三郎瞬间张大了嘴巴。1瓶10两，10瓶就是100两，20瓶就是200两，他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好，我都要了。掌柜的，
给丫头拿200两。好的，吴老。掌柜的，可否全都给在下银锭子或者金子也行？掌柜闻言放下了刚刚拿起的200两银票，然后换成了20枚银锭子。夏寒烟随手将银锭子放进背篓里。丫头，不知这药你还有没有？这药难得，短期内怕是制作不出来。吴老颇有些失望的点点头，如此珍贵的药材，怎么可能会要多少有多少呢？丫头，贵姓啊？晚辈夏寒烟。好，夏丫头，不知道这血凝露和固元丹你还能提供多少？吴老可是有急用。实不相瞒，老夫在京城也有医馆，这样惊人的金疮药，如果到了京城，怕是供不应求，所以才有此一问。这药难得，所以只怕没有办法大量提供，5天给您送10瓶，您看如何？好，好，好。两人便就此达成了协议。夏寒烟5天提供10瓶血凝露，10瓶固元丹，有变动会提前说明。吴老，这是我三哥，如果我没有时间来送药，会让我三哥来送。好，老夫记下这位公子了。如此，晚辈便告辞了。好，我送姑娘。夏寒烟2人离开医馆后，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由于夏寒烟长得漂亮，惹得路人频频回头。冷三郎见此，立刻上前拉住夏寒烟的手，握在掌心。啊，没事，我就是看街上人多，怕和你走散了。原来是这样。哎，对了，媳妇儿，你为什么和吴老说药难得？我们村的山上不是还有很多呢吗？冷三郎疑惑地问。三哥，你可知道有句话叫物以稀为贵，烂大街的东西只能短暂的赚些钱。哦，我明白了，媳妇儿。三哥，你知道哪里有卖炼丹炉的吗？炼丹炉？对，家里的陶罐用着不顺手，炼药还得用炼丹炉才行。啊，走吧，有个地方也许会有炼丹炉，不过我也不确定，得过去看了才知道，毕竟这东西太不常见了。好，那就去看看吧。夏寒烟跟着冷三郎来到一家店铺前停下。三哥，这是风水铺？夏寒烟不可置信地问。没错，走，我们进去吧。请问2位是卜卦算命还是买平安符？伙计，你们这里卖炼丹炉吗？有的，2位里面请。两人跟着伙计上了店铺2楼。一上来，夏寒烟就看到大大小小的香炉，还有炼丹炉、桃木制品等等。夏寒烟走到炼丹炉面前，个个小巧精致，可这些都太小了，这一次怕是只能炼1瓶药丸。还有没有再大一些的？不好看也没事，这些都太小了。有的，您跟我来。伙计又把夏寒烟领到另一边，只见他从一个积灰的角落里拿出了4、5个大一些的丹炉，看着虽然没有之前那些精致，可却足够大。于是他选了一顶到膝盖处的炼丹炉，只见他从一个积灰的角落里拿出了4、5个大一些的丹炉，看着虽然没有之前那些精致，可却足够大。于是他选了一顶到膝盖处的炼丹炉。我就要这个了，多少钱？姑娘，你确定吗？这个丹炉材质普通，恐怕很难炼出丹药。没事，我就要这个。那好吧，这个丹炉5两银子。三哥，给钱。哎，来了。说完就掏了5两银子递了过去。冷三郎抱着炼丹炉，心想这东西还挺重的。两人又去猪肉铺买了1块里脊、半山排骨。媳妇儿，这个排骨都是骨头，买来不合适，还是买肉吧。还有这个瘦肉不好吃，买肥肉。五花肉咱们家还有呢，我想吃瘦肉。好，你吃就买。看到卖鱼的，冷三郎说鱼不好吃，可在夏寒烟的坚持下，还是买了1条大鲤鱼。两人去粮铺又买了5斤白米，这才去城外坐牛车。看到两人又买了一大堆东西，车上的人都面面相觑。心想这冷家新买回来的媳妇儿可真有钱，这2天可没少买东西。听说他们家吃的都是白花花的大米，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媳妇儿，你回来了。是啊。呀，媳妇儿，你咋买了鱼？这东西不好吃。三哥，你怎么不拦着点啊？你怎么知道这东西不好吃？以前爹在外面盖房子的时候，就有人送爹这个，回来娘做完一点都不好吃，有股子腥味儿。那是因为婶子不会做，我做的保证好吃。那行吧，反正都买来了。再说媳妇儿手艺好，说不定真好吃呢。那你等着，晚上我给你做鱼吃。夏寒烟让冷三郎去和村里人买些鸡蛋，鸡蛋易碎，所以便没有在县城里买。中午就做个手擀面，简单吃一口。吃完饭后，
冷三郎和夏寒烟又去了狼牙山采药，两人刚到山里，夏寒烟就听到了呼救声。救命啊！三哥，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冷三郎停下脚步，仔细听了听，摇摇头说：没有啊，什么声音也没有。奇怪，他怎么会听到呼救的声音？难道是他听错了？救命啊！谁来救救我？不对，肯定有人在呼救。于是夏寒烟朝着声音来源处走去，冷三郎紧随其后。扒开草丛后，夏寒烟傻眼了，怎么是只狗崽子？夏寒烟仔细听了听，还真是这只狗崽子发出的求救声。天哪，他怎么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一个特异功能？他竟能听懂兽语。这时，空间里的暖宝说：宿主，你忘了，我也是动物，你一直都是能听懂兽语的，只不过你如果不特意去听的话，就不会听到。原来是这样。小狗狗，你怎么了？是受伤了吗？谁在叫我狗？我才不是狗呢，本宝宝是狼王的崽儿，是狼，不是狗。谁在叫我狗？我才不是狗呢，本宝宝是狼王的崽儿，是狼，不是狗。夏寒烟一愣，原来是个狼崽子。你乖乖的，我给你看看伤，你不要咬我，知不知道？好吧，看在你救本宝宝的面子上，你看吧，我不咬你。媳妇儿，还是我来吧，他毕竟是个畜生，再伤到你怎么办？你这个两脚兽，说谁是畜生呢？我要不是看在这个漂亮姐姐的份上，本宝宝一定咬断你的脖子。看到地上的狗呲着牙，一副要咬人的模样，冷三郎更不敢让夏寒烟碰它了。没事的，三哥，他不会咬我的。乖，把牙收起来，不许咬我，知不知道？没想到那狼崽竟然人性化的点了点小脑袋，这下冷三郎是真的惊住了。这只狗崽不会是成精了吧？还能听懂人话？他刚刚是在点头吧？三哥，你看他答应了，你赶紧松开我，他应该是受伤了，我去看看。那你小心些。好，知道了。夏寒烟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狼崽的身子反过来。夏寒烟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狼崽的身子反过来，竟然是腿受伤了，看样子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划破了，伤口还挺深的。夏寒烟赶紧从背篓里拿出水囊，里面有稀释过的灵泉水。夏寒烟帮小狼崽清洗了一下伤口，本来以为会很疼的小狼崽，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用水清洗了一下，怎么就不那么疼了呢？大大的眼睛里都是迷茫，而且这水闻着好香啊，好想喝一口尝尝。好香的水啊，想喝。夏寒烟见伤口已经不流血了，再给他喝点灵泉水应该问题不大。三哥，你去给我摘一片大一些的树叶，我给他喂点水喝。啊，好，你小心些，我这就去。支走了冷三郎，夏寒烟赶紧拿出没有稀释过的灵泉水，双手捧着让小狼崽喝。哇，这个水更香，好好喝呀。喝完后，小狼腿上的伤已经变成了轻伤，养几天就没事了。好的这么明显也说不过去。于是夏寒烟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想想以后有新衣服穿，这身衣服还是徐府丫鬟的衣服。于是他从裙子上扯下一块布条，缠在了小狼崽的后腿上，这样一会儿三哥回来就看不到伤口了。夏寒烟知道他能听懂自己说话，于是说：我告诉你，我知道你腿已经不疼了，可一会儿我三哥回来，你给我装瘸，知不知道？不能让他看出来你已经好了，知不知道？我知道你能听懂我说话。小狼崽虽然不明白夏寒烟为什么这样做，不过他听懂了。姐姐让他装瘸给那个人看。等冷三郎回来将树叶放在地上，夏寒烟从水囊里倒了些水出来，小狼崽又立刻喝了起来。这个水怎么和刚刚喝的不一样？好了，小东西，我们要去采药了，你赶紧回去找娘亲吧。好吧，等我回去告诉我的狼父和狼母，让他们报答你。我们也走吧，三哥。走吧。两人背着背篓去寻找草药了。这次两人顺着上次的方向又往深处走了一段，夏寒烟一抬头就看到了一朵红艳艳的花骨朵，这不是玫瑰花吗？没想到这里竟然有玫瑰花。夏寒烟刚想伸手去采摘玫瑰，就被冷三郎制止了。哎，媳妇儿，这个不能碰，上面有刺，一不小心就会扎到手，你要是喜欢，我给你摘。不知道为什么，当冷三郎把玫瑰花递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到了送人玫瑰花的含义。红玫瑰象征着炽热的爱情与激情，代表经典告白和永恒承诺，最适合情侣之间使用。夏寒烟一抬头正好对上冷三郎那帅气白皙的脸庞，
连夏寒烟这个在21世纪见惯了明星小鲜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冷家的4个郎是真帅。看到媳妇儿看着他发愣，冷三郎拿着玫瑰花在夏寒烟面前晃了晃。媳妇儿，你咋了？夏寒烟回过神，一想到刚刚看人家看入神了，脸一下子就红了。天哪，丢脸死了！他怎么还犯花痴了？媳妇儿，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怎么脸这么红啊？冷三郎紧张地问。没事没事，我就是走的时间长，有些热了。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好。夏寒烟把玫瑰花放在鼻子下闻了闻，真香。媳妇儿，你很喜欢这些花吗？挺香的。嘿，你要是喜欢，我去给你摘。这山上这种花很多，还有其他颜色呢。有很多呢。对呀，这种刺刺花扎人，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刺刺花？对呀，这个就叫刺刺花。那你知不知道，其实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玫瑰。玫瑰花，名字是挺好听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刺刺花叫玫瑰。夏寒烟看着手里的玫瑰花，如果有很多的话，倒是可以利用起来。三哥，那你有时间帮我多摘一点这个花，我有用，只要花骨朵就行。你可以用剪子直接剪下来，这样就不扎手。好，我知道了，媳妇儿，明天我就去给你摘花。两人挖了一背篓草药，眼看天色不早了，站起来刚准备下山回家，就听见远处传来了狼嚎声，吓得两人一激灵。冷三郎赶紧背起背篓说道：媳妇儿，咱们快走吧，这里已经是山的内围了，再不走就危险了。好，那我们赶紧下山。好，走吧。两人刚走出去不到50米，就看到一群狼朝着两人跑了过来，吓得冷三郎赶紧把夏寒烟护在身后。他虽然也害怕，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些畜生伤了媳妇儿。看到自己身前微微颤抖的身影，夏寒烟心里暖暖的。这一家人待他都很好，自从奶奶去世后，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感受过这种被人护着的感觉了。冷三郎手里拿着弯刀，害怕地挡在夏寒烟身前。看到面前威风凛凛的头狼，冷三郎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娘呀，这么多狼，看来今天是回不去了。他这才刚有了媳妇儿，咋就要死了呢？这些狼跑到两人面前，坐在地上就不动了，好像是在等什么人一般。冷三郎和夏寒烟秉持着敌不动我不动的准则，也静静地站在原地没动。媳妇儿，咋回事啊？他们咋不动了？他们不动，咱们也不动。啊，好。不一会儿，夏寒烟就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哎呀，老娘啊，崽崽我受着伤呢，你就不能背我一会儿吗？你可是狼王的崽子，怎么能这么弱呢？就那点伤，还想让老娘背你，你丢不丢脸？娘亲不喜欢我了，我要去找狼父。这是刚刚他救的那只小狼崽的声音。果然，就见远处又跑来了2只白狼，一大一小，那小崽正是他救的那只。看到夏寒烟，小狼崽也不和狼母拌嘴了，颠颠颠的跑到夏寒烟脚边，讨好的说：姐姐，我来报答你了。冷三郎也通过小狼崽后腿上的布条认出了他，这才没有阻止他靠近夏寒烟。不过他还是防备的看着其他的狼。夏寒烟蹲下身，将小狼崽抱起来，晃了晃说道：你这是来报恩还是来报仇的？带这么多狼来，也不怕吓死姐姐？啊，我当然是来报恩的。小狼崽说完就扭头看着身后的头狼说：狼父、狼母，就是这个人类姐姐救了我，他们害怕这么多狼，你快让狼叔叔他们先离开。小狼崽话落，果然其他的狼就都离开了，只有2头白狼留了下来。夏寒烟看着小狼崽说：没想到你这个狼王的小崽子还挺有威望的。那当然，我可是下一届狼王，他们敢不听我的？三哥，放心吧，他们是小狼崽的爹娘，是来感谢我们刚刚救了他们的孩子，不会伤害我们的。冷三郎看了看夏寒烟手里的狼崽，又看了看远处的2头白狼，这才放松下来，知道这个狼崽可能会听懂人话。哎呀，你这个小家伙可把我们吓坏了，还以为狼来吃我们了呢。小狼崽叫了一声，冷三郎也听不懂，不过看样子应该是在回应他。媳妇儿，他说啥呀？冷三郎发现了媳妇儿能听懂他说话，他说不会吃我们。正在这时，那些刚刚跑走的狼又回来了，他们嘴里都叼着猎物，看那扑棱的翅膀，应该还活着。姐姐，这是给你们的猎物，是为了感谢你救了我，都是活的哟，你们吃了不会生病的。谢谢你。嘿，不用谢，姐姐，以后你如果再上山，我就来找你玩。
好啊，三哥，你去把他们嘴里的猎物拿过来，那些都是他们送我们的礼物，活的，别让他们跑了。好，好，我知道了。别要啊，别要啊，你们可千万别要啊！夏寒烟趁着冷三郎去拿猎物的时候，赶紧扯了几片大树叶下来，在树叶上倒了不少灵泉水，就当是感谢他们送的猎物了。动物应该很喜欢这个水吧？果然，就见小狼崽高兴地在原地转圈圈。哇，又是这个水水，这个水水简直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水水了。还有很多，让你的狼父狼母还有叔叔都来喝吧。谢谢姐姐。随后小狼崽就叫所有狼都来喝这个好喝的水水了。冷三郎得了猎物，赶紧用绳子把猎物绑起来，足有3只野兔，4只野鸡。幸好他们每次来山上都会带着绳子，不然这么多猎物还真不好带走。等所有狼都喝完了，狼王走到夏寒烟面前说：孩子，多谢你的水治愈了我身上的顽疾。不用客气，我能听懂你们说话也算是缘分，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下次再来给你们带这个水喝。好的，再次感谢你救了我的崽子，我们这就离开了。好，走吧，三哥，我们该回家了。啊，好。三哥，背篓给我，你拿着这些猎物。两人刚回村子里，就引起了不少人都关注，主要是冷三郎肩膀上的一串猎物太过惹眼了。哎呦，冷家老三，你们这是去山里打猎了呀？这么多猎物。碰巧罢了。他总不能说这些都是狼王送给他们的吧？他要真那么说，估计他们都得以为他中邪了呢。狼牙山上什么时候有这么多猎物了？哎，赶明儿我们也去看看。对，我也去看看。众人七嘴八舌，都是跃跃欲试。狼牙山上有狼群，你们去最好小心点。哎呦，冷家媳妇儿，你这是怕我们抢了你的猎物还是咋的？我只是提醒罢了，听不听是你们自己的事。哼，我看你就是怕我们上山，才故意这样说的。我说了，我只是提醒，你要是非要去，我也不拦着。出了什么事，你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就行。相公，你看他凶我，嘤。什么鬼？我怎么就凶他了？女子话落，便有5个男子围了过去。媳妇儿，不哭，咱不理他。明天我上山给娘子打猎。是啊，娘子，别哭了，你一哭，为夫的心都要碎了。媳妇儿，不哭。媳妇儿。夏寒烟看眼前这情景，看来这人也是共妻。三哥，我们走。三哥，我们走。好。刚到家门口，就听到了4郎的哭喊声。娘，别打了！娘，别打了！我以后再也不去了！哎呦，别打了，娘！夏寒烟和冷三郎对视一眼，赶紧跑进门。一进来就看到曹春香举着扫把要打4郎，冷二郎挡在前面。咋了，娘？婶子，别打了！这是怎么了，婶子？4郎做错了什么？你说，你去干啥去了？我和虎子他们下河玩了。你知不知道那里很危险？去年村里被淹死的栓子，你都忘了吗？三哥，我没忘，是虎子说他在河里发现了好东西，说煮着吃很好吃，我这才跟着下河去捞的。你看看你捞的都是什么东西啊？能吃又怎么样？能有命重要吗？好的这么明显也说不过去。于是夏寒烟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想想以后有新衣服穿，这身衣服还是徐府丫鬟的衣服。于是他从裙子上扯下一块布条，缠在了小狼崽的后腿上，这样一会儿三哥回来就看不到伤口了。夏寒烟知道他能听懂自己说话，于是说：我告诉你，我知道你腿已经不疼了，可一会儿我三哥回来，你给我装瘸，知不知道？不能让他看出来你已经好了，知不知道？我知道你能听懂我说话。小狼崽虽然不明白夏寒烟为什么这样做，不过他听懂了。姐姐让他装瘸给那个人看。等冷三郎回来将树叶放在地上，夏寒烟从水囊里倒了些水出来，小狼崽又立刻喝了起来。这个水怎么和刚刚喝的不一样？好了，小东西，我们要去采药了，你赶紧回去找娘亲吧。好吧，等我回去告诉我的狼父和狼母，让他们报答你。我们也走吧，三哥。走吧。两人背着背篓去寻找草药了。这次两人顺着上次的方向又往深处走了一段，夏寒烟一抬头就看到了一朵红艳艳的花骨朵，这不是玫瑰花吗？没想到这里竟然有玫瑰花。夏寒烟刚想伸手去采摘玫瑰，就被冷三郎制止了。
媳妇儿，这个不能碰，上面有刺，一不小心就会扎到手。你要是喜欢，我给你摘。不知道为什么，当冷三郎把玫瑰花递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到了送人玫瑰花的含义。红玫瑰象征着炽热的爱情与激情，代表经典告白和永恒承诺，最适合情侣之间使用。夏寒烟一抬头，正好对上冷三郎那帅气白皙的脸庞。连夏寒烟这个在21世纪见惯了明星小鲜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冷家的4个郎是真帅。看到媳妇儿看着他发愣，冷三郎拿着玫瑰花在夏寒烟面前晃了晃。媳妇儿，你咋了？夏寒烟回过神，一想到刚刚看人家看入神了，脸一下子就红了。天哪，丢脸死了，他怎么还犯花痴了？媳妇儿，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怎么脸这么红啊？冷三郎紧张地问。没事没事，我就是走的时间长，有些热了。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好。夏寒烟把玫瑰花放在鼻子下闻了闻，真香。媳妇儿，你很喜欢这些花吗？挺香的。嘿，你要是喜欢，我去给你摘。这山上这种花很多，还有其他颜色呢。有很多呢。对啊，这种刺刺花扎人，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刺刺花？对啊，这个就叫刺刺花。那你知不知道，其实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玫瑰。玫瑰？玫瑰花？名字是挺好听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刺刺花叫玫瑰。夏寒烟看着手里的玫瑰花，如果有很多的话，倒是可以利用起来。三哥，那你有时间帮我多摘一点这个花，我有用，只要花骨朵就行。你可以用剪子直接剪下来，这样就不扎手。好，我知道了，媳妇儿，明天我就去给你摘花。两人挖了一背篓草药，眼看天色不早了，站起来刚准备下山回家，就听见远处传来了狼嚎声，吓得两人一激灵。冷三郎赶紧背起背篓说道：媳妇儿，咱们快走吧，这里已经是山的内围了，再不走就危险了。好，那我们赶紧下山。好，走吧。两人刚走出去不到50米，就看到一群狼朝着两人跑了过来，吓得冷三郎赶紧把夏寒烟护在身后。他虽然也害怕，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些畜生伤了媳妇儿。看到自己身前微微颤抖的身影，夏寒烟心里暖暖的。这一家人待他都很好，自从奶奶去世后，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感受过这种被人护着的感觉了。冷三郎手里拿着弯刀，害怕地挡在夏寒烟身前。看到面前威风凛凛的头狼，冷三郎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娘呀，这么多狼，看来今天是回不去了。他这才刚有了媳妇儿，咋就要死了呢？这些狼跑到两人面前，坐在地上就不动了，好像是在等什么人一般。冷三郎和夏寒烟秉持着敌不动我不动的准则，也静静地站在原地没动。媳妇儿，咋回事啊？他们咋不动了？他们不动，咱们也不动。啊，好。不一会儿，夏寒烟就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哎呀，老娘啊，崽崽我受着伤呢，你就不能背我一会儿吗？你可是狼王的崽子，怎么能这么弱呢？就那点伤，还想让老娘背你，你丢不丢脸？娘亲不喜欢我了，我要去找狼父。这是刚刚他救的那只小狼崽的声音。果然，就见远处又跑来了2只白狼，一大一小，那小崽正是他救的那只。看到夏寒烟，小狼崽也不和狼母拌嘴了，颠颠颠的跑到夏寒烟脚边，讨好的说：姐姐，我来报答你了。冷三郎也通过小狼崽后腿上的布条认出了他，这才没有阻止他靠近夏寒烟。不过他还是防备的看着其他的狼。夏寒烟蹲下身，将小狼崽抱起来，晃了晃说道：你这是来报恩还是来报仇的？带这么多狼来，也不怕吓死姐姐？啊，我当然是来报恩的。小狼崽说完就扭头看着身后的头狼说：狼父、狼母，就是这个人类姐姐救了我，他们害怕这么多狼，你快让狼叔叔他们先离开。小狼崽话落，果然其他的狼就都离开了，只有2头白狼留了下来。夏寒烟看着小狼崽说：没想到你这个狼王的小崽子还挺有威望的。那当然，我可是下一届狼王，他们敢不听我的？三哥，放心吧，他们是小狼崽的爹娘，是来感谢我们刚刚救了他们的孩子，不会伤害我们的。冷三郎看了看夏寒烟手里的狼崽，又看了看远处的2头白狼，这才放松下来，知道这个狼崽可能会听懂人话。哎呀，你这个小家伙可把我们吓坏了，还以为狼来吃我们了呢。小狼崽叫了一声，冷三郎也听不懂，不过看样子应该是在回应他。媳妇儿，他说啥呀？
冷三郎发现了媳妇儿能听懂他说话，他说不会吃我们。正在这时，那些刚刚跑走的狼又回来了，他们嘴里都叼着猎物，看那扑棱的翅膀，应该还活着。姐姐，这是给你们的猎物，是为了感谢你救了我，都是活的哟，你们吃了不会生病的。谢谢你。嘿，不用谢，姐姐，以后你如果再上山，我就来找你玩。好啊，三哥，你去把他们嘴里的猎物拿过来，那些都是他们送我们的礼物，活的，别让他们跑了。好，好，我知道了。别要我，别要我，你们可千万别要我。夏寒烟趁着冷三郎去拿猎物的时候，赶紧扯了几片大树叶下来，在树叶上倒了不少灵泉水，就当是感谢他们送的猎物了。动物应该很喜欢这个水吧。果然，就见小狼崽高兴地在原地转圈圈。哇，又是这个水水，这个水水简直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水水了。还有很多，让你的狼父狼母还有叔叔都来喝吧。谢谢姐姐。随后小狼崽就叫所有狼都来喝这个好喝的水水了。冷三郎得了猎物，赶紧用绳子把猎物绑起来，足有3只野兔，4只野鸡。幸好他们每次来山上都会带着绳子，不然这么多猎物还真不好带走。等所有狼都喝完了，狼王走到夏寒烟面前说：孩子，多谢你的水治愈了我身上的顽疾。不用客气，我能听懂你们说话也算是缘分，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下次再来给你们带这个水喝。好的，再次感谢你救了我的崽子，我们这就离开了。好，走吧，三哥，我们该回家了。好。三哥，背篓给我，你拿着这些猎物。两人刚回村子里，就引起了不少人都关注，主要是冷三郎肩膀上的一串猎物太过惹眼了。哎呦，冷家老三，你们这是去山里打猎了呀？这么多猎物。碰巧罢了。他总不能说这些都是狼王送给他们的吧？他要真那么说，估计他们都得以为他中邪了呢。狼牙山上什么时候有这么多猎物了？哎，赶明儿我们也去看看。对，我也去看看。众人七嘴八舌，都是跃跃欲试。狼牙山上有狼群，你们去最好小心点。哎呦，冷家媳妇儿，你这是怕我们抢了你的猎物还是咋的？我只是提醒罢了，听不听是你们自己的事。哼，我看你就是怕我们上山，才故意这样说的。我说了，我只是提醒，你要是非要去，我也不拦着。出了什么事，你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就行。相公，你看他凶我，嘤。什么鬼？我怎么就凶他了？女子话落，便有5个男子围了过去。媳妇儿，不哭，咱不理他。明天我上山给娘子打猎。是啊，娘子，别哭了，你一哭，为夫的心都要碎了。媳妇儿，不哭。媳妇儿。夏寒烟看眼前这情景，看来这人也是共妻。三哥，我们走。三哥，我们走。好。刚到家门口，就听到了4郎的哭喊声。娘，别打了！娘，别打了！我以后再也不去了！哎呦，别打了，娘！夏寒烟和冷三郎对视一眼，赶紧跑进门。一进来就看到曹春香举着扫把要打4郎，冷二郎挡在前面。咋了，娘？婶子，别打了！这是怎么了，婶子？4郎做错了什么？你说，你去干啥去了？我和虎子他们下河玩了。你知不知道那里很危险？去年村里被淹死的栓子，你都忘了吗？三哥，我没忘，是虎子说他在河里发现了好东西，说煮着吃很好吃，我这才跟人下河去捞的。你看看你捞的都是什么东西啊？能吃又怎么样？能有命重要吗？今晚夏寒烟准备做一个红烧排骨，一个爆炒花甲，搭配白米饭。因为有了花甲，就先不做鱼了，也不能做2个海鲜。这时冷大郎也进了家门。夏寒烟看到冷大郎被汗水浸透的衣衫，又看了看他的腿。如今家里有钱了，也没必要再让冷大郎拖着伤腿在码头受累。大哥，要不你别去码头了。我除了一把子力气啥也不会，总不能在家里吃白饭，这挣一文是一文。大哥要是有力气，不如和我去山上挖草药，赚的还多。大哥有身手，还能保护我。这……冷大郎犹豫了。媳妇儿，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没用了？遇到狼群都不能保护你。啥？你们遇到狼群了？媳妇儿，你有没有受伤啊？冷大郎一着急就叫秃噜嘴了。
竟然把心里叫了千百遍的称呼顺嘴叫了出来。冷大郎悄悄观察了一下夏寒烟，见他没有生气，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怎么就遇到狼群了呢？有没有受伤？夏寒烟看过去就见篓子里装的都是花甲，没想到那盒里竟然有这东西。好了，婶子别生气了，这打也打了，相信他也长记性了，是不是四郎？夏寒烟给四郎使了个眼色，四郎赶紧说：我以后都不下河了。你看婶子，四郎知道错了，您就别生气了。再说四郎捞回来这东西还真能吃。真能吃啊？真的。婶子，我去做饭，您啊消消气，一会儿多吃点。二哥，我扶你回屋，一会儿吃饭我叫你。好，辛苦你了，妍妍。刚走出来就看到被扔在地上的野兔和野鸡，夏寒烟赶紧朝着屋里喊了一声：三哥，快把兔子和野鸡处理了。啊，来了来了。呀，这哪里来的这么多野物啊？三哥，你和婶子说吧，我去做饭了。冷三郎把事情和曹春香说了一遍，然后就去处理猎物了。听到曹春香一脸的惊讶，没想到狼还知道报恩呢。冷四郎夹了一个花甲放进嘴里，眼睛瞬间瞪大。娘，这个真的好吃。冷四郎看着曹春香说道。曹春香白了他一眼，没说话，不过却默默夹了一只花甲吃了起来，然后又尝了一口红烧排骨，赞叹地说：小烟，你这手艺真是绝了呀。婶子喜欢就多吃些。二哥，这个是四郎捞的花甲，我已经把壳给你剥掉了，你尝尝。谢谢妍妍。冷二郎此时眼里全是温柔，如果不是围着布条，那柔情都要溢出来了。大家吃饱喝足，一起将碗筷收拾干净。看到桌上的花甲壳，夏寒烟并没有丢掉，他拿过一个篮子，将桌上的壳扫进篮子里。媳妇儿，这个壳是有什么用吗？我留着有用。媳妇儿，你现在能告诉我要我干啥了吧？冷三郎期盼地问。你不是要给我摘花吗？明天你就去给我摘花吧，我有用。啊，这怎么就遇到狼群了呢？有没有受伤？我没有受伤，大哥，狼群没有伤害我们，他们……夏寒烟赶紧将他救了小狼崽，狼父狼母来报恩的事说了一遍。听到事情的经过，冷大郎这才放下心来。好，我明天不去码头干活了，明天我和你上山采药。老三那小体格子一头狼都打不死。媳妇儿，大哥陪你去山上，那我干啥呀？曹春香在一旁听着也有些着急。老三这2天好不容易不出去疯啊，这要是小烟用不上三郎了，三郎不会又跑出去成天见不着人影了吧？夏寒烟看着冷三郎委屈巴巴的模样，就觉得好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人还挺可爱的？我还有别的事要三哥去做。什么事啊，媳妇儿？冷三郎顿时开心起来。吃完饭再说。说完就去了厨房，排骨应该差不多了，再炒个花甲就可以开饭了。大家围坐在桌前，看到桌上的美食，眼睛都亮了。冷四郎夹了一个花甲放进嘴里，眼睛瞬间瞪大。此时天还没黑，曹春香拿出布料开始缝衣服。夏寒烟看着曹春香手里的布料就知道那是给她做的。婶子，明天还去地里吗？不去了，今天都干完了，就等着秋收了。那正好，地里没活了，婶子，咱们盖房子吧。盖房子？可是我们银子不够啊，不如修缮一下算了。听到曹春香的话，夏寒烟这才想起来，他今天挣了200两的事还没和他们说呢。瞧他这脑子，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婶子，这是我今天赚的200两，建房子足够了。看到面前白花花的银子，曹春香心里咯噔一下，眼睛瞪得老大，好像被人按了暂停键一般，愣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到被手里的针扎了一下，这才回过神来。曹春香看着面前的银子，脸上不自觉的就挂上了笑容。回过神来，他赶紧问：小燕，这是哪里来的银子？这也是你卖草药赚来的吗？算是吧，我把草药做成了药丸，就是给你们吃过的那种药丸。我把药丸卖给了医馆，1瓶10两银子，20瓶正好是200两。啥？那药丸原来这么值钱？那我们吃掉的那些，那岂不是好几两银子就没了？婶子，盖房子的事您和冷叔商量商量，最好盖一个大些的，至少要1个人1间房才行。咱们盖青砖大瓦房，盖房子的事我也不懂，这事儿就交给您和冷叔了。行，这事儿啊交给我去办，你放心吧。那行，婶子，这100两你先拿着，不够再到我这里取。行啊，那婶子就不跟你客气了。第二日一早，
冷三郎背着背篓，拿着剪刀就去了山上。他知道哪里玫瑰花比较多，一路没有停留，直奔目的地。来到一片小山谷里，放眼望去全是玫瑰花，有红色的、白色的、粉色的、蓝色的，还有紫色的、黄色的，个个娇艳欲滴，花朵上还挂着清晨的露水。冷三郎每种颜色都捡了一些，回去看看媳妇儿喜欢哪一种，以后就多摘些。家里，夏寒烟拿了5两银子出来，递给冷大郎说道：大哥，你去趟县城给我买些东西回来，我做东西要用。好，你说买啥，我这就去。买40个小瓷瓶，就是我上次买来装药丸的那种瓷瓶，再买10斤猪板油回来。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说完拿起银子就出了门。夏寒烟从后面喊了一句：大哥，坐牛车去，不许走着。好。夏寒烟在家也没闲着，他买这些东西是想做香皂，就是猪油皂，里面加上玫瑰花瓣，就是玫瑰味香皂。他看村里的人们去河边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棒直接打，他要做的是带香味的猪油皂，再用好看的香皂盒装饰一下，能卖不少钱。将昨晚吃剩下的花甲壳放在火上烧一下，再放进石臼里捣成粉末，天然的生石灰就有了。接下来就是草木灰，这个到处都能找到。做好这些，夏寒烟又去鼓捣他的草药，将已经晒干的草药全部收起来，分类放好，然后把昨天新挖回来的草药清洗干净，然后进行晾晒。做完这些，夏寒烟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看着天气不错，于是进屋把冷二郎扶了出来。二哥，今天天气好，不冷不热的，你快出来晒晒太阳，对你的眼睛有好处。好。温暖的阳光顿时打在他的身上，夏寒烟总是在冷二郎的身上感受到一股忧伤的气息，这可能和他眼睛看不见有关。再多给他喝些灵泉水，他的眼睛应该很快就能看到了。冷二郎并不知道夏寒烟的想法，他只觉得有烟烟在的地方就是最温暖的地方。处理好草药，夏寒烟开始制作药丸，四郎就趴在旁边看着夏寒烟制药。整个院子都飘着草药的清香，这是因为加了灵泉水，所以味道才会清香宜人。大概半个小时后，炉子里的药就炼成了药丸，再将药丸分成一小粒一小粒的放在盘子里自然晾干。哇，媳妇儿好神奇啊！哇，媳妇儿好神奇啊！原来药丸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对啊。药做好后，冷三郎就背着一背篓的玫瑰花回来了。媳妇儿，我回来了。三哥，你回来啦。夏寒烟走过去看地上的背篓，各种颜色的玫瑰花朵，好漂亮呀。三哥，你去喝点水吧。好。夏寒烟将花的颜色分开，然后取下花瓣放进石臼里捣成泥。这时冷三郎走过来接过了捣花瓣的工作，冷四郎帮忙将花瓣一片一片的取下来。几人各司其职，冷二郎却默默低下了头。就连最小的四郎都能帮着嫣嫣做事，只有他什么忙都帮不上。都怪那个害他眼睛失明的人，这辈子如果还能重见光明，他一定要对方付出代价。这时冷大郎也从县城回来了。冷大郎一进院子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定睛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花香。嫣嫣，你要的东西我都买回来了。好，辛苦大哥了。不辛苦。夏寒烟从里面拿出猪板油，切成小块，锅中加水，然后放入切好的猪板油，小火慢慢炼出油脂。猪油炼好后盛出放凉，猪油渣剁碎后备用。今晚包饺子，家里曹婶子腌了酸菜，今晚吃酸菜油脂辣馅的饺子。夏寒烟去缸里捞了一颗酸菜上来，洗干净后让冷大郎剁成饺子馅，再把猪油渣同样剁碎。这时面也醒好了，夏寒烟开始包饺子。不一会儿，一个个胖墩墩白滚滚的饺子就包好了。吃饭啦！夏寒烟朝门外喊了一嗓子，众人放下手里的活，都去洗手吃饭了。夏寒烟先盛出一盘给冷叔送过去，众人一上桌就看到了白白胖胖的饺子。哦，吃饺子喽！大家纷纷拿起筷子夹起饺子放入口中，皮薄馅大，肉馅鲜嫩多汁，每一口都能感受到满满的香味儿。是好吃，哎，没想到这酸菜和油渣放在一起竟然这么好吃。是好吃，哎，没想到这酸菜和油渣放在一起竟然这么好吃，可比放肉香多了。夏寒烟看着大家吃得开心，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媳妇儿啊，这酸菜和油渣简直是绝配呀！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馅儿，味道就是不一样。媳妇儿，你这手艺越来越好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对这饺子赞不绝口。不一会儿，盘子里的饺子就被吃得干干净净。
众人还意犹未尽，可肚子已经吃撑了。此时大家心里都是一个想法，自从嫣嫣来了，家里好像一下子就好起来了，顿顿能吃饱不说，还有肉有饭的，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吃过晚饭后，夏寒烟看着曹春香问道：婶子，咱们村里有会木匠活的吗？我想让他打点东西。木匠？小烟，你想做什么东西？我想做一些小盒子，不要太大，大概这么大一个就行。这么小的盒子用来装啥的呀？婶子，一会儿我想做些东西拿去卖，有了盒子能卖上价。嗨，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不用找别人，咱家你冷叔就会做。冷叔是木匠？你冷叔是啥都会点儿，可是除了盖房子呀，其他的都学得不精。不过你要做这个盒子呀，比较简单，你冷叔应该能做出来。那可太好了，那我这就去画图纸，然后拿给冷叔看看能不能做出来。夏寒烟说完回了房间，他记得二哥有笔墨纸砚这些，和冷二郎要了笔墨纸砚后，夏寒烟开始画他想要的香皂盒子的造型。画好后，夏寒烟拿着直接去了冷大叔的屋子。曹春香在旁边缝衣服，冷言就这么温柔地看着他。夏寒烟一进来就看到了这么温馨的一幕，想必他们的感情一定特别好。冷叔，您看看我画的这些，您能用木头做出来吗？冷言接过图纸，都是比较简单的样子，于是点点头说：能做出来，不过这个盒子需要买零件，回弯的地方需要安装折页，其他的就比较简单了，主要是打磨比较费功夫。好，我知道了，那冷叔就先做这个模具吧，这个明天要用，零件我让三哥明天去县城买。好，叔知道了。这几天家里伙食好，再加上夏寒烟时不时就往吃食里加灵泉水，冷言的气色明显都变好了。虽然还是骨瘦如柴，但已经没有了刚开始的死气。一听说能帮家里挣钱，他恨不得觉都不睡，就去做夏寒烟要的东西。最后还是因为天黑看不见了，这才放下手里的砂纸。第二日一早，夏寒烟起来做早饭的时候，就听到了东屋传来的沙沙声，看来冷叔已经在打磨木头了。夏寒烟来到厨房，今天早饭就吃鸡蛋面条好了。吃过早饭后，夏寒烟让冷三郎去县城买零件，再买些颜料回来。曹春香一早就去了村长家，村长家的大儿子就是盖房子的，当初冷言他们都是在一起干活的。村长正愁儿子没活呢，没想到这生意就上门了，村长自然满口答应。夏寒烟在家开始做香皂，昨天过滤好的碱水已经沉淀好了，最上面一层已经变成了清澈的水。将粗盐捣成细盐后，倒进猪油里，然后搅拌均匀，直到盐和猪油彻底融合，再加入碱水，最后倒入玫瑰花捣出来的汁水，用勺子不停地搅拌，直到变得粘稠，最后倒入长方形的模具内。夏寒烟闻了闻，有一股玫瑰花的香味儿，颜色也有些微微发红，很是漂亮。夏寒烟将表面刮平后，放在阴凉处定型。这时曹春香正好回来，看到夏寒烟便笑着说：小烟呀，下午盖房子的人就来了，你这些东西有没有不能让外人看的？赶紧先收起来。曹春香看着满院子的草药，他知道这东西都可值钱了，要是被外人看去了，再学小烟也去采药，那小烟不是采不到了吗？曹婶子的意思夏寒烟明白，四处看了看也没啥不能看的。曹婶子的意思夏寒烟明白，四处看了看也没啥不能看的。这药材山里就有，他也不怕别人学。他可是从小就和奶奶学习认草药的，直到18岁才开始学习制药。没关系的，婶子，这些东西他们看了没人教也学不会。好，那就行。妍妍，需要我做什么呢？冷大郎走过来问：大哥，你会编竹筐吗？当然会了，乡下人都会编这个。妍妍是需要竹筐吗？我想要一个大一些的竹筐，不要太深，圆形或者长方形都行，我用来晾晒草药，总放在地上也不行。婶子说下午建房子的人会来，他们来回走路搬东西也不方便。行，我去砍些柳条，一会儿回来多编几个。四郎，夏寒烟喊道：媳妇儿，怎么了？四郎从屋子里跑出来。四郎，三哥处理好的猎物，你看到他放在哪里了吗？我知道，三哥放井里了。我知道，三哥放井里了。井里？三哥怕放坏了，于是就掉在了井里，这样能多放几天。行，我知道了。夏寒烟往水井里看了看，果然里边有一个木桶。夏寒烟赶紧转动辘轳，把木桶拉上来。媳妇儿，你小心些。四郎在旁边担忧地说道。
这时候四郎无比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这样的话，这些危险的事他就能替媳妇儿做了。四郎，回屋给我拿个木盆来。夏寒烟将处理好的猎物全部拿到木盆里，又把水桶放了回去，将猎物都拿到厨房，又用清水洗了一遍。今天就把这些猎物都做了，不然再放2天就坏了。留出1只鸡1只兔子，留着中午和晚上吃，剩下的全部做成肉干，这样就可以储存很长时间都不坏。夏寒烟把剁好的肉块放进大盆，撒上盐、白酒、白糖、酱油、葱姜，开始腌制。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左右，冷大郎就拿进来一个圆形的大筐，夏寒烟看了十分满意。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原来是盖房子的人来了。曹春香从屋里出来招呼他们，夏寒烟也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去后院看了看。来的这些人夏寒烟一个都不认识，他来的这几天也没怎么出门，所以村里的人也就认识那么几个。10几个人来到后院，为首的就是村长的大儿子张一鸣。夏寒烟见他也帮不上忙，更不懂盖房子，所以就去了前院。冷大郎正在编竹筐，编得又结实又好看。夏寒烟蹲下看了看，他就不会编这东西。他记得小时候和奶奶学了好久，可编出来总是4不像。大哥，咱家这房子买的时候是连地皮一起买的吗？不是，当初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只花了2两银子买了地皮上的东西，也就是房子和水井。不过娘去找村长建房子的时候啊，已经把地皮买下来了。夏寒烟这才放下心来，想不到这里的人对产权意识还挺强的。不一会儿，盖房子的人留下一半挖地基，一半去买建房子要用的青砖和瓦片。婶子，怎么样？钱够吗？够，放心吧。婶子，盖房子咱们家用管饭吗？婶子正想和你商量这件事呢。包午饭呢，一个人1天20文，不包午饭呢，1天30文。小燕，你说咱们怎么算工钱呢？婶子，他们都是本村的人吗？闻言，曹春香点点头。那就不管饭，咱们家地方太小，吃饭的地方都没有，锅也小，根本做不了那么多人的饭。行，那咱就不包饭了。一大帮人忙碌了一下午，眼看时辰不早了，他们进屋看了看冷大叔，就都回家去了。见人都走了，夏寒烟赶紧做晚饭。有这些人在家，他中午想做的鸡都没做上。不为别的，你说人家都看着，你家怎么好意思吃肉？晚上夏寒烟把野鸡和野兔全都做了，中午没吃上，那晚饭就补上。将鸡肉和萝卜炖在锅里，转身刚要去拿兔肉，这才看到木桶里还有1条大鱼没吃呢。幸好买回来的时候是活的，转身刚要去拿兔肉，这才看到木桶里还有1条大鱼没吃呢。幸好买回来的时候是活的，不然可放不了这么久。今天就先吃兔肉吧，鱼等明天再吃好了。当2道肉菜被端上桌后，一家人眼睛都亮了，好多肉呀，足足2大盘。小妍呀，我们天天这么吃，是不是？曹春香咽着口水，可心里却觉得天天这么吃有些罪过。婶子，我们赚钱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然整天累死累活的赚那么多钱做什么？这话虽然听着有些别扭，可细想却觉得十分有道理。二哥，吃肉，这2块没有骨头，你慢些吃。好，谢谢妍妍。冷二郎听觉很敏锐，即使嫣嫣不说，他也知道嫣嫣给他加了肉。二哥不用客气，你眼睛不方便，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一家人把1只鸡1只兔子连带着1根萝卜都吃得干干净净，就连最后的汤汁都被四郎泡饭吃了。冷家要盖房子的事像长了翅膀一样，顿时在村子里炸锅了。吃过晚饭，太阳还没落山，大家闲着没事就爱在村头的大树下东家长西家短的唠唠嗑。哎，听说了吗？冷家要盖房子了。这么大的事儿，哪能没听说呀？真没想到冷家竟然有钱盖房子。哎，你说他们家的钱真的是那买来的媳妇带来的？不然冷家能有那么多钱盖房子？听说呀，那房子盖的可不小。我可是听说那买来的小媳妇儿去了狼牙山好几趟呢。就咱们这山上能有啥呀？不是野菜就是野草的。今天我家那口子去山上转了1圈了，连个兔子影都没看着。我们家的也是，不过他说明天再去碰碰运气，要是还打不到就不去了，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哎呦，你说人冷家怎么就打了这么多野鸡野兔呢？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八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旁默不作声的狗蛋娘可不认为冷家盖房子的钱是那个丫头骗子带来的。那丫头刚来的时候，她可是看得清清楚楚，那丫头是空着手来的，啥也没有，
怎么可能突然就有了这么多钱盖房子？再说了，那丫头要是真有这么多钱，又怎么会被卖到这穷山沟沟里？肯定是他们在山上找到了什么挣钱的宝贝。那丫头带着冷三郎去了好几次后山，哪次回来那背篓可都是满满当当的，也不知道装的是啥，下次得让相公注意一下。夏寒烟完全不知道，他已经成了村里八卦的对象，更不知道已经有人惦记他挣钱的法子了。夏寒烟将剩下的玫瑰花瓣全部放进箩筐里晒干，这样想用的时候随时都能拿来用。家里到处是箩筐也不方便，于是他便和冷大郎说要打一个木架子，一层一层的，这样这些箩筐就都能放在木架子上了，能省不少空间。第二天盖房子的人早早就来了，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来，这天气是越来越热。在大太阳底下，众人只觉得身上都快晒冒烟了。这天太热了。夏寒烟一早上起来吃过早饭后就煮了绿豆水，还让暖宝在空间的山里找了薄荷叶，绿豆水里放几片薄荷叶，煮好后他也学冷三郎放到井里吊着，这样等中午热的时候就能喝了。就在人们口干舌燥汗流浃背的时候，夏寒烟赶紧让冷三郎去把井里的绿豆水拉上来给他们拿过去。一想自己家里的碗也不够，于是只能到隔壁刘婶子家里借几个。大家正口渴难耐，自己带来的水都快喝完了。正在这时，冷三郎大声吆喝：各位叔叔大爷，快过来喝水，凉快凉快。众人一听，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聚拢过来。冷三郎赶紧给众人盛汤。夏寒烟见冷大郎还没过来，他今日也跟着盖房子了，赶紧让冷三郎盛了一碗绿豆汤端了过去，一会儿该不凉了。大哥，快过来歇歇，我煮的绿豆汤你喝一碗。来了。冷大郎听到夏寒烟喊他，脸上严肃的表情都柔和了许多，不自觉的就弯起了嘴角。夏寒烟还是第一次见冷大郎笑呢，于是也笑着说：大哥笑起来真好看，以后要多笑笑。冷大郎被夏寒烟说的有些不自在，不过心里却暗自决定以后要多笑笑。妍妍愿意看他笑。这绿豆汤为何如此凉爽？这里面放了薄荷叶慢慢熬煮，再加上些许白糖，在井里吊了一个上午，口感自然好。最主要的是，这薄荷叶可是空间里的东西，那可是带着灵气的，能不好喝吗？这边众人抱着冰冰凉凉的碗，喝得那叫一个满足。看到远处的两人，张一鸣笑着说道：三郎啊，那就是你们兄弟的媳妇儿吗？冷三郎笑着说：是啊，张叔。这绿豆汤也是你媳妇儿煮的？啊，一早上煮好就掉在井里了。有这样的媳妇儿，你们兄弟有福了。是啊，妍妍对我们特别好。看出来了。张一鸣心想，就连大郎那个面瘫脸都有了笑容，看来他兄弟这个家要起来了。只是可惜了他兄弟冷言，这辈子怕是只能躺在床上了。哎，还真是怀念他们以前走南闯北的日子。喝完了绿豆汤，身上也不热了，就连身上的疲累都一扫而空。众人只觉得身上又充满了力气，大家只以为是喝了绿豆汤凉快的原因，身上有了力气，大家又接着挖地基。冷大郎将碗递给夏寒烟，看着他白皙的皮肤染上了一抹粉红，应该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妍妍，你快回屋待着，外面太热了，你看你脸都晒红了。好，你腿不方便，帮着干点就行，别累着了。好，快回去吧。回到房间，夏寒烟就去了曹春香的房间。婶子，做衣服呢。小妍呀，你来的正好，婶子刚把你的衣服做完，来，快去穿上试试。说完就递过来一套嫣红色衣裙。夏寒烟接过裙子，看着密实的针脚，夏寒烟很喜欢，样式也好看，做的是掐腰长裙，腰上还做了腰带，腰带上绣了花纹，难怪会做了这么久，原来是绣了花纹。夏寒烟穿上后抬起手看了看，大小正合适，于是她整理了一下头发就去了东屋。婶子，大小正好。哎呦，简直是太好看了。哎呀，小妍呀，你年纪小，以后就穿这些亮堂的颜色，看着让人眼前一亮，就跟那仙女下凡似的，嗨，真好看。婶子，哪有那么夸张？哎，婶子可没有夸张。老头子，你说小妍是不是穿这个颜色衣服好看？咱们小妍长得标致，穿上这衣裙确实好看。小妍呀，
婶子想等家里房子盖完了，就去官府给你办理户籍。可要想把你的户口落在婶子家户头上，你就得和大郎他们办理婚书，还要找人担保。不过这4个人只能有1个人能和你领婚书。婶子想问问你，你看你想和谁领啊？这时候的婚书应该就和现代的结婚证一样吧，和谁领都一样，反正他也不和他们圆房，以后如果他们找到喜欢的人也能娶进门，他不过是想要个户口罢了。他都想好了，到时候婚书作废，他就单独立个女户，他想去哪都行。婶子，那就和大哥领吧，大哥毕竟是家中长子。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房子建完了，你和老大呢就把婚书领了，婚礼咱先不办，等你想好了再说。好。婶子，我来是想问问您，4郎今年都11岁了，如今家里有钱了，不如让4郎去读书吧。可是小燕呢，读书很贵的，光是束修就要5两银子，再加上笔墨纸砚吃喝用度，平均1年下来怎么也得20两。婶子，20两不多，我多做2瓶药就赚回来了。小燕，婶子知道你能赚钱，可那都是你的钱，婶子不能要。婶子也不想让4郎觉得这钱来得太容易了。婶子，4郎如今11岁了，不是没有过苦日子，他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吃过饱饭，他比任何人都知道现在的生活有多难得，所以我相信4郎不会误入歧途的。那一会儿问问4郎吧，看他愿不愿意去，读书也是需要天赋的。行，婶子有时间问问他，看他愿不愿意去。说完，夏寒烟便出去了。回到房间就看到冷二郎坐在窗边发呆，夏寒烟这才想起来，冷二郎也是个读书人，而且是个很有天赋的读书人。嫣嫣，你来了。二哥，你怎么知道是我？夏寒烟鬼使神差的抬起手在冷二郎的眼前晃了晃，没想到冷二郎竟准确的抓住了夏寒烟的手。夏寒烟鬼使神差的抬起手在冷二郎的眼前晃了晃，没想到冷二郎竟准确的抓住了夏寒烟的手。二哥，你能看见呀？没有。那你怎么知道是我来了？还知道我在做什么？嫣嫣身上有股特别的香味，你一来我就闻到了。你手在我面前晃，有风打到我的脸上，所以才能精确的抓住你。二哥真敏锐。眼睛看不见，自然会变得敏感。二哥，我给你把一下脉吧。嫣嫣会医术吗？学过一些，不过不是很精通，我的强项是制药。夏寒烟说完便将手按在了冷二郎的手腕处。夏寒烟闭上眼仔细感受，这时脑海里传来暖宝的声音：宿主，暖宝可以帮你给他们检查身体哦。夏寒烟猛地睁开眼睛，有些惊讶地问：真的吗？你可以检测他们的身体状况？是的，宿主。那其他人也可以吗？只要是宿主想要检测的人都可以。暖宝，我简直太爱你了，你还有什么惊喜给我？暖宝，我简直太爱你了，你还有什么惊喜给我？因为这个空间本来就是灵泉空间，是能治病救人的，我能检测他们的身体情况也不奇怪。好，那你快帮我检测一下二哥的身体。好的，开启扫描。扫描完毕。宿主，他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有些营养不良。他的眼睛是因为脑袋里淤血压迫神经导致的暂时性失明，你只要多给他喝灵泉水，他很快就会恢复的。好，我知道了，谢谢暖宝。宿主，不用客气。夏寒烟睁开眼看着冷二郎说：二哥，你的身体有些营养不良，以后要多吃一些有营养的补回来。好。至于二哥的眼睛也会好的。夏寒烟的话冷二郎并没有放在心上，他的眼睛已经瞎了7年，早就不抱希望了。他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嘴角始终挂着微笑。夏寒烟知道他并没有相信他的话。冷家这边热火朝天的忙着盖房子，村长闲着没事也会来看看。这时门外突然跑进来一个年轻汉子，看到村长焦急地喊：村长，不好了，刘柱受伤了。啥？到底咋回事？今天刘柱和几个村民去狼牙山狩猎，可刚刚被人抬了回来，说是被狼牙山上的狼给伤了。人呢？在村口呢。快走去看看。村长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媳妇，你说咬伤刘柱的不会是我们认识的那群狼吧？不知道哎，不过那群狼很有灵性，如果不主动招惹他们，他们是不会伤人的。走，三哥，我们也去看看。好，走。说完两人也跟着众人去了村口。相公，你咋了？这是咋了呀？
一个女人扑到满身是血的男人身上就开嚎。夏寒烟来的时候，就见那女人还在哭。定睛一看，这不是那天看他有敌意的女人吗？原来受伤的是他的相公。定睛一看，这不是那天看他有敌意的女人吗？原来受伤的是他的相公。村长来了，村长来了。村长走进人群里，夏寒烟也看到了满身是血的人，胸前被划了2道很深的大口子，正在鼓鼓往外冒着血。再这么流下去，人可就危险了。那深可见骨的伤口也不知道包扎一下，用破衣服捂一下也行呀。这时村长走近一看，这满身是血的模样，也吓了一跳。看到哭哭啼啼的女人就闹心，于是不耐烦地喊了一嗓子：哭啥哭？人还没死呢！这时狗蛋娘赶紧上前拉着他站到了一边。看来他们2个的关系不错。夏寒烟转头小声问冷三郎：三哥，那2个人是什么关系啊？他们是堂姐妹。原来是姐妹。他终于知道那女子对他的敌意是从哪里来的了。这时村长见人都快昏迷了，赶紧说：快送到县城医馆里去。听到村长的话，夏寒烟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这人怕是挺不到送医馆了。不说别的，就这一路的颠簸，这人就挺不住。在众人要将人抬上板车的时候，夏寒烟出声说道：村长，这一路这么颠簸，这人怕是受不住。那可怎么办呢？我的儿啊！一个老妇人扶着板车就哭了起来。夏寒烟想了想，从怀里拿出一瓶血凝露递过去说：把这个给他撒到伤口上，先止血再送医馆吧，不然病人怕是撑不到县城了。好，谢谢啊，谢谢你。老太太接过来连忙道谢。这时狗蛋娘却悠悠地开口说：我说刘大娘，你可别乱用药，他又不是大夫，要是这药有什么问题，你儿子这条命可就没了。刘大娘有些犹豫，拿着药不知道该不该用。我确实不是大夫，刘大娘要是信不过，便把药还给我吧。说完便伸出了手。这时狗蛋娘旁边的女子，也就是男人的媳妇儿崔氏，突然就想起了前天夏寒烟说过的。他早就提醒过他们山上有狼，可那时候他就是听信了堂姐的话，对他有偏见，还不听劝的让相公去山里打猎。没想到相公他们真的遇到了狼。想到这里，他擦了擦眼泪，一个箭步上前就夺过了婆母手里的药。月娥呀，这药……娘，相公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冷家媳妇儿说的对，相公只怕撑不到送医馆，如今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崔月娥说完，打开瓷瓶，将相公的衣服打开后，对着伤口刚要撒，就被狗蛋娘制止了。月娥，你怎么真相信他说的话？你可别害了你相公。堂姐，当初要不是听了你的话，我也不会让相公去狼牙山狩猎，相公也就不会伤成这样了。我说崔月娥，你可别血口喷人，我可什么也没说，你怎么往堂姐身上泼脏水呢？这件事绝对不能怪到自己身上，不然村里一人一口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而且刘家兄弟多，他可不能得罪。看到堂姐翻脸，崔月娥用凉飕飕的眼神看了堂姐一眼。就是他在他面前一直说冷家媳妇儿的坏话，所以才让他对冷家媳妇儿产生了偏见。堂姐还说他肯定是在山上发现了好东西，这才不让大家伙上山。还说刘家兄弟多，让他们去山上看看，说不定能碰到好东西，就是多打几个野鸡野兔也是好的。而堂姐的2个相公却待在家里，啥事没有。他这是被堂姐当先锋了。明明就是堂姐好奇狼牙山上有什么，这才撺掇他让相公去山上看看。崔月娥心里暗自决定，这次如果相公能逃过一劫，他便和堂姐划清界限。看到崔月娥的眼神，狗蛋娘莫名就有些心虚。可一想到他也没做什么，又不是他让刘柱去的狼牙山，他不过是在堂妹面前发了几句牢骚罢了。想到这里，他那点心虚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看到堂姐的模样，崔月娥不再理他，将手里的药毫不犹豫地倒在了刘柱的伤口上。哼，真是个蠢的，谁的药都敢用。要是直接送走了刘柱，我看你还有什么脸待在刘家。正在这时，就听旁边一个汉子大声叫了起来：不流了，血止住了。听到说话声，众人都看向了刘柱胸前的伤口，果然刚刚还冒血的伤口此时已经不流了。众人顿时惊讶不已，这是什么灵丹妙药不成？
短短几息间就止了血。狗蛋娘顿时用一副见了鬼的表情看着夏寒烟，她的药还真管用。刘老太和崔月娥也是一脸激动，血止住了，止住了，相公儿子有救了。夏寒烟见状上前握住男人的手腕，把了下脉。众人见状也不敢出声打扰，就凭人家能拿出那么好的药，就说明人家有本事。大家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夏寒烟点点头，已经稳住了，只是这么深的伤口还是需要到县城医馆去处理一下。伤口这么深，应该需要缝合。我叫夏寒烟，快去县城吧，我不过是举手之劳。他今天拿出止血药，倒不是他有多善良，能以德报怨，只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允许他见死不救，好歹是条人命。等人走了，村里又热闹了。没想到冷家这买来的媳妇这么厉害，看刚才那样子应该是会医术的。十里八乡的赤脚大夫，那可是众人不敢得罪的人，大家得有多想不开，去得罪一个大夫。人走了，夏寒烟也回家了。晚上夏寒烟蒸了白米饭，又做了糖醋鱼，他空间里的东西也能适当的拿出来点了。反正这些天都是他在做饭，其他人也不知道米剩多少，面剩多少。又是吃饱喝足的一天，冷家众人满足的早早睡了。谁知睡到半夜，突然听到了焦急的喊声，出来一看，原来是刘大娘和她的大儿子刘铁。刘婶子，这是咋了？大郎娘，我是来找大郎媳妇的，大郎媳妇在吗？大郎娘，我是来找大郎媳妇的，大郎媳妇在吗？大娘，您找我什么事？大郎媳妇儿，我求你救救我儿子吧，我求求你了。大娘，您不必这样，您说找我什么事？大郎媳妇，我求你去给我家刘柱看看吧。今天从医馆回来还好好的，可是刚才月娥跑来说刘柱突然发起了高热，吃了大夫开的药也不管用，眼下人都已经烧糊涂，都开始说胡话了。行，大娘别着急，我去拿点东西，这就跟你去看看。冷大郎和冷三郎不放心，都要跟着一起去，夏寒烟便同意了。几人急匆匆出了门，直奔刘大娘家里。夏寒烟来到床边，看到床上的人面色潮红，嘴里还时不时地呓语着什么。夏寒烟用手探了探他的额头，好热，看来是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热，这算是正常现象，只要及时退烧就行。将灵泉水倒一些到盆里，然后说：拿帕子给他擦手脚，还有额头和腋下。夏寒烟选了一根稍微长一些的针。这时冷三郎也抱着药碾子回来了。夏寒烟将曼陀罗从篮子里拿出来，递给冷三郎说：三哥，把这个给我捣碎。啊，好，我来吧，我力气大，捣得快。不一会儿曼陀罗就被捣成了泥。燕燕，你看这样可以吗？嗯，可以了。拿过灵泉水滴了几滴进去后，便看着冷大郎说：大哥，喂他喝下去吧。好。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男人便沉沉地睡了过去。夏寒烟试着叫了叫，男人没有任何反应。寒烟妹子，我相公这是怎么了？怎么没有反应了？放心吧，嫂子，他只是被麻醉了，暂时失去意识，1个时辰后会自己醒过来的。啊，原来是这样。夏寒烟拿出灵泉水，将伤口仔细清洗了一遍。幸好他有灵泉水，能避免伤口发炎，不然还真不敢轻易尝试缝合术。大哥三哥，你们2个把蜡烛拿到我面前来。大哥三哥，你们2个把蜡烛拿到我面前来，尽量照得亮些。啊，好。2人把蜡烛拿在手里，一左一右地站在夏寒烟身边。夏寒烟静守后，拿起绣花针，开始在留住胸前的伤口上穿针引线。看得冷大郎和冷三郎目瞪口呆，感觉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再看刘柱却没有丝毫反应，好像一点都不疼。旁边崔氏和刘大娘也看懵了，这怎么还在伤口上穿针引线呢？这是要把伤口像缝衣服一样缝起来吗？这得多疼呀！2人虽觉得惊讶，不过并没有出声打扰夏寒烟。终于在半个时辰后，夏寒烟用剪子将头发丝剪断，再拿出血凝露倒在棉布上，小心地擦一下伤口。众人凑近看着男人胸前的2道伤口，此时像是趴着2条大虫子一样，看着都瘆人。寒烟丫头，这能行吗？这头发要是长在肉里可怎么办呢？放心吧，大娘，7天后我会来给他拆线，到时候会取出来的。拿帕子给他擦手脚，还有额头和腋下。烟则是将胸前的棉布打开，想看一下伤口。全部被打开后，夏寒烟傻眼了，这伤口也没缝合，眼下伤口又裂开了，应该是用了止血药，就直接用棉布包起来了。这伤口处理的也太潦草了。
可眼下他也没有缝合的工具。宿主，空间的后山上有曼陀罗花，可以制作麻药哦。真的？可我也没有缝合的工具啊。宿主，那你只能用绣花针凑合一下了。除了线，其他都是要拆线的，用啥都无所谓了。暖宝，你把曼陀罗放在我的篮子里吧，我现在就要用。好的，宿主，已经放在篮子里了。好，我知道了。三哥，你回去把我的药碾子拿来。好，我这就去。说完就跑了出去。夏寒烟又看着崔氏说：“嫂子，家里有绣花针吗？”“有的有的，我这就去拿。”不一会儿，崔氏便拿来了好几个型号的绣花针，看着都瘆人。寒烟丫头，这能行吗？这头发要是长在肉里可怎么办呢？放心吧，大娘，7天后我会来给她拆线，到时候会取出来的。之所以这样缝起来，是为了使伤口更快的愈合，也是为了防止伤口崩裂。只要它没有太大的动静，伤口就不会裂开。哦，原来是这样。娘，我觉得寒烟妹子说的有道理，把伤口缝起来，伤口就不会一动就裂，这样恢复的肯定快。哎，是这么个理儿。不过这柱子咋一声不吭的，我看着都疼啊。夏寒烟没想到这两人接受能力还挺强的，一般人可接受不了。因为我给他用了麻醉散，他现在是啥知觉都没有，所以才会一声不吭的。等他一会儿醒过来，就会慢慢恢复知觉。这个药给他吃下去，这个是固元丹，增强体质的，能让他更快的恢复。还有这几天饮食也要格外注意，这些医馆里的大夫应该和你们说了吧？说了，大夫都和我们说过了，让饮食尽量清淡，少放油。最好是吃些鸡蛋、鸡肉、瘦肉、鱼肉都行，太硬的东西不能。好，我记住了。寒烟妹子，今天真是多谢你了。你给我们用的止血药，我们去县城的医馆也看到了，大夫说那一瓶血凝露就要20两银子呢，竟然给我相公用这么好的药。来，这些钱你拿着，别嫌少，等下来秋卖了粮食，我们一定报答你。啥？20两？他卖给医馆是10两，他们转手就卖了20两，那他是不是卖便宜了？等夏寒烟他们回到家，天都亮了。妍妍，天色还早，你忙了半宿，赶紧再去睡一会儿。对呀，媳妇儿，你再睡一会儿，你脸色看着不好看。好，那我去睡一会儿，你们也半宿没睡，也去睡一会儿吧。好。夏寒烟说完就回了房间，看到冷二郎已经起来了，正坐在窗子旁，听到动静，他立刻开口说：“嫣嫣，是你回来了吗？”“是啊，二哥，是我回来了。”“嫣嫣，刘柱没事了吧？”“没事了。”“好，嫣嫣真厉害，你忙了这么久，赶快去休息休息。”“那我去休息了。二哥，你不要坐太久，适当的出去走走，晒晒太阳，有利于你恢复。”“好，二哥知道了，你快去休息。”“好。”夏寒烟说完，转身就钻进了被窝里，昏昏沉沉的便睡了过去。不一会儿，冷三郎也走了进来，他也得睡一会儿补补觉。冷三郎睡得迷迷糊糊中，就听到有人在说话，他迷茫的睁开眼，就听到自家媳妇儿好像是做噩梦了。“媳妇儿，你咋了？媳妇儿！”此时夏寒烟正被困在梦里，他梦到原主了。“你是想回到你自己的身体里吗？”夏寒烟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问道。此人正是原主。夏寒烟见她貌似是想回到自己的身体里，试了几次都被弹出来后，女孩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为什么我回不去？明明那是我的身体。”“别哭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把身体还给你。不用你还我，我只是想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回去罢了。不用你还我，我只是想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回去罢了。眼下已经试过，看来我真的回不去了。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是要去投胎转世吗？我很快就要走了，你现在魂体不稳，所以我才能靠近你，和你说话。我来是想告诉你，我的家人可能很快就来找你。来找我做什么？不知道，这些都是我感知到的。那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人，找你准没有好事。那你希望我怎么做？我只是想让你帮我问他们一句，这些年他们有想起过我这个女儿吗？好，我知道，我会替你问的。媳妇儿，你醒醒啊，你怎么了？他猛地睁开双眼，入眼便是冷三郎焦急的面容。媳妇儿，你终于醒了，你怎么了？你一直在说梦话，是做噩梦了吗？说梦话？我说什么了？你一直在说什么还给你啊，还给你的，别的我也没听清楚。听到冷三郎的话，夏寒烟这才放下心来，
还好没说什么，吓死他了。没事的，三哥，我就是做噩梦了。啊，那就好，你刚才的样子可把我吓坏了。我已经没事了，三哥别怕。啊，那就好。你饿不饿？要不再睡会儿？我还不饿，我现在有些累，想再睡一会儿。好，那你好好休息啊。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就见天光大亮，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嫣嫣，你醒了？二哥，什么时辰了？已经40末了。我睡了这么久。嫣嫣昨晚太累了，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多睡一会儿也无妨。中午是夏寒烟做的饭，肉干已经晒干了，可以上锅蒸了。这个不着急，等做完饭再蒸就可以，不然锅都不够用。吃过午饭后，夏寒烟又喝了灵泉水，人已经彻底精神起来了。夏寒烟叫来冷大郎，他要上山。这次上山，他特意带了2个水囊，一个里面是稀释过的灵泉水，一个里面是纯净的灵泉水，这个是给小狼他们喝的。夏寒烟怕一会儿狼群来了会吓到冷大郎，所以提前和他说了狼的事。冷大郎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两人前脚刚上山，后脚狗蛋娘就拿着篓子也上山了。他倒要看看夏寒烟这个贱蹄子在狼牙山有什么秘密。这时夏寒烟脑海里突然传来暖宝的声音：宿主，身后有人跟踪你。跟踪我们？是谁啊？是你们村的狗蛋娘，她就在你们身后不远处的大树后面。夏寒烟转过头，果然就见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面露出了衣服的一角。夏寒烟也没有打草惊蛇，他倒要看看这人想做什么。两人顺着每次上山的路，直接就进了狼牙山深处。狗蛋娘顿时有些犹豫了，那里边可是有狼的，可这都跟了一路了，这时候放弃也太可惜了。狗蛋娘顿时有些犹豫了，那里边可是有狼的，可这都跟了一路了，这时候放弃也太可惜了。夏寒烟他们都敢进去，他有什么不敢的？走了一会儿，就看到一片柴胡。夏寒烟赶紧招呼冷大郎：大哥。怎么了，嫣嫣？大哥，这个是柴胡，这里有不少，你帮我一起挖，小心别把根挖断了。好。狗蛋娘在远处看着两人在树林里挖野草，一脸的疑惑。他们挖野草做什么？等两人挖完去了别的地方，狗蛋娘来到两人挖过的地方，蹲下身看了好半晌，怎么看都是野草，他们挖这个干什么？难道是什么他们不认识的宝贝？如此想着，他便把夏寒烟他们挖的野草也挖了2颗放在篓子里，然后又继续跟着两人。突然一声狼嚎传入几人耳中：啊！狼来了，狼来了！救命啊！看到狗蛋娘吓得撒丫子就跑，夏寒烟不厚道的哈哈大笑。嫣嫣，他是一直跟着咱们吗？可不是，跟了咱们一路了。你早就发现他了？狼群来到夏寒烟面前便停了下来。姐姐，我来找你玩了，这些都是我的小伙伴。小狼崽的声音传来，夏寒烟循声望去，就见小狼崽正趴在一只灰狼的背上。夏寒烟走过去，想把小狼崽从灰狼背上抱下来，可冷大郎却上前阻止了夏寒烟。嫣嫣，太危险了，我们还是离远一些吧。夏寒烟这时才发现，冷大郎一直都绷着神经，高度紧张防备着他们。大哥，你放轻松，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放心吧。姐姐，你身边的哥哥怎么换了？上次那个哥哥呢？上次那个是我三哥，这个是我大哥，他们是兄弟。嫣嫣，你是在和他说话吗？你能听懂他说话？是啊，大哥。那他是在问我吗？是啊，大哥，他问我身边的哥哥怎么换人了，还问三哥干什么去了。我能摸摸他吗？好吧，看在你是姐姐哥哥的面子上，让你摸一下。你快摸呀！我告诉你，一般人本宝宝可是不给摸的。听着小狼崽傲娇的语气，夏寒烟扑哧一下就笑了出来。冷大郎感受到手里毛茸茸的，于是便摸了好几下。这小狼崽手感可真好，白白胖胖的，一看就不缺肉吃。夏寒烟去摘了几片大树叶，将带来的灵泉水分给他们喝。这个是给你的，这些是给你的小伙伴的。谢谢姐姐。不用客气，上次答应给你带水喝的。姐姐身上有这个香香水水的味道，要不是狼父狼母不同意她下山，她都希望以后就跟在姐姐身边了。姐姐，你要这个草做什么？这个不是草，这个是药材，可以治病的。那我带你去找，我知道哪里有这些草。真的吗？
姐姐，你要这个草做什么？这个不是草，这个是药材，可以治病的。那我带你去找，我知道哪里有这些草。真的吗？真的，姐姐跟我走。走，带姐姐去找草药去了。狼叫声传遍山林，接着便跑了出去。而刚刚被狼群吓到撒丫子就跑的狗蛋娘，刚想停下来休息一下，就又听到了此起彼伏的狼嚎声，吓得他顾不得休息，立刻又朝着山下跑。一进村子就瘫软在地，得救了，他终于回来了，吓死他了。不过夏寒烟和冷大郎被那么多狼包围了，估计是凶多吉少了吧。叫他们没事去深山，活该。看到村里的乡亲们，狗蛋娘的一颗心总算是放回肚子里了。狗蛋娘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我刚才上山碰到狼群了，吓得我赶紧就跑了回来。我还看到。哎呦，狗蛋娘，你看到啥了倒是说呀，话说一半咋这么急人呢？是啊，你倒是说呀，看到啥了？不过他还是要去看看才行。村里人报完了信也就都散了。冷三郎把曹春香扶回院子里，小声地说：娘，你别太担心了，媳妇儿我们上次救了小狼崽，这次8成也是那群狼。如果是他们的话，媳妇儿和大哥就不会危险。这就去山上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好，你快去，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你快去。啊，好，我这就去看看。冷三郎说完就背着竹篓上山了。顺着每次上山的路，冷三郎直奔深处。而此时夏寒烟和冷大郎在小狼崽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座峡谷内。姐姐，你看那里都是你要的药材。天哪，这是捅了药材窝吧？夏寒烟赶紧蹲下身看看都有什么药材。天哪，他看到了什么？那是人参吗？还好几颗，发了。于是赶紧走上前，开始小心翼翼地挖了起来。大哥，你帮我挖这个草药。好。说完蹲下就开干，也不多问，就是干活。夏寒烟觉得冷大郎的性子更适合带他出来，人麻利话不多，不该问的是一句都不问。夏寒烟想了想，刚才狗蛋娘撒鸭子跑下山的事，那人下了山肯定会和村里人说，家里听到他们遇到狼群肯定会担心。小狼崽，你去外面帮我看着点，看看有没有人上山找我们，要是有，你把他带来这里，回来我给你喝水。好的，姐姐，我这就去，姐姐放心吧。妍妍，你是怕有人上山寻咱们吗？别人肯定不会来，不过没准三哥会来，让小狼去接一下，省得找不到我们，平白让他们担心。还是妍妍考虑的周到。说完，两人又开始埋头挖草药。夏寒烟一边挖一边往空间里扔，暖宝会将药材种在黑土地上，再浇些灵泉水。眼看着黑土地上的药材越来越多，暖宝欢快地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在空间里飞来飞去的。就在两人埋头挖的时候，小狼崽嗷呜嗷呜地跑了回来。姐姐，哥哥给你带来了。夏寒烟一抬头，就见一群狼身后跟着一个少年，正是冷三郎。夏寒烟站起来挥挥手喊道：三哥，这里。媳妇儿，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冷三郎上前就抱住了夏寒烟，夏寒烟顿时手足无措起来。这怎么还抱上了？看到手足无措的夏寒烟，冷大郎握拳滴在嘴边咳了咳。听到动静反应过来的冷三郎赶紧松开夏寒烟。天哪，他是做了什么蠢事儿？怎么上来就抱媳妇儿呢？媳妇儿不会生气了吧？冷三郎小心翼翼地瞧了一眼夏寒烟，见夏寒烟正看着他，冷三郎顿时害羞地低下头，这一下就连脖子都跟着红透了。夏寒烟没想到这人竟如此纯情，这才抱一下就羞成这样。三哥，你怎么上山来了？夏寒烟赶紧转移话题道：这村里人听狗蛋他娘说你们上山遇到了狼群，娘不放心，这才让我来看看。我上来找了一圈没看到你们，正着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小家伙，然后我就跟着他来了。媳妇儿，咱们赶紧回去吧，不然娘该在家里着急了。行，我们这边回去吧。说完，三人和小狼崽告别后就准备下山了。转身刚要走，夏寒烟就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夏寒烟眼看就要和大地来个亲密接触，可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他睁开眼就见自己的腰被冷大郎握在手里，冷大郎一个用力，夏寒烟就被冷大郎给拉了回来。夏寒烟又不受控制地砸在了冷大郎宽大而结实的怀里，他的双手此时正张牙舞爪地抓在冷大郎的胸肌上。夏寒烟只觉得手掌下面硬邦邦的，这手感也太好了吧。
夏寒烟鬼使神差的就用力捏了捏，头顶突然传来一声隐忍的闷哼声。天哪，他在干什么？他怎么能摸人家的胸肌呢？夏寒烟立刻红了脸，都不敢抬头看冷大郎了。看到媳妇儿红得要滴血的小耳朵，冷大郎硬朗的脸上突然就多了一丝笑意。看来他这个小媳妇儿也不是什么都不懂。就在夏寒烟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时候，他看到了脚下刚刚绊他的东西。咦，这东西怎么这么眼熟？夏寒烟蹲下身，用手将上面的土扒开，露出了一个红红的东西。这是地瓜吗？夏寒烟赶紧又往深处扒了扒，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红薯就被扒了出来。看着手里又红又大的红薯，夏寒烟笑得像个偷了腥的猫。看到夏寒烟抱着一个红疙瘩傻笑的模样，两个狼赶紧蹲下，问他怎么了。大哥、三哥，你们快帮我挖这个，这里肯定还有。两人闻言就往深处挖，果然又挖到了，直到把冷三郎背来的背篓都装满了，两人这才停下来。夏寒烟看了看，下面肯定还有，今天先挖这些，改天再来挖。三人和小狼崽告别后就下了山。小狼崽一脸的忧愁，他的小伙伴们都好奇地凑过来问他怎么了。看到媳妇儿红得要滴血的小耳朵，冷大郎硬朗的脸上突然就多了一丝笑意。看来他这个小媳妇儿也不是什么都不懂。就在夏寒烟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时候，他看到了脚下刚刚绊他的东西。咦，这东西怎么这么眼熟？夏寒烟蹲下身，用手将上面的土扒开，露出了一个红红的东西。这是地瓜吗？夏寒烟赶紧又往深处扒了扒，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红薯就被扒了出来。看着手里又红又大的红薯，夏寒烟笑得像个偷了腥的猫。看到夏寒烟抱着一个红疙瘩傻笑的模样，两个狼赶紧蹲下，问他怎么了。大哥、三哥，你们快帮我挖这个，这里肯定还有。两人闻言就往深处挖，果然又挖到了，直到把冷三郎背来的背篓都装满了，两人这才停下来。夏寒烟看了看，下面肯定还有，今天先挖这些，改天再来挖。三人和小狼崽告别后就下了山。小狼崽一脸的忧愁，他的小伙伴们都好奇地凑过来问他怎么了。自从喝了刚才那个姐姐给的水以后，众狼只觉得原本混沌浑浊的脑海突然就灵光了，似乎是多了些意识，明白了许多事，所以才能看懂小狼崽此时脸上的表情，就是忧伤。小狼崽哀叹一声：唉，我只是舍不得那好喝的水水，要是能天天喝到就好了。那你以后多让那个姐姐来看你不就行了？可是姐姐不可能每天都上山来的。要不你去求求首领，让首领放你下山去找那个姐姐不就行了？不行不行，我阿娘说山下的人都是坏人，他们都不欢迎我们，而且很怕我们。可是你还这么小，应该还看不出是狼吧？说不定只把你当狗呢。说到狗，小狼崽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姐姐的时候，那时候姐姐好像也把他当成了小狗仔。要是他学会了狗叫，那他就是一只普通的小狗仔，山下的那些人类应该就不会怕他了吧。如此想着，小狼崽赶紧跳上同伴的背，说道：快走，我要回去找狼父。一群狼奔跑在山林里，时不时传来狼嚎。听到狼嚎声，狗大娘手里的碗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摔得四分五裂。两个相公赶紧过来问他怎么了，于是他就和两个相公说了今天的事，得知媳妇儿今天跟着去了深山，还看到了狼群，两人都是一阵后怕，可到底是不舍得说重话，只叮嘱他以后千万别再去深山了。狗大娘心里七上八下的，一直不得安宁。等他来到山脚下，远远的就看到三个人影从山上下来了。走近一看，不是夏寒烟又是谁？奇怪，他明明看得清楚，他们被狼群包围了，为什么能毫发无伤的回来？而且看样子也不像死里逃生的样子。背篓里也是满满当当的。回到家，曹春香看到几人平安的回来了，心中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夏寒烟把今天挖来的草药全部清洗干净，开始分类晾晒。至于挖到的几株人参，夏寒烟全部都放进了空间里。将草药全部处理好以后，夏寒烟又拿过装红薯的背篓，看着又红又大的红薯，夏寒烟便想到了烤地瓜的味道。看到媳妇儿把红疙瘩扔进火堆里，冷三郎不解地问：媳妇儿，这东西是拿回去烧火的吗？当然不是，这个叫红薯，是种能吃的粮食，一会儿你们就等着吃吧，可好吃了。真能吃啊！那明天我再去山上把它们都挖回去，看样子还有不少呢。行，明天咱们一起去，咱们都给它挖回来，顺便再仔细找找，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行，那我得多准备几个背篓去。
夏寒烟把红薯从灰堆里扒出来，还有些烫手，等晾一晾就能吃了。这时四郎跑过来，看着黑黢黢的东西，好奇地问道：媳妇儿，这是啥东西？是煤疙瘩吗？什么煤疙瘩？这可是好吃的。啥？好吃的？可这黑黢黢的。那一会儿你的那份我可就分给大哥喽。不行不行，媳妇儿做的东西我肯定要尝尝的。我们四郎真可爱。好，那一会儿凉了你尝尝，很好吃的。夏寒烟说完就去做晚饭了。今天有红薯，夏寒烟用红薯熬了红薯白米粥，做了一锅五花肉炖红薯。明天去看看那一片有多少红薯，一会儿问问曹婶子，看看家里还有没有空地。他打算种红薯，等红薯丰收了，他就让大哥或者三哥去县城卖烤红薯，也是一份不错的营生。家里不能只靠他制药换钱，万一他哪天就像突然来到这里的时候一样，突然不见了，或者是回到现代了，这一家人也要有活下去的本事才行。制药没有个几年功夫也学不会，四郎就蹲在4个黑疙瘩面前，等着他们晾凉。夏寒烟估摸着时间也差不多了，应该不烫手了，这才把红薯从中间掰开。只见红薯里流出了金黄色的糖浆，香甜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哇，好香啊！冷三郎也被这香味吸引过来，眼神里满是期待。外面的皮掰掉，吃里面的肉。四郎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软糯香甜的口感在口中散开。媳妇儿，这也太好吃了，比肉还香。冷三郎也赶紧接过一块，扒了外面烧焦的皮吃了起来。媳妇儿，这个叫红薯的好好吃啊，甜滋滋的，特别香。那你多吃一点，四郎少吃一点，一会儿还要吃饭呢。知道了，媳妇儿。不一会儿，夏寒烟煮的红薯白米粥和五花肉炖红薯也做好了，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夏寒烟拿过红薯说：这是今天我在山上发现的一种吃食，叫红薯，你们都尝尝怎么样？这个掰开把皮剥掉就可以吃。四郎和三郎则是吃起五花肉炖红薯，他们的烤红薯刚才已经吃完了。二哥，我给你剥好皮了，你尝尝，这个甜甜的，很好吃。好，谢谢妍妍。说完，冷二郎就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吃得极为优雅。这可能和他看不见有关系。怎么样，二哥，好吃吗？确实甜甜的，很好吃。这个叫红薯吗？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地瓜。婶子，您觉着这红薯如何？好吃得很，还软绵绵的，甜甜的，还容易吃饱。我吃了半个，我现在有6、7分饱了，是个好东西。婶子，那我们不如尝试种植红薯看看，这东西不但饱腹感强，产量还高。啊，小燕，这也能种出来？我们也没种过呀，也不知道这东西咋种啊。婶子，不是怎么知道我们种不出来呢？是啊，娘，我们就听媳妇儿的，种点试试吧。这个好好吃，要是能种出来，那就有吃不完的红薯了。可咱家里也没有空地种啊，这家里的地都已经种了其他的作物了。婶子，不如就在院子里种吧，咱们家院子还挺宽的，中间留好走路的地方，两边就用来种植红薯，正好种在院子里，咱们还能够经常观察，要是能种出来，以后肯定要大面积种植的。娘，我看行，咱家院子这么宽，空着也是空着，还不如用来试试。行，那明天娘和你们去山上挖红薯，大郎、三郎，他们俩在家把地翻了。行。啊，翻地啊？娘，要不还是你去家翻地吧，我陪媳妇儿上山去挖红薯，你们2个女人上山也不安全。老三，我可告诉你啊，你以后啊得给我勤快点，不然的话，小燕嫌弃你了，你可别哭啊。行，我在家翻地。老娘养你10多年了，还治不了你呢。晚上趁人不注意，夏寒烟拿几个红薯扔进了空间里，让暖宝种在黑土地上。他怕万一种植失败了，以后再遇不到红薯了怎么办？所以种子必须要留起来。第二天一早，夏寒烟和曹春香就背着背篓上山了。家里冷大郎和冷三郎2人在家翻地，来盖房子的人看到兄弟2个在翻地，都有些莫名其妙。大郎，这时候翻地是要种啥东西吗？昨天我家娘子在山上找到一种吃食，她想自己试着种植一下，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就先在自己家种些试试。众人听后也没在意，前些年也有不少人尝试新作物，可基本没有成功的，所以从那以后人们也就老老实实的种以前种过的作物了。夏寒烟带着曹春香来到山谷里，考虑到小狼崽和他的小伙伴会来看他，所以提前和曹春香说了小狼崽的事。
两人来到上次挖红薯的地方，看到地里的红薯，曹春香这才放松下来，开始挖红薯。夏寒烟看着上面的红薯藤，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种红薯要先育苗，可现在有现成的红薯藤，那直接用这个红薯藤不就行了吗？何必再浪费时间去育苗？于是夏寒烟放下铁锹，寻找适合种植的红薯秧。小烟，你摘这个回去做什么？这个红薯叶子也能吃？曹春香疑惑地问。婶子，我是摘回去种的。用这个能种出红薯？不试试怎么知道？反正都是试着种植，我们就多尝试一些方法，说不定就能种出来了呢。哎，好，那你摘这个，我去挖红薯。说完就又开始挖了。正在两人挖得正起劲时，曹春香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声声狗叫，夏寒烟也听到了。正在他纳闷这山里怎么会有狗时，就叫小狼崽朝他跑了过来，身边也没有其他的小伙伴。此时他的嘴里发出汪汪汪的狗叫声，夏寒烟疑惑，怎么好好的狼不当，要当狗呢？哟，这哪里来的小狗仔呀？咋这么可爱呀？白白胖胖的。汪汪汪！姐姐，你看我学狗叫学的像不？我能不能跟着你回家呀？你要跟我回家？你爹娘让吗？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他们都同意了。不过他们让我在外面只能装作小狗仔的模样。姐姐，你就收留我吧。那行吧，我问问婶子。婶子，你看它挺可爱的，要不咱们抱回去养着吧？等房子建好了，也得有一个看家护院的。行，那就带回去吧。这小狗看着挺可爱的，四郎肯定喜欢。你这么白，以后就叫你小白了。你乖乖的在这里等我们，不许乱跑哦。一会儿你就和我们回家，给你好吃的。好的，姐姐。这小狗仔还挺有灵性的，竟然能听懂人话，还知道回应你。狗狗本来就通人性，不奇怪。那倒是。夏寒烟一边挖一边往空间里扔，这么多，他们一趟肯定背不回去。红薯藤夏寒烟也往空间扔了不少，又把背篓都装满，这才停下来。面前这一片就暂时挖完了。婶子，我再去前面看看还有没有，有的话明天我再来。好，你去吧，我在这把最后的这些红薯装进背篓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好，我去看一圈就回来。说完就又往山谷深处走了走，身后小白就颠颠颠地跟着夏寒烟，看了一圈后没有再发现红薯藤，应该是没有了。婶子，我们这就回去吧，前面我没看到，应该是没有了。行，那咱们就早点下山吧，这里面毕竟是深山，待久了不安全。好。等两人收获满满的从山上下来，刚进村就遇到了大柳树下面唠嗑的村民。哎呦，大郎娘，你们这是挖的啥东西啊？又红又绿的，这东西是不是能吃呀？好不好吃啊？这叫红薯，是我和婶子在狼牙山上挖到的，这个可以吃。你们平时如果看到，也可以挖回来，煮着吃、蒸着吃、炖着吃，或者是烤着吃都行。我老婆子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个叫做红薯的东西。大郎媳妇儿，你们是在哪里挖的呀？我们也去碰碰运气啊。我们是在狼牙山深处挖到的，不过我们挖的地方已经没有了，我们也不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这个是它的叶子，红薯是长在土地里的，你们可以记一下，下次碰到就认识了。我说大郎媳妇儿，你也太小气了吧，就给我们看看这红薯叶，怎么不分我们一些红薯呢？你那么有钱，还缺这点东西吗？何不分我们尝尝，以后遇到了我们也能认识不是？还有我说何事，你可真敢说！现在粮食多金贵啊，你张口就要人家的红薯，脸皮可真够厚的。是啊，何婶子，我们可没有那么厚的脸皮，我们呀就看看这红薯长啥样就行了，可不敢张嘴就要人家的粮食。众人七嘴八舌的开始讨伐着何氏。夏寒烟看了看帮他说话的人，除了刘婶子，其他人他基本都不认识。看来这村里的人大多数还是很好的。你们，我哪里说错了？这东西是从狼牙山上挖到的，那就是村里的，凭什么不分给我？嘿呦，这话说的，你家还去山里打过野鸡呢，咋不见你家分给我们尝尝？就是这事儿必须说清楚，我们找村长去。走，我们都去找村长啊，讨个说法。何时懵了，怎么就要去找村长了？他也没说啥呀。村长在家吗？这是咋了？村长，咱们今天来就是来问问您。村长，咱们今天来就是来问问您，这狼牙山上的东西是不是谁都能去？得了好东西，是不是也不用分给村里人？这帮老婆子，莫不是闲得没事干，拿这事儿来烦我？刘氏，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山里的东西当然是谁找到就是谁的，这有啥好问的？你们要是闲得没事做，就去地里除草。村长，不是咱们不懂事故意来烦你，这不是有人说山里的东西是全村人的，在山里得了好东西就应该分给全村人尝尝。我们这才问问您，咱们狼牙村啥时候有这规定了？可不是，要照这么说，我们家刘柱还在山上被狼给划伤了呢，那医药费是不是也得全村人一起掏钱呢？谁？这话是哪个不要脸的说的？他是村长还是我是村长？村里啥时候有这规定了？我这个当村长的咋不知道？还能是哪个不要脸的？谁不要脸谁自己站出来。怎的，敢做不敢当啊？刘婆子，你说谁不要脸？何事？这话是你说的？村长，我就是随口一说，我也没真想要冷家的东西。人冷家媳妇儿不过是挖了点红薯，你就眼馋的不行。教咱们认就不错了，一张嘴就要人家的红薯，可真不要脸。红薯？啥是红薯？夏寒烟把背篓放在村长面前说道：村长，这个就是红薯，是我和大哥在深山里采药的时候发现的，我以前在游商手里见过，所以认的。去，把赵三喜给我叫来，我倒要问问他是怎么管理赵家的，就让自己老婆子这么出来丢人现眼。不，村长，不要去找三喜，这事是我的错，我年纪大了，老糊涂，我胡说八道的，我道歉，别告诉三喜，我求你了，村长。夏寒烟也不知道这人为啥这么怕这个叫赵三喜的人，于是便小声地问曹春香：婶子，赵三喜是谁啊？赵三喜是何氏的相公，那是个狠人，何氏在家里经常挨打，就这何氏还这样呢。不一会儿，夏寒烟就见一个手里拿着木棍的老头子走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个熟人，正是狗蛋娘。这人怎么来了？我说娘，你这是干什么？啥大不了的事儿啊，至于闹到村长面前吗？瞧瞧你把爹气的，你让相公和爹以后如何在村里立足？真是给相公丢脸，两个相公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娘，没本事还瞎折腾。听到狗蛋娘的话，夏寒烟这才捋顺他们的关系，原来何氏是狗蛋娘的婆婆，这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何氏，我打死你个贼娘们儿，整天出来给我惹是生非，一天不打你，你是不是皮痒了？三喜，行了，把人带回去吧，没事少让他出来。事情解决了，村长便让众人都散了。今天村长可是帮了他们，于是夏寒烟给村长留了几个红薯，还留了10几颗红薯秧，并告诉他吃法还有种法，便和曹春香回家了。村长看着手里的红薯和红薯秧，想着夏寒烟的话：村长，这红薯好吃得很，种植也不费事，您就把这红薯秧躺着埋在土里，把上面露出来一点就行。村长，这红薯好吃得很，种植也不费事，您就把这红薯秧躺着埋在土里，把上面露出来一点就行。种在园子边上，浇点水，也用不了多大的地方，您就当试试，要是成了，也多出一样知识不是？村长拿着红薯秧就去了后院的菜园子，全都种在了菜园边上，也没抱啥希望能种出来。今日真是多谢各位了，这红薯是从山里挖到的，你们拿回去尝尝。众人纷纷推辞，怎么也不肯收下。这是红薯苗，你们不肯收我的红薯，把这些红薯苗拿回去种总可以吧？那行，这个我就要了。夏寒烟和曹春香回到家，把背篓里的小白抱出来放在院子里。这就是姐姐家吗？怎么这么破呀？这也不像姐姐住的地方呀。姐姐家正在盖大房子，只能暂时委屈你一下，等房子盖好了，我让大哥给你搭一个超级豪华的窝。好的，谢谢姐姐。不用客气。哇，姐姐，这是哪里来的小狗仔？这只狗狗叫小白，十分通人性，你要先问过它的意思，它如果同意你摸它，你以后才能摸它，知道吗？它如果同意你摸它，你以后才能摸它，知道吗？我知道了，媳妇儿。小白，我是四郎，我能摸摸你吗？那好吧，虽然我不喜欢人类小崽子，不过看在姐姐的面子上，你摸吧，我不咬你。小白怕人类小崽子听不懂他说话，于是便人性化的点点头。媳妇儿，你快看，小白是在回应我吗？他好聪明啊！小白已经同意了，你可以摸它了。四郎这才轻轻地摸了摸小白身上的皮毛。哇，小白是吃什么长大的？皮毛怎么会如此光滑？四郎眼里都是喜爱，可想到小白通人性，要是一直摸它，他以后讨厌它了怎么办？于是只带着他在院子里玩，还带他去了后院的新房子。小白，你看，这就是咱们家盖的新房子，以后你就住在这里了。好呀好呀，只有这样的房子能勉强配得上姐姐。冷大郎和冷三郎一出来，就看到四郎和小郎崽在一起。
大哥、三哥，你们看，媳妇儿从山里带回来的小狗狗，媳妇儿说它叫小白，可不可爱？它可聪明了，能听得懂我说话呢。两人对视一眼，媳妇儿怎么把小狼崽给带回来了，还和四郎说是狗仔。小白也看到了两人，立刻颠颠颠的就跑到了两人脚下。嘿，两位人类大哥哥，我们又见面了，还记得我吗？两人蹲下身摸了摸小白，小白也任由两人摸他。两人带着疑惑去找夏寒烟，问清楚后，这才放下心来。大哥，等房子盖好以后，你给小白搭一个大大的窝吧，他以后就在我们家住下了。行，这事儿交给大哥，保证给小白布置的舒舒服服的。谢谢大哥哥。他在谢谢你呢。小白，不用客气，你带我们找到这么多草药，这些都是应该的。夏寒烟摸了2把小白，就拿着红薯苗去插秧了。大哥，你帮我打些水来，我种好后，你在后面帮我浇水。好。冷三郎想起娘的话，赶紧上前抢过夏寒烟手里的小锄头。媳妇儿，我给你挖坑，你放苗就行，你手嫩，别起水泡了。这时冷大郎也走过来说：妍妍，还是我来种吧，你在边上看着就行。我刚刚已经看会了，这东西种起来挺简单的。那行，那你们种，我在后面浇水。行，你别累着就行。听着大哥的话，冷三郎撇了撇嘴，大哥什么时候这么能说会道的了？他可不能让大哥比下去。是啊，媳妇儿，你别累着，水要是没有了，你就叫我，我去给你打水。夏寒烟懵逼的点了点小脑袋，这人是咋了？咋突然笑得这么灿烂？冷三郎在前面挖坑，冷大郎负责插秧埋土，夏寒烟在后面浇水。水桶里夏寒烟还放了1碗灵泉水，这样应该就万无一失了。看着有些蔫巴巴的红薯苗，冷三郎看着夏寒烟问道：媳妇儿，这苗没有根，真的能种出来吗？放心吧，肯定能。夏寒烟自信满满的说道：加了他的灵泉水，死了都得给我活过来。夏寒烟看着剩下的20几棵红薯苗，想了想，拿着便去了刘柱家。刚刚月娥嫂子可是帮他说了不少的话，红薯他不要，剩下这些红薯苗让他种上。他相信今年种出红薯的人，明年肯定还会再种的。夏寒烟见门没关，便敲了敲木板门。院子里的一个小孩跑到门口，看到夏寒烟便笑着说：我认识你，你是四郎哥哥的媳妇儿。那个月娥嫂子在家吗？你找我媳妇儿呀？那你进来吧，我去后院叫她。不一会儿，崔月娥就拉着男孩从后院走了出来。寒烟妹子，快进来坐，你咋有空过来？嫂子，我是来给你送红薯苗的，这些是我家种完剩下的，你也不肯要我的红薯，那就找个不碍事的地方把这些红薯种上，这你总不能再推辞了吧？你救了刘处的命，我们还不知道该咋谢你呢。你说我哪能要你的红薯？不过这红薯苗我就收下了，寒烟妹子，谢谢你啊！我以前看到崔月娥一脸懊恼的模样，夏寒烟赶紧说：嫂子，那些事都过去了，咱们就不提了。走，我帮你把红薯种上。到后院，夏寒烟才看到后院还有5个小孩，刘大娘正在帮忙看着这些孩子。看到夏寒烟，她热情地打了招呼：嫂子，这都是你的孩子吗？是啊，这都是嫂子的孩子，还不快叫人？小沈好。这时一个4、5岁左右的小女娃走到夏寒烟面前：姐姐，你真漂亮，我能叫你姐姐吗？听到小女孩的话，崔月娥无奈地笑着说：这孩子当然可以啦，你想叫什么都可以。逗了一会儿孩子，夏寒烟便帮着崔月娥把红薯种在了后院的菜地里。夏寒烟回到家，就见院子里四郎正和小白玩得欢。夏寒烟弯腰摸了摸小白就进屋了。他直接去了曹春香的屋子。夏寒烟打了声招呼：婶子，冷叔。小燕来了。冷大叔打了声招呼，便又低头鼓捣起了手里的木头。夏寒烟看着床上的香皂盒，这才想起来香皂差不多该脱模了。看到冷言，夏寒烟在脑海里和暖宝说：暖宝，对冷言开启扫描。好的，宿主。婶子，我来是问问四郎怎么说，他想去读书吗？我问他了，他说他不想去读书，他说他想学武。学武？他说他不是读书的料。好，一会儿我再去和他谈谈，您忙吧，我就出去了。出去后，暖宝的声音便在脑海里响了起来。扫描完成。宿主，冷言是脊髓受压，导致神经功能受损，要医治不及时，这才致使下半身瘫痪。还能恢复吗？
因为他的脊髓神经只是受损，并不是坏死，所以多给他喝灵泉水倒是能修复他受损的神经。后期的康复训练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能坚持下来，是可以恢复的。能恢复就行。他相信，如果还有机会可以站起来，冷叔不管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何况只是康复训练。看到院子里还在和小白玩的四郎，夏寒烟走过去，看着四郎问：四郎，你不想读书吗？媳妇儿，我不想去读书，我不喜欢读书，我想学武功，将来当个大将军，保家卫国，保护你。可是四郎，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当大将军，不只有武功高就行，你还要会排兵，会布阵，最主要的是你要看得懂兵书。武功好只能当一个莽夫，学问高注定会走进庙堂，只做一个文官。你要想当将军，首先要学会认字。这样吧，你先去私塾学认字，等我给你找好了武学师傅，你就一边学认字一边学武，你看可行？媳妇儿说得对，他不想当一个文官，更不想当个空有蛮力的莽夫。好，我去私塾读书，媳妇儿，你可别忘了给我找师傅。好，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了，我会留意的。说服了冷四郎，夏寒烟便又去了曹春香的屋子。婶子，四郎已经同意去私塾读书了，您看去私塾都要准备些什么？我也不懂。咱们隔壁村就有一家私塾，是高秀才开的。私塾不比书院，束修也相对便宜一些，半年才1两银子。当初二郎就是在高秀才那里启蒙的。那高秀才那里的学生多吗？挺多的，这也有好几年没有去过了。不过高秀才人好，10里8乡去不起书院的，都愿意把孩子送到他那儿去。可如果他那里的学生太多，难免会顾不过来。婶子，咱们村里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吗？当然有了，我们村虽然不算大吧，但是识字的还是有的，就是他们也都是半吊子，认得不多。看来外人是指望不上了。既然如此，那就他自己教吧。他前世怎么着也是个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一个瞎子怎么会觉得刺眼？难道……冷二郎忍着内心的激动，他怕是自己感受错了，到时候又让大家失望。他再次尝试睁开双眼，努力适应了一下后，他看到了微弱的亮光，还有面前一道模糊的身影。那是嫣嫣吗？他激动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嫣嫣，你今天穿的是嫣红色的衣裙吗？他生怕自己看错了。二哥，你是不是能看到了？我不知道，我只觉刚睁开眼睛的时候有些刺眼，而现在朦朦胧胧的，看得不真切，好像看到了一个嫣红色的身影，可却怎么都看不清楚。二哥，你能看到我吗？你能看到我在做什么吗？你看得见吗？我还是很模糊，看得不清楚。你明明就站在我面前，可我却看到你离我很远。太好了，二哥，你眼睛已经在慢慢恢复了。你现在刚能看到东西，肯定很模糊。你不要着急去看东西，否则用眼过度反倒不利于恢复。他前世怎么着也是个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只是教认字还是绰绰有余的。婶子，先不送四郎去私塾了，钱倒是无所谓，主要是太远了，浪费时间。四郎又不走科举，正好我明天去县城，我去给四郎买些笔墨纸砚还有书本，回来我教四郎认字。你教？小燕，你识字？好了，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我明日就去给四郎买书。夏寒烟便去了他放肥皂的地方，打开盖子倒过来一扣，已经成型的香皂便倒了出来，然后放在干净的托盘里，开始自然风干定型，大概5、6天就可以了。夏寒烟又和四郎说了要教他读书的事，没想到四郎听后十分开心。二哥，你眼睛一直这样闭着吗？反正也看不见，也就没怎么睁开过。二哥，你能把眼睛睁开一下吗？我想看看二哥睁着眼睛时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是久不睁眼的缘故，冷二郎竟然觉得有些刺眼。他一个瞎子怎么会觉得刺眼？好，二哥知道，二哥知道。冷二郎说完赶紧就把眼睛闭上了，他要听话，听嫣嫣的话，他能看见了，能看见了。这一天他足足等了7年。二哥，你快坐下，我把布条给你重新绑好。你现在刚刚恢复，还不能见太强烈的光，要慢慢适应以后才行。好，听嫣嫣的，都听嫣嫣的。媳妇儿，二哥，你们怎么还不出来吃饭呀？马上就来。走，二哥，我们出去吃饭吧。夏寒烟扶着冷二郎。好，去吃饭。说完3人就走出了房间。坐下后，夏寒烟给冷二郎拿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包子放在碗里。二哥，我今天蒸了肉包子，你尝尝好不好吃？嫣嫣做的
肯定好吃。二哥，我咋感觉你今天这么高兴呢？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眼睛能看到了，虽然还不是很清楚，不过已经能看到一些模糊的画面了。众人闻言都是一惊。啊，二郎，你说啥？娘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娘，我的眼睛已经能看到一些东西了。妍妍说我的眼睛正在慢慢恢复，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能看到了。我的二郎终于好了。屋子里的冷言听到媳妇儿又是哭又是笑的，肯定是发生什么事了。春香，你咋了？发生啥事了？曹春香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赶紧跑回房间，趴在冷言的身上就哭了起来。这可把一直疼媳妇的冷言吓坏了，眼下更是放声大哭。这到底是发生啥事了？可急死他了。好了好了，春香这是咋了？你倒是说呀，都快急死我了。老头子，咱家二郎能看到东西了，你说我能不激动吗？咱们等这一天，一等就是7年，我以为这辈子都等不到这一天呢。说完，眼泪又流了下来。听到曹春香的话，冷言也十分激动，眼眶瞬间就红了。二郎呢？快让他过来，我看看。外面冷二郎听到爹在叫他，他赶紧进了屋子。很快屋里便又传出了哭泣的声音。看到夏寒烟盯着桌上的包子，媳妇儿肯定饿了吧？于是冷大郎赶紧说：妍妍，我们快吃饭吧，一会儿饭菜都凉了，我都饿了。大哥，那我们快吃饭吧，我也有些饿了。那吃吧，不等他们了。啊呜，熟包子好香啊！等三人都快吃完了，屋里的3个人总算是平复了心情，出来吃饭了。因着高兴，平时吃很少的冷二郎竟然破天荒的吃了3个大包子。小燕啊，二郎这么吃真的没事吗？看到冷二郎还要伸手拿第4个包子，二哥，你今天已经吃了3个包子，不能再吃了。你之前吃的太少，一下子吃这么多的话，胃会受不了的。二哥可以慢慢的增加食量，但不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你眼睛才刚好，可不能把身体再吃坏了。好，都听妍妍的，二哥不吃了。冷二郎有些懊恼，是他太心急了。他知道自己现在有多瘦，肯定像个骷髅架子一样。他想多吃点饭，这样就能尽快恢复到正常体重。等眼睛好了，他就可以回书院读书了。他要好好的，将来还要考取功名，让家里人生活得更好。夏寒烟扶着冷二郎在院子里走了大概2刻钟，这才把他扶回屋里。想到冷叔的检查结果，夏寒烟看着曹春香说：婶子，您没事的时候给冷叔按摩双腿，这样能够有效缓解腿部肌肉萎缩，对冷叔有好处。行，婶子知道了。夏寒烟说完就进了屋。冷言还在打磨手里的香皂盒，就见媳妇回来了，一上床二话不说就扒他的裤子。冷言看着外面天还没黑，媳妇这是咋了？他这几日不知怎么回事，下面突然就有了反应，这说明他的病有了起色，所以他刚一发现就和媳妇说了。可眼下天都没黑，媳妇就扒他的裤子，这不是白日那啥吗？不行，孩子们都在呢，这要是被孩子们看到了，那不得丢脸死。媳妇儿，你干啥呀？你这天还没黑呢，你。听到相公的话，曹春香就知道他这是误会了。他就是听了小燕的话，想给他按摩腿，觉得穿着裤子不得劲，这才把裤子给他脱了。这老头子想哪儿去了？看到老头子害羞的样子，曹春香忽然就想逗逗他。这天不是马上就要黑了吗？有啥不行的？可是孩子们都在呢。这个时间，他们什么时候来过你的房间？冷言不说话了。看到老头子的样子，曹春香扑哧一下笑出声。行了，不逗你了。小燕说没事的时候让我给你按摩腿部肌肉，说这样对你身体好。我这不是觉得穿着裤子碍事儿吗？这才给你脱了。你这老头子还想歪了。媳妇啥时候这么调皮了？他都做好准备了，眼下媳妇却说逗他玩呢。不过看到媳妇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冷言也跟着笑了起来。第二天，夏寒烟刚起来，厨房里就传出了饭菜的香味儿。走出来一看，就见曹春香已经做好了早饭。婶子怎么起来的这么早？今天醒得早，也睡不着，就早起来了。饭我都做好了，叫他们都起来吃饭吧。好。众人洗漱后围坐在桌前。婶子，一会儿我要去县城一趟，婶子有什么要带的东西吗？婶子没啥要买的，你路上要注意安全，让大郎三郎他们陪你一起去。好。好的，娘，
我陪媳妇儿一起去。冷大郎没说话，不过却加快了吃饭的速度。吃过早饭后，夏寒烟刚要收拾，就被曹春香拦住了。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去，早去早回。这些一会儿我来收拾就行。好，婶子，那我们就走了。夏寒烟把准备好的20瓶药放进背篓里，又把一些炮制好的草药装进去，三人便坐着牛车去了县城。好巧不巧的狗蛋娘也在牛车上，此时她身边有一个男人，应该是她的相公。看到夏寒烟手里的背篓，狗蛋娘眼珠子咕噜噜地转了起来，真是巧了，没想到他们今天也去县城，这背篓里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一行人晃晃悠悠地到了县城，背篓直接去了药铺，狗蛋娘就远远地跟着三人。赵老大拽了拽身旁的狗蛋娘，媳妇儿，我们不是要去买肉吗？不是这个方向，肉铺在那边。哎呀，那个不着急，你别出声。看到三人走远了，赶紧追上去想一探究竟。赵老大疑惑地看着自家媳妇儿，不是他吵着要吃肉吗？这怎么又不着急了？不过他也没多想，赶紧去追媳妇儿了。狗蛋娘跟着三人直接来到了医馆，夏寒烟一来，小药童赶紧迎上来。师祖可是一早上就让他在这里等夏娘子了。夏娘子，您可算是来了，您稍等，我这就去告诉师祖。说完就跑进了后院。不一会儿，一道洪亮的笑声就从后边传了过来。夏丫头，你可算是来了，老头子我可等你很久了。让吴老久等了。走，丫头，我们去后院。吴老把两人带到了后院，在外面偷听的狗蛋娘还没等听清他们说的啥呢，就见三人进了里边。狗蛋娘也赶紧跑进去，想跟着去看看。小药童见状赶紧拦住他，不高兴地说：你这娘子好生无礼，怎么横冲直撞的？这是你能乱闯的地方吗？狗蛋娘刚要发火，就被身后的赵老大拉住了。小兄弟勿怪啊，我娘子不懂事，她第一次来医馆，不知道这地方不能乱进，对不住，对不住啊。赵老大陪着笑脸把狗蛋娘拉了出去。狗蛋娘不高兴地说：你干啥拉我出来？你当这是咱家吗？你说进就进，说闯就闯。赵老大有些生气地说：那凭啥夏寒烟就能进去，我就不能？什么夏寒烟？我刚刚正好看到夏寒烟，就是冷大郎的媳妇儿，她就进去了，所以我才想进来看看她来医馆做什么。还有我跟你说，我怀疑冷家突然有钱了，肯定和夏寒烟有关系。我就是好奇他是怎么赚钱的，所以才跟着过来看看。要是咱们也能学会，那咱家狗蛋儿还愁没钱娶媳妇儿吗？那你也不能硬闯啊，这里是医馆，不是我们能随便撒野的地方。我们就在门口等着，他们总会出来的。那好吧。后院，夏寒烟拿出瓷瓶，一共20瓶，10瓶血凝露，10瓶固元丹。看到熟悉的瓷瓶，吴老笑得见牙不见眼。这丫头的药，他拿来研究了好几天，可里面有一样东西，他始终研究不出来是什么，还白白浪费了1瓶药，可把他心疼坏了。丫头，你这药效是真好，小伤甚至都能够直接痊愈。老夫活了一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神奇的药。吴老用的好就成，这药的来源还望吴老替晚辈保密。放心吧，没有你的允许，我谁也没说。这2天可有不少人来打听这药，我这里肯定不会说出去，你自己也要多注意。好，多谢吴老提醒，我会注意的。好，那就好。这是这次的药钱，你收好。吴老递过来一个托盘，上面赫然躺着20个银锭子，正好200两。吴老，我还有些其他药材，不知道你收不收？走吧，去前面给你过秤，你的药我肯定收。多谢吴老。夏寒烟将200两用布包好，放在了冷大郎的背篓里。三人跟着吴老来到前台过秤，看到人出来了，狗蛋娘赶紧凑近医馆，看看三人在做什么。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拿过背篓让小童过秤，那背篓狗蛋娘认识，正是夏寒烟来的时候带来的。看到从里边拿出来的东西，这东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丫头，5样草药，一共是5两4钱，你看看。不用了，吴老，我相信你。丫头果然是爽快人。吴老拿了5两4钱银子递了过去，看到医馆的人给夏寒烟这么多银子，狗蛋娘看的眼睛都直了。她虽然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可那白花花的银子她看得清楚，绝对有5两多。难道她上次看到他挖的那些草，其实不是草，是药材？刚刚那老头从夏寒烟背篓里拿出来的，不就是他在山里挖的草吗？哎呀，他可真笨，怎么到现在才想明白，这夏寒烟肯定就是靠着在山里挖药才挣。吴老，可否麻烦您给我大哥看看腿？当然可以。冷大郎听到夏寒烟的话一愣，怎么又要给他看腿？想了想说：妍妍，算了，我这腿已经这样了，当初大夫都说没救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啥看的必要了。
大哥，你听我的，让吴老给你看看，当初的大夫也只是赤脚大夫，吴老医术高明，说不定还有希望。这时冷三郎也劝说：大哥，来都来了，你就让吴老给看看吧。那好吧。吴老先是给冷大郎把了脉，然后又把他的裤脚拉上去，检查了一下脚腕当初受伤的地方。看完后，吴老站起身，看着夏寒烟说：这腿怕是不好治了，主要是时间太久，当初又没有好好医治，现在断骨已经成型，没办法了。吴老，若是将成型的骨头再次敲断，然后重新接骨，可能恢复如初。吴老听后诧异地看向夏寒烟，这丫头的想法怎会如此大胆？可是这敲断再重新接骨的办法，吴老开始认真思考它的可行性。夏寒烟见状也没有出声打扰，吴老显然是在思考。他虽说知道办法，可他毕竟不是骨科医生，所以动手接骨的活还得依靠这位老爷子。大概过了半炷香的时间，就见吴老激动地笑了起来。哈哈，妙啊妙啊，丫头，虽说你的方法大胆了些，可却有一半能恢复如初的希望，倒是可以一试。只是不知道这位小兄弟能不能再次承受断骨之痛。这条腿啊已经这样了，也不怕更糟，不过是断骨之痛，我能接受。最主要的是他相信嫣嫣，以他对嫣嫣的了解，没有把握的事他是不会说出来的。好，那夏丫头，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医治？这要是成功了，可是医学上的一大进步。这丫头绝对不简单，认识草药，会制药，医学上也颇有想法。丫头，你可是会医术？学过一阵儿，不过骨科不是我的强项，否则也不会让吴老动手了。也对，以这丫头的胆量，她要是能治，只怕早就动手了，何须借他人之手？吴老，你看明天可行？我还要给大哥准备一些东西，明日一早我们便来。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会让人收拾出一间干净的房间。丫头，老夫有个不情之请，还望丫头能够应允。吴老请说。接骨后，可否让这位小兄弟暂时住在这里，也好让老夫随时观察他的恢复情况。不过你放心，这段时间的吃住问题，老夫分文不取。吴老说完，有些紧张地看着夏寒烟。夏寒烟笑了笑，也能理解这老爷子。术后的治疗过程远比接骨要重要得多。他想让大哥留下观察情况也属正常。大哥，你觉得怎么样？可愿意留下来？我都听嫣嫣的。看到冷大郎眼里满满的信任，夏寒烟笑着：大哥别怕，我不会让你痛的。接骨后我也会经常来看大哥的。好。夏寒烟被冷大郎眼里的柔情烫了一下。大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他怎么一直都没发现？他不会是喜欢上自己了吧？夏寒烟被冷大郎温柔的眼神看得不自在，赶紧别开了视线。看到夏寒烟躲闪的眼神，冷大郎眼里划过一抹失落。嫣嫣还是不喜欢他吗？是不是他平时对他太冷了？那他以后对嫣嫣热情些，主动些，再温柔些。吴老，那今日我们就先走了。好，老夫就不送你们了，我马上去准备房间。告辞了。三人说完，转身拿起背篓就走了。见三人要出来了，狗大娘和赵老大两人赶紧躲好。宿主，上次跟踪你的人又来了。狗蛋娘？是的。他跟着我们做什么？当然是惦记你挣钱的法子呀。夏寒烟摇头嗤笑，丝毫不慌。他挣钱的法子可不简单，手把手教他都不一定学会，何况是偷学。见人走了，狗大娘自认为已经知道了夏寒烟的挣钱方法，便也不再跟着他。三人先去了猪肉摊，买了5斤猪板油、3斤五花肉、2根大棒骨，这个留着给大哥熬汤喝，对他的腿恢复有好处。付完钱刚要走，就看到旁边的木桶里有半桶的猪血，这可是好东西，于是便开口说道：老板，你这猪血怎么卖？还不等老板说话，冷三郎便抢先说：嫣嫣，你买猪血干啥？那东西可不好吃。夏寒烟想到东北的杀猪菜、酸菜炖血肠，就有些嘴馋，家里正好还有些酸菜，再过一阵子这酸菜可就没有了，再想吃就要等到冬天了。想到血肠的味道，夏寒烟没有回答冷三郎，而是看着老板问：老板，你这儿除了有猪血，可还有猪肠子？啥？你要买那臭烘烘的猪肠子？老板这下都惊呆了，那臭烘烘的肠子是真没人要，其他的下水还能便宜卖出去，可这装着粪便的肠子，别说卖了，白送都没人要，所以他们都是和猪血一起扔掉的。他便说：这猪血和肠子原本也是要扔掉的，小娘子如果不嫌弃，那就只管拿去，不用给钱。这下还省得自己去扔了呢。那多谢老板了。夏寒烟道了谢，便把肉钱付了。
老板，你看我们还要去买其他的东西，这么多拿着不方便，可否先放在你这里放一下，一会儿我们就回来取。成啊，小娘子尽管放这里就成。那别多谢老板了。不客气。老板被夏寒烟笑容晃了一下，憨憨地摸了摸后脑勺，看到老板的眼神，两个狼警惕地上前拉着夏寒烟就走。妍妍，接下来要买什么？我们去书肆看看吧，我想给四郎买些启蒙的书籍，还有笔墨纸砚。行，走吧。夏寒烟刚一进来，就有伙计热情地迎上来。客官可是要买书？我们这儿各类书籍应有尽有。我想买些启蒙类的书籍给家中弟弟看。伙计眼睛一亮，赶忙引着他们到了摆放启蒙书籍的区域，介绍道：您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是极好的启蒙读物。夏寒烟选了《三字经》和《百家姓》2本，至于《千字文》等这2本学会了再买就行。又挑了一套笔墨纸砚。大哥三哥，等回了家，你们也跟着四郎一起学认字。啊，我也要学呀！妍妍，我能不能不学呀？我不行，必须学。那好吧。冷大郎则是出声说：妍妍让我学，我就学。大哥好狡猾，明明他也不爱读书的。妍妍，我学，我都听妍妍的。夏寒烟刚选好要买的东西，就看到这里还有卖书香的。想着等二哥的眼睛好了，就可以去读书了，到时候也需要书香。选好后，夏寒烟拿着东西去了柜台。一共6两银子。听到这么点东西就要6两银子，冷大郎和冷三郎都瞪大了眼睛，这么贵？冷三郎拎起书箱，3人便出了书肆。妍妍，还要买什么吗？大哥，这县城里有卖香皂的吗？我想去看看。他也做了香皂，再过几天就能拿来卖了。他想先去了解一下市场上其他香皂的价格。走吧，我知道哪里有卖。说完，3人就直接去了卖胭脂水粉的铺子。妍妍，你自己进去吧，那里边都是女人，我们2个大男人跟着进去也不合适。好，那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就打听一下价格，不会耽误太久。好。夏寒烟说完就走进了铺子，只见货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胭脂水粉，都用或大或小的瓷瓶装着。看了一圈，终于看到香皂了。香皂的样子就比较单一了，只有一样，就是猪胰皂。夏寒烟凑近仔细看了看，又闻了闻，有一股子腥味，还有碱的味道。他做的猪油皂别的不说，光是味道就完胜这猪胰子，更何况他做的还是带玫瑰味的猪油皂，看着也比这个细腻多了。于是便走到柜台，客气地问：你好，掌柜的，我想问一下，您这里的猪胰皂怎么卖？被叫掌柜的人抬头瞥了一眼夏寒烟，其实他是掌柜的侄子，叫张建生。今天掌柜的有事出去了，便叫他暂时看一下铺子。他见小娘子长得虽然漂亮，可一看穿着就不是什么有钱人，于是便清了清嗓子，鼻孔朝天地说：那个要1两银子一块儿，小娘子要是没什么事儿，就赶快离开吧。那东西不是你这样的普通人能买得起的。我这里呀忙得很，贵客也多，要是冲撞了，你可赔不起。夏寒烟无奈叹气：哎呦，瞧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该打该打。说完就在自己脸上轻轻拍了2下。夏寒烟看着这人变脸比翻书还快，于是收起金子，转身就走。哎，小娘子，小娘子！张建生见叫了2声，也不见人回来，于是便放弃了。县城有钱人多了，他算老几？夏寒烟出来后，看着2人说：大哥，这县城就一家卖胭脂水粉的铺子吗？当然不是，有好几家呢。妍妍是不喜欢他们家的吗？那我们再去别人家看看就是了。是啊，妍妍，我们去别家再看看。不去了，大哥三哥，走，咱们去猪肉摊，回家了。啊，好。 3人直接就去了猪肉摊，刚走进就见狗蛋娘和他的相公正站在肉摊前，看样子应该是在买肉。夏寒烟不待见他，所以便没着急上前。老板，你从这里给我割，我就要这块。哪有你这样割肉的？你把肥肉都买走了，剩下的全是瘦肉，我怎么卖呀？他就想问问猪胰皂的价格，这怎么就碰到狗眼看人低的人了呢？他穿的难道像个穷人？夏寒烟转头看了看店里其他人的穿着，这一看还真是属他穿的最差。可开门做生意也不能以貌取人呀。本来还想把他做的香皂放在这里寄售呢，眼下看来是不行了。哼，有些人还真是狗眼看人低。
难道没听过有句话叫做人不可貌相吗？区区一块猪胰子，整得好像谁买不起似的。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本小姐有的是钱，别说是一块小小的猪胰子，就是买下你们店里所有的猪胰子，本小姐也买得起。夏寒烟从怀里掏了一锭金子出来，实际上是从空间里拿出来的，啪的一声就拍在了桌上，正是10两一个的金锭子。别说买下所有的猪胰子，就是他铺面里的其他东西，那也是随便挑。张建生没想到这穿着朴素的小娘子竟然还是个有钱人，于是他立刻扬起笑脸说：哎呦，瞧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我管你怎么卖，我就要这块。你这样的话我卖不了，你去别家看看吧。你这人怎么这样，哪有不卖的道理？那你出来摆摊干啥？听到争吵的声音，旁边路过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肉摊老板嘲讽地说：肉是我家的，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我出来摆不摆摊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要买去别家买，不买就赶紧离开，别耽误我做生意。来，大娘，买肉吗？你行了，你买不买？不买我们就走吧。狗大娘听到相公也不站在他这边，于是愤怒地吼道：走什么走？是不是你觉得我在无理取闹？你们都别买他家的猪肉，他家的猪肉不干净，都是昨天剩的。我上次买回去的猪肉都是臭的。你这人好生无礼，我不肯卖你猪肉，你就污蔑我家猪肉不新鲜？怎么会有你这么坏的人？天地良心，我江家肉铺在这里卖肉10几年，哪天不是一早现杀的猪？到现在连猪血都是热的呢。这江老板说的不错，他家猪肉啊，确实是一早就现杀，我天天来买菜都能看到。是啊，江家肉铺可是10几年的老字号了，不可能卖臭肉给顾客。要我说，就是这种无理取闹。可不是嘛，我们都是这周围的住户，都来江家肉铺买肉买了10几年了，我可一次不新鲜的肉都没买到。看到周围指指点点的众人，赵老大觉得十分丢脸。行了，别闹了，还嫌不够丢人吗？嫌我丢人？嫌我丢人就离我远点，爱去哪去哪，别跟着我。说完就挤开人群跑了。围观的人群见人都跑了，便也都散了。赵老大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这是他第一次凶媳妇儿，可今日媳妇儿确实做得有些过分了，咋能随便污蔑人呢？老板，实在对不住啊，都是我家婆娘无理取闹，她都是胡说的，我家根本就没有买过臭的猪肉，各位乡亲别当真啊。老板，你看你给我割2斤猪肉可行？我这时间紧，去别的肉摊买啊，就赶不上回村的牛车了。小江啊，你就卖给他吧，这汉子也不容易，他媳妇儿不懂事，那是他媳妇儿，这汉子是个明事理的。行，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给你割2斤，不过要先说好，肉都是肥瘦相间的，不可能全是肥肉。那是自然，你随便割2斤就成。刚刚他就把媳妇给得罪了，要是不把猪肉买回来，只怕一会儿回了家还有的闹呢。肉摊老板话是这样说，不过割的时候还是给多割了些肥肉。见人走了，夏寒烟3人这才上前和老板打了招呼，3人便把木桶和猪肉都拿走。来到城门口，2人将木桶放在牛车的边上，这样离坐车的人也能远一点。看到2个大木桶直接占了2个人的位置，而且味道还不咋好闻，夏寒烟直接给了5个人的车钱。王老汉也没有推辞，想着他们东西多，一会儿就直接给送到家门口。又等了一会儿，就见狗大娘朝着牛车走来，走近一看，眼睛还有些红，一看就是刚刚哭过。狗大娘，这是咋了？赵老大呢？谁知道他死哪去了？不等他，他爱回不回。我们走。看来这2口子是闹别扭了。狗大娘自顾自地走到牛车上坐下，可等他坐在木桶旁边的时候，就闻到了一股臭味。王老汉，你这车上什么味啊？咋这么臭？狗大娘在空气中嗅了嗅，最后嗅到了木桶。随后他捂着鼻子嫌弃地说：夏寒烟，这是你的木桶啊，你买了什么东西啊？咋这么臭呢？我买的东西味道确实不好闻，可都盖着盖子，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吧？你自己闻闻臭不臭？王老汉，你赶紧让他们下去，这么臭我还怎么做呀？狗大娘，这味道也没多大，你坐得远一点就闻不到了，我坐在这里赶车就闻不到。要不你坐到前边来？我才不要坐前面，前面你家黄牛拉屎放屁的，我可受不了。王老汉一听这话，有些不高兴，人还得吃喝拉撒呢，何况是牲畜。人家冷家媳妇给了5个人的车钱，让他们下车，这5个人的车钱你来补吗？我凭啥给你补？那我凭啥有钱不赚？我是年龄大，不是脑子不好使。你要是闻不了啊，就走着回去。王老汉说完就朝着夏寒烟说：冷家媳妇上车吧，不等了，
咱这就回村了。好。王老汉见人都做好了，一鞭子打在牛屁股上便走了，徒留狗大娘一个人在原地气得直跺脚。正在他有气没地撒的时候，就听到身后传来了赵老大的声音：媳妇儿，等等我，等等我。狗大娘想到刚刚这男人不但下了她的面子，还凶她，刚刚又受了气，心中便升起一股怨气。等赵老大跑到跟前，笑嘻嘻的刚要开口告诉媳妇儿他给他买肉了，可他话还没说出口，就见媳妇儿抬起手就打了他一巴掌。赵老大被打懵了，愣在原地，久久回不过神来。狗大娘打完一巴掌就有些后悔了。相公，赵老大看着因为打了他脸上有些后悔的孩子他娘，什么也没说，转身便走了。他一边走一边在想，是不是平时他和二弟太纵容媳妇儿了？明明刚成亲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看到前面默默走路，也不等他，狗大娘只能跟在后面往家里走去。王老汉把三人送到了家门口，这才驾着牛车离开。经过今天这件事，夏寒烟决定有时间还是要买一辆车，牛车人多总是不方便，况且明天大哥还要去医馆，他肯定要3天2头的去县城，有辆车来回去看大哥也方便。回到家，夏寒烟把银子和笔墨纸砚还有书本从背篓里拿出来。婶子，这是今天卖药的钱，去店花的还剩这些，你收起来。夏寒烟把银子推到曹春香面前说道，看到面前一堆白花花的银子，笑呵呵地说：小烟啊，婶子不是说了吗？你的钱就你自己放着，不用给婶子，家里的东西都是你买来的，婶子也没啥花钱的地方。你上次给婶子盖房子的100两还能剩下不少，婶子有钱，你自己的钱就自己放着。如今家里靠着你挣来的钱，不仅吃穿不愁，还盖了大房子，婶子已经很知足了。行，那我就自己收着了，婶子用钱的话只管开口。行，婶子知道了。小烟，婶子能不能和你学学做饭啊？婶子这手艺和你可是差远了。以前倒也没觉得，可自从吃了小烟做的饭，今天早上他自己做完一尝，这差距咋就这么……夏寒烟笑着说：行啊，那一会儿我教你。哎，好。对了，婶子，还有件事要和你说，今天去医馆，顺便让大夫给大哥瞧了腿。大夫怎么说？夏寒烟便和他说了明天带冷大郎去治腿的事。这样的话，大哥可能一时半会儿就回不来了，要在县城的医馆里观察一段时间。小烟，大郎的腿真的还能治好吗？婶子，大夫说有1半的希望，大哥说想试试，反正也不能更坏了，大不了就还是瘸。对对对，大郎说的对，别说有1半的可能，就算是有1分希望，咱们也得试试。真是太好了，大郎的腿好了，二郎的眼睛也好了，真是太好了。婶子简直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自从小烟来了他们家，家里就越来越好的。小烟就是他们家的福星。夏寒烟出来后，手里的银子便唰的一下不见了，已经被他放在了空间里。暖暖，我自己赚来的钱都给我单独放着，不要和徐家的那些放在一起。知道了，宿主。收好银子，夏寒烟拿着书本就去了院子里。院子里，冷二郎正坐在屋檐下。二哥，今天感觉怎么样？妍妍，你来了。和昨天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我已经适应外面的阳光了。你看，今天都不用蒙眼睛了。好，二哥还是要自己多注意，不要直视阳光，看不见的东西就不要强行去看。好，二哥知道了。这时夏寒烟突然感觉到腿上有什么东西在蹭他，低头一看，原来是小白。姐姐想喝水。好，姐姐去给你倒水。把碗放在房檐根下，小白闻着味儿就来了，二话不说跑过来就喝了起来。这时四郎跑过来，看着小白喝得香甜。媳妇儿，为啥你给小白的水他就这么爱喝？我给他的他都表情淡淡的，看他喝得这么香，整得我都想尝尝了。听到冷四郎的话，夏寒烟心想，他给小白的可是没有稀释过的灵泉水，能一样才怪。这时小白抬起脑袋，朝着冷四郎呲了呲牙。夏寒烟见状拍了拍他的头，快喝，他不和你抢。小白这才低头继续喝，可明显速度都变快了。
四郎看着小白朝他呲牙，不可置信地看着夏寒烟。媳妇儿，小白刚才是在凶我吗？就为了一口水？你说呢？以后可别总惦记小白的东西，知不知道？我就一说，哪里惦记他的东西了？他又不是没水喝，怎么会惦记一条狗的东西？行了，过来。今天我给你买了3字经和百家姓，我教你念书。好吧。给我打起精神！你现在学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以后当大将军做准备，知不知道？知道。大点声。知道了。这才对。一会儿就用这个声音跟着我念。我们现在先来读，等你背下来，我再教你写。我们先从3字经开始，我读一句，你跟着读一句，听到没？听到了。好，就是这个声音。那开始了。夏寒烟清了清嗓子，这才打开书念道：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教了2遍，冷大郎便走过来问：妍妍，这2大桶的东西怎么办？总不能一直放在这里啊。夏寒烟这才想起来，他还有事没做呢。二哥，3字经你肯定会吧？会啊。那你教四郎背，再给他讲讲什么意思，我还有事要忙。好，这个不难，二哥来就行，嫣嫣去忙自己的。好，四郎你要好好学，一会儿吃饭之前我要抽查，答不上来就罚你少吃1块肉。啊，那好吧。看到四郎幽怨的小模样，夏寒烟揉了揉他的小脑袋，便走了。嘿嘿，二哥，媳妇儿刚才摸我头了，你看到没？我看不见。哦，对，我忘了，二哥还没好呢。冷二郎咬了咬后槽牙，嘿，这个死小子，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夏寒烟起来后，早饭已经做好了，是曹春香做的。他一边吃饭一边说：三郎，家里的粮食快见底了，一会儿你和大郎去县城买点回来。夏寒烟这才想起来，这2顿都是曹春香做的饭，所以米面消耗的特别快。每次他做饭都会把空间里的米拿出来些掺进去，看来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时间长了，曹春香肯定会发现端倪。婶子，我和大哥、三哥一起去，正好我送大哥去医馆。行，那你们就一起去吧。一听说去县城，四郎立刻说：娘，我能不能也去看看？我还没去过县城呢。夏寒烟见四郎一副期盼的小眼神，心里就发酸。四郎这么大了，竟然都没出过这个小山村。于是他笑着说：婶子，就让四郎和我们一起去吧，我会看好他的。行，那就去吧，要听话，不许乱跑，听到没有？知道了，娘。大哥、三哥，你们也去换上新衣服吧。行，我们都穿新衣服。妍妍穿，我就不穿了，一会儿去医院估计会弄脏。几人便开开心心的去村头坐牛车了。牛车晃晃悠悠走了半个时辰，便到了县城。夏寒烟牵着四郎，几人直接去了医馆。看到夏寒烟进来，吴老赶紧迎上来：夏丫头，你们可算是来了，走吧，我已经收拾好了房间，你们看看满不满意？吴老说着就带着几人去了后院，来到一间屋子面前。就是这里了。夏寒烟看着面前的屋子，很干净也很安静，是个适合养伤的地方。房间很好，吴老，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大哥你别紧张，一会儿我会给你用麻醉散，你不会感到疼的。好，我不紧张。今日主要是吴老主刀，宋大夫给他打下手。吴老，这是麻醉散，可以麻痹病人的神经，一会儿麻烦给我大哥吃下去。这是麻醉散，可以麻痹病人的神经，一会儿麻烦给我大哥吃下去，这样过了1刻钟左右，他便会失去意识，也方便你们动手。吴老有些颤抖地接了过来。麻醉散，这也是丫头你自己制作的药吗？我们去外面等。夏寒烟又安慰了冷大郎几句，便带着四郎和冷三郎离开了。他们就等在门外。大哥会没事的，对不对？我有些害怕。大哥不会有事的，四郎别担心。为了转移四郎的注意力，夏寒烟便问起了他读书的事。四郎，昨天教你的3字经，你背得如何了？啊，我……四郎一愣，他还没从紧张的情绪里反应过来，媳妇儿怎么突然就问他3字经？他现在脑子一片空白，啥都想不起来了。四郎，冷静，平复一下心情，好好想想3字经，昨天刚教过你的。
四郎在夏寒烟的安抚下，逐渐冷静下来。这个是自然。吴老，我大哥可醒了，我们想进去看看他。还没有，不过想来也快了，你们别动他的腿就行，进去看看吧。吴老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他要赶紧回去把这次的治疗记录下来，不然年纪大了容易忘事。此时冷大郎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脸色微微有些发白。夏寒烟见状，觉得应该把大哥的腿抬高，就这样放着不行。于是夏寒烟将冷大郎的腿抬高并固定好。做完这些，冷大郎也醒了过来，醒来就发现自己受伤的那条腿吊在半空，怎么浑身都没啥知觉呢？妍妍，我怎么被知觉了？大哥别担心，是麻沸散的药效还没有过，再过半个时辰左右，你就会慢慢恢复知觉的。听到夏寒烟的话，冷大郎这才狠狠地松了口气，吓死他了。大哥，你疼不疼？四郎满脸心疼地看着冷大郎。冷大郎挤出一抹笑意，又摇了摇头。大哥不疼。之后吴老又絮絮叨叨地嘱咐了冷大郎一大堆，这才离开。吴老走后，夏寒烟让冷三郎留下来照顾冷大郎，他则是带着四郎去了车马行。他打算先去买辆牛车，然后再去买粮食。夏寒烟一边打听一边去了牲畜市场，二人顺着打听的路线来到牲畜市场，越是靠近，牲畜的屎尿味便越发重。夏寒烟能和动物沟通，所以一进来他就仔细看这些牲畜。夏寒烟两人走在人不算多的过道上，左右开始寻找合适的耕牛。快走到头的时候，就见街尾处坐着一个面色愁苦的老汉，身后的桩子上绑着一头牛，一头毛驴。夏寒烟便多看了那老黄牛几眼，忽然老黄牛叫了一声，老汉却没有任何反应，可夏寒烟却听到老黄牛在痛苦的呻吟。哎呦，我的脚好疼！夏寒烟下意识地朝着黄牛的脚看去，也没看出什么来，可他听得清楚，那牛就是在说脚疼。于是夏寒烟便走上前，看着老汉问：老伯，不知你这牛是如何卖的？小姑娘，不瞒你说，老头子，我这牛是因为走不了路了，所以才去官府备了案，想来这里卖出去。听到老汉的话，夏寒烟这才想起来，古代耕牛是第一劳动力，所以不允许随意买卖或是宰杀。想不到这买个牛还挺麻烦的，还要去官府备案。夏寒烟又看了看老汉身后的毛驴，要不就买个毛驴。如此想着，夏寒烟又问了毛驴的价格。毛驴要7两银子，我这毛驴健壮得很，是头年轻的母驴，去年才刚刚生了一胎。姑娘，你买回去就能立马配种，保证明年就能生个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出来。我主人说的是真的，我身体好得很，啥病没有。要不是家里急需用钱，他是舍不得卖我的。老伯，你这头毛驴我买了。你买了？小姑娘，你可不要戏耍我老头子呀！他立刻喜笑颜开地接过银子。老汉笑着收起了银子，然后把身后的毛驴从木桩子上解下来，拉着到了夏寒烟面前，有些不舍得把绳子交给了夏寒烟。姑娘，这毛驴听话得很，你平时可别打它，你只要用腿给它指路，它就能自己走。现在天气热，它一天要喝2桶水才行。临走前，夏寒烟又看看老汉身后趴在地上的大黄牛，听到大黄牛痛苦的呻吟声，夏寒烟还是同那老汉说：老伯，你这头牛走不了路是因为它脚疼，你应该带它去看看。脚疼？是啊，老伯，你带它去看看吧。姑娘，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自小便与动物亲近，所以能大概看出来这牛很痛苦，它的脚里应该有东西。姑娘，你可否给老头子看一看这黄牛是哪只脚疼，我也好和兽医说清楚。夏寒烟走进黄牛，先是安抚地摸了摸他的脑袋。你叫什么名字？主人叫我大黄。大黄，你告诉我，你哪只脚疼？是这只吗？大黄没反应。是这只吗？是这只。这2只都没事吗？这只也疼，我都不敢走路了。老伯，前后都是左边的脚。你家大黄说这2只脚疼，他不敢走路，只能趴着。老伯，你带着大黄去看看吧，这好了，卖也能卖上价格。好，这好了，我就留着不卖了，我这就带他去看病。老汉之前也不是没想过要带大黄去看兽医，可是家里老伴要吃药，根本就没钱给大黄看病。
如今毛驴卖出去了，给老伴和大黄看病的钱就都有了。大黄，你站起来和老伯去医馆吧，再坚持坚持，很快就不疼了。